列传第70。王守臣。王守臣，字君实，太原阳曲人。气宇和萃，性好学，从邓。文元，于集邮，文辞日进。太定元年，是礼部第一，廷对次同。进士出身，授秘书郎。迁太常博士，续编太常集礼若干卷。以进，转译灵库使，与着经世大典。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。除魁章阁谏书博士。拜监察御史。迁山东廉访司事。改户部员。外郎、中书右司郎中。拜礼部尚书。与修辽、金、宋三史书。臣擢参议中书省事。调燕南廉访使。至正5年，递遣使宣府。四方，除守城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与大都留守达尔麻师礼使司。川，守建云南都元帅数律夺尔，只有文武才。初，四川廉访使某。与行省平章某不相能，乌宣使苏伯言行贿于平章某，与死狱中。致仕，伯言亲属有诉。会察言转运司官议送廉访使类受金廉。访使仓皇去官，至扬州死。复使而下，皆以事罢。县使4人。奏差1人，及其家而窜之，余皆斥去。重庆同梁县尹张文德。初遇少年执兵刃，疑为盗，擒执之，果拒敌。文德斩其首的。怀中伯旗，书曰南朝赵王。贼党闻之，遂焚结双山。文德捕杀100余人。重庆府官以司院使县吏诬之，乃议文德罪，彼不及捕。强盗吏家4等。欲赦免，有拟杖100。守臣至，为执其事。他如以赃罪诬人，动至数千民，与夫小民填婚之讼，待110计。守臣皆辨析详验，词穷土实，为之平反。州县官多取直田者。类时有4人，悉离正之。因书言，是于属者的辟路遥奉。给之薄，何以自养？请以户绝及屯田之荒者，召人耕种，收其。PG 2660。入以增禄制。宜宾县尹杨继亨寓于盘龙山建宪宗神御殿，如学体举谢敬贤请赴文翁时事为书院，皆采以上文成之，封采颂。动天下，论公居诸盗罪。晋资政大夫，河南行省左丞。魏上。母刘氏没于京师，闻丧即归，遂构疾，以至正9年正月卒年50有4。帝赐超万民，是文昭。有文集若干卷。王思成。王思成，字至道，兖州资阳人。天资过人，7岁从师授。孝经、论语，即能成诵。家本业农，其祖幼构家人曰：而大不教力田，反教为迂如邪。思成月自立服谢。后从问。杨曹元用游，学大进。中至元年进士第，授管州判官，召为国子助教，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荀申应奉翰林文字，再转为呆制。至正元年，迁奉议大夫，
国子司业。2年，拜监察御史。尚书言：今畿去年秋不雨，冬无雪，方春首月黄生，黄河水溢。盖不雨者，阳之亢；水涌者，阴之盛也。常闻一父咸渊。3年大旱，往岁伯言专擅微服，仇杀不孤，谭王之狱，验铁木。而宗党死者不可胜数，非执一父之冤而已，其不敢伤何其邪？以雪其罪。敕有司行导百神，陈生毕，祭河伯，发卒塞其缺。被灾之家，死者给葬具，庶几可以照阴阳之和，消水旱之变。此应天以时不以闻也。刑部至潭州，守盐，采金铁也提举司，设司狱，掌求之。应图配者，太旨以充金矿，就常给衣与食。天历以来，水坏金也，因罢其给，啮草饮水，死者30余人，濒死者又数人。夫罪不致死，乃居求至于积死，不若家杖而使速死之月也。况州县具无求粮，轻重求不绝者，多死狱中，欲力妄报其病月日用。要次第，请定与死多寡罪者为令。又言至元16年，开坝河，设坝夫户8370有7，车户5070，出车390辆，船户950，出船190艘，坝夫累遂逃亡。PG 2661。时损45，而运粮之数，时增89，船只68艘，户只760有1，车之存者267辆，户之存者2750有。5. 昼夜兵士，犹不能给，坝夫户之存者1830有2。一夫日运400余石，肩背成疮，憔悴如鬼，甚可哀也。河南、湖广等处打捕应防府，打捕户上狱等13225户。阿南达百姓刘德元等2300户，可以迁捕，使劳役相资。又言雁南、山东、密尔京师，彼岁机警，群盗纵横，巡卫工兵与提调捕盗官，会临近以讨之。贼南则会于北，贼西则会于东，即与贼会，望风先遁，请立法严禁之。又言初开海道，至海先鹤哨船40余艘，往来紧锣。今避船10数，止于刘家港口，以捕盗为名，时不出海，以致寇贼猖獗，移及莱州。杨等处分兵守之，不令泊船岛屿，竟证明与烧水为婚，有能捕贼者，以船避之；或贼首者，赏一官。人移江浙、河南行省，列戍江海诸口，以劫海伤海者，审非寇贼，使令泊船。下年粮，船开洋之前，遣将士乘海仙鹤于2月中旬入海，数击海盗宁袭。朝廷多视其意。松州官吏诬构良民以取禄，宿于台者40人，选司臣居问。司臣密以他事入松州境，直监州以下23人，皆罪之。还至三河县，亦求诉不已，比其党议处，使之言，求曰：贼向道，某之麻，某追及，次之己死，贼以仕途复仇，今攻守欲捕获公之术，是中贼计。其赃
时某七群也。以群是师主，主曰：非吾物。其党辞屈，遂视之。丰润县一囚，年最少，谢系。兵死，疑而问之，曰：昏木3人投宿，将役及场，曰同行。谓夜半，去行，至一冢间，见数人如有宿约者，疑之，众以为祷告，不从，携以白刃驱之前，至一名家，众皆入，独留户外，遂前奔赴县，未及报而被收。司臣遂正有司罪，少年获免。初迁河南山西道肃镇廉访司事，刑部武乡县，兼县莱亚。PG 2662。司臣司与吏属曰：此必赃吏。未几，过有宿于道侧者，问曰：得无宿监县夺辱马乎？其人曰：然。监县抵罪。吏属问司臣先知之故，曰：一必一，臣骏马，非诈而何？陕西邢台言，欲疏凿黄河3门，立水陆战以达于关陕。乙，读司臣，会陕西、河南省县城及郡县常吏视之，皆谓贤祖，欲以虚辞复命。司臣怒曰：吾属自欺，何以责人？何以待朝廷？诸君少留，吾当公议其地。众惶恐从之，河中滩气100有余。李礁石错出，路穷，舍其徒行，攀藤葛以进，众被喘汗服赶。言凡30里，渡其不可，乃作诗力叙其险，执政采之，遂请其意。诏修辽、金、宋3使，调秘书监丞。惠国子监诸生相虑为闳，复命为司业。司臣召诸生立堂下，处其首为闳者5人，罚。而降斋者70人，勤者生，惰者处，于是更相勉励。超升兵部侍郎，兼稍燕南昏超，忽心悸弗宁，以儿母病，事毕，持还京。失事急，即丁内忧，伏趁南归。甫旦，朝廷行内外通调法，选郡县守令，起司成太中大夫，河间路总管。辞河水平邑，掘铁灯干。铁灯干，真定境也，照其毅力，则而成之。遂即名丁作。低昼夜督工，其月而塞。复驻家堤于外，更10余里，命兵合。民即攻守，列置草舍于上，细木以防盗掘。是年，民获更易，遂用大忍。乃募民运遂辟，至郭外行道，高5尺，广备之，往来者无泥土之病。南皮民富祖，长兵愈合肿瘤，书刻于关，名曰柳客。后何绝，柳具梅，官由征之，凡10余年，其子孙亦贫。不能长，司臣连请于朝除之。郡廷升嘉禾3本，一本9斤，一本16斤，一本13斤，今5、6岁。辽属欲上进，司臣曰：吾常恶人行义正，孤美名。乃止。所辖锦州、广川镇，汉董仲。书之礼也，河间尊福乡，博士毛长旧居也，皆请建书院，设山长园。诏拜礼部尚书。PG 2663。12年，帝以4方民颇事业，命名臣巡行劝客。
司臣至和，兼及山东诸路，召集父老，宣帝得意，莫不感泣，兼尽二脉。豌豆，帝加之，赐上尊耳。诏还，迁国子祭酒，而复为礼部尚书，知贡举，升级贤士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应诏言事，亦曰：至行省丞相以专方面，2曰宽内郡征书以固根本，3曰太冗兵以省粮运，4曰改路制以养官廉，5曰罢行兵马司以便节补，6曰复以郭县以正纪纲，7曰设常选以起焉制。寻初为陕西行台制书侍御史，此以老病不允，立即戒行。17年春，洪津县商州，夺7盘，进据蓝田县，据凤元一舍。司成会豫王阿剌推纳失礼及审院官于安西王岳鲁铁木儿。抵，众兄俱无言。司臣曰：陕西重地，天下之众亲系焉。察罕帖木儿，河南名将，贼素畏之，以遣使求援，此上策也。数将即克兵札己，论久不决。司臣曰：吾兵弱，但系失守，就将安归？乃遗书察罕帖木儿曰：河南为京师之庭户，陕西时内郡之藩篱，两省相望，互为唇齿。陕西为，则河南岂能独安乎？察罕帖木儿心赴陕州，的书大喜，曰：先生真有为国为民之心，无宁负越境擅发之罪。遂提轻兵5000，备道。来源：司臣犒军于凤凰山，还定守御9事，夜宿台中，未尝解。1. 潼关前送妻子过渭北，司臣止之，分守北门，其属文士籍。欲图苟免，司臣从容谕之曰：吾受国重祭，安定一方，其禄力报效，死之可也。自古皆有死，在迟与速耳。众乃安。既而援兵破贼，河南总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儿善调，遣人问之，司臣即请于朝，宜命察罕帖木儿专守关陕，人令便宜行事，诏从之。行枢密院院使田甲，受录事爵，逆御邸，监察御史补之籍，并系其母。司臣过世中，见之，曰：昔古者罪人不奴，况其母乎？吾不忍以子而系其母。令视之，不从。司臣应自和。PG 2664。不出，诸御史夜而谢之。初，监察御史有封事，自中丞以下，为属职位，莫敢问其由，事行，使知之。司臣曰：若是，则上下之分安在？凡上章，必差事，不可行者，以台应封制驾。歌库而起5省于丁军。司臣真曰：关中方用兵，困于供给，民多愁怨，复有事议，万一为变，所系其轻耶？是遂请。17年，诏拜通议大夫，国子祭酒，时握疾，闻命即起，至朝议，即复作。10月，卒于旅社，年60有7。是县宿。李好文。李好文，字惟忠，大名之东明人。登至治元年进士第，授大明路郡州判官。
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国子助教。太定4年，除太常博士。会盗窃太庙神主，好闻言，在礼，神主当以木为之，金玉祭器，宜铸之别事。又言祖宗建国以来，7、80年，每遇大礼，皆临时取具，博士不过寻故事应答而已。往年有诏为及礼，而乃令各省及各郡县制举纂修，宜其久。不成也。礼乐自朝廷出，郡县何有哉？白常院者，选僚属数人，人请出价格文读，以资采录。3年，书成，凡50卷，名曰太常集礼。迁国子博士。丁内忧，福阙，起为国子监丞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复以至元纪元，好闻言，年号袭旧，于古位。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，未见其意。因言时必不如至元者时。于是陆求河东有李白白者，杀人而行凶之状不明，凡10、4年不决。好闻曰：岂有不决之欲如是其久乎？立出之。王父撒都剌，以足踏人而死，众皆曰：杀人非刃，当杖之。好闻曰：护士杀人，甚于用刃，况因有所求而杀之，其情为有重，乃至之死。河东为之正肃。初迁河南，浙东2道连。访司事。6年，帝亲享太师，诏迁太常礼仪院事。至正元年，除国。子祭酒，改陕西行台制书侍御史，迁河东道连访使。3年，交。PG 2665。4. 诏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。帝之亲嗣也，至宁宗室，遣阿鲁。问曰：兄拜帝可乎？好闻与博士刘文对曰：为人后者，为之子也。帝遂拜。由是每亲嗣，必命好闻设礼仪使。4年，除江南行台制书侍御史，未行，改礼部尚书，与修辽、金、宋使。除制书侍御史，人与时事。而除参议中书省事，事10日。以史故，人为制书。以而复除陕西行台制书侍御史，时台承接。缺好闻独属台事。西蜀奉使，以司汉直10连访使曾文博迁。是误马儿，王武氏，文博死，误马儿乌服，武不屈，以清无底。罪。好闻曰：奉使代天子行事，当问民疾苦，处置邪正。今行省以下，至于郡县，未闻举何一人，独讽县之私，无以免者。此其正大之体乎？律御史吏辩武等之往，并言奉使不法者时。于是6年，除翰林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又迁改集贤士讲学士，人兼祭酒。9年，出参湖广行省政事，改湖北道连访使，寻诏为太常礼仪院使。于是帝以皇太子年渐长，开端本堂，命皇太子入学。以右丞相脱脱、大司徒雅不花之端本堂事，而命好闻以翰林学。世间欲得。好闻立辞，上书宰相曰：三代圣王，莫不以教示。子为先物，
盖帝王之治本于道，圣贤之道存于今，而传经其余。明道出志在于为学，关系至重，要在得人。自非得堪犯魔，则不足以辅成德性；自非学真捆奥，则不足以启迪聪明。以求道德之鸿儒，养成国家之盛世。而好闻天资本下，人望肃清。曹野之习，而久于信臣；章句之学，而尽以是废。昼因重托，负荷城南。必别家选论，庶积国家有德人之助，而好闻免防贤之机。丞相以其书文，帝加叹之，而不允其辞，好闻言。欲求二帝三王之道，必由于孔氏，其书则孝经、大学、论语、孟子、中庸，乃摘其要略，是以经义，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，有关治体而谐经旨者，加以所见，仿真得秀。PG 2666。大学演义之例，为书11卷，名曰《端本堂经训要义》。奉表以进，诏复端本堂，令太子习焉。好闻又集历代帝王故事，总百有6篇，一曰盛会，如汉孝昭、后汉明帝幼敏之类；二曰孝友，如舜、文王及唐玄宗有爱之类；三曰公简，如汉文帝阙、千里马、罢漏台之类；四曰圣学，如英宗积学、及陈、随诸君不善学之类，以为太子问安于遐之著。又取古史，自三皇弃经。宋历代授国作九宿，治乱心废为书，曰大宝录。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，名曰大宝规谏，皆录以尽焉。久之，升翰林学士承旨，皆荣禄大夫。16年，复上书皇太子，其言曰：臣之所言，即前日所尽经典之大义也。殿下已以所尽诸书，参以贞观政要、大学演义等篇，果能一一推而行之，则万己之政、太平之治，不难治矣。皇太子深敬礼而加纳之。后吕尹年起致仕，辞志再三，遂拜光禄大夫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录中其身。被庶鲁产子远父。被庶鲁冲，字子辉，其先隆安人。今太和间，定女直姓氏。蜀望广平。祖德，从宪宗南征，因加邓之顺阳，以功封南阳郡侯。父居迁，用冲贵，封南阳郡公。初，居迁辟院江西，以家。自隋，升冲干江州中，抚民者3，人以为义。冲稍长，及勤学。父没，家世渐落，冲不恤，而为学义力，乃自顺阳复往江西，从新御萧克翁学。克翁，宋参政岁之4世孙也，隐居不仕，学行为周礼所禁，常夜梦大鸟指其所居，亦赴轩外，举家惊异。初视之，冲天而去。明日，冲至，冲使名思温，字伯和，克翁，为一经名字，以梦故。后复从京兆萧邹游，其学亦弘以祀。翰林学士承旨尧遂以书抵邹曰：
遂见人多矣，学问文章无足，与子挥比伦者。于是邹以女妻之。大德11年，用见者，受襄阳县儒学教育，升汴梁路儒学。PG 2667。正会修，是黄石路，遂守以充谏。至大4年，授翰林国史，院编修官。延佑2年，擢河东道廉访司经历，迁陕西行台监察。御史，政绩突蕃，多所见白。5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因皇位出，革充言，夷则正人以辅导。帝加纳之。寻和奏中书参议。元明善，帝初怒，不纳，明日，乃命改明善他官，而传旨未遇。充巡按辽阳，有旨给以公使还刀，后因为定制，还往淮东河。县司官生计，淮东县城为上行，多置御具。充曰：国家所以立封记，盖将肃清天下，初步上行也。取其御具焚之。10有旨凡以立进者，立将2等，从7品以上不得用。充言科举未立，人才多以立进，若一概趋役，恐未足尽天下持平之意。请立进者，以止于5品。许之，因者为令。除右司都事。10镶铁木牒而专事行路，以复司汉，充因必去。请之，擢翰林修撰，又改左司都事。于是拜助为左乡使。人劳充曰：今规模已定，不同往日，宜早治也。充强为起。惠国子建立中书，比充兼领之。先是，陕西有变，府县之官多。挂卷者，充白丞相曰：此辈皆胁从，非同情者。乃悉加权。续地方列柳林，驻故东平王安同碑所，阴县驻毕宋，皆称旨，命作，赐引上尊。从信上京，赐龙虎台，拜助命充传旨。中书充领之，行数部，还曰：命充传否？拜助叹曰：真谨斥人也。兼谓充曰：尔可作宰相否？充对曰：宰相故不敢当，然所学，宰相是也。夫为宰相者，必福德才量4者皆备，乃足当耳。拜助大悦，以酒商充曰：非公，不闻。此言迎驾至行在所，充入见，帝赐之作。升右司员外郎。奉旨欲修大元通志，书成，充为之序。太定元年，迁国子司业。明年，初为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。丞相曰：吾得贤左。乙充曰：世祖立国，臣献俱在，圣手足矣。譬若沉舟，非一人之力所能运也。充乃开雍除弊，审务为之一心。3年。PG 2668。擢燕南河北道廉访使，晋州达鲁花赤有罪就逮，而奉使宣抚矣。应帖征之，欲缓其事，充发其间，奉使因遁去。入迁太常礼仪。院士盗窃太庙神主，充言各事宜增设都监员，内外严治。居所昼巡夜警，永为定制。从之。
又纂修太常及礼。书成而未上，有旨命充监经言官。文宗之入也，大臣问以典故，充所见白晋汉文故事，众皆视之。文宗常自呼子辉而不明，命充与平章政事温迪罕等10人，商论大事，日系被顾问，素直东吴下。文宗须大位以祀明宗。充即言：大兄远在朔漠，北兵有阻，神器不可久虚，宜设位，以祀其志。文宗纳其言。即文宗亲祀天地，社稷，宗庙。充为礼仪使，详记行礼节文于户，遇至尊不敢直书，必使以2圈。帝偶取户事，曰：此为皇帝自乎？因大笑，以户还充。郡是上天历大庆诗3章，帝命藏之魁章阁，着陕西汉中道廉访使。会历太喜院，除迁太喜宗音院，兼知成神御殿事。诏遣使去之还，迎驾至龙虎台，帝问：子辉来何缓？太喜院使阿荣对曰：充体丰肥，不任乘马，从水道来，是以缓耳。太喜成日俱镜中，以便故问。帝常问阿荣曰：鲁子辉饮食何如？对曰：与众人同。又问谈论如何？曰：充所谈，义理之言也。从信上都，常奉敕撰碑文，称指。帝曰：后朕还大都，当还汝润笔资也。迁及贤职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诸生素以望充，致仕思乡。欢贺。充以古者教育有业，退避有居。就至，弟子元初入学，以杨志所2之品与杨等。充曰：与其咽口腹，孰若为吾党？造师寒暑之余乎？命准集之，的前2万名有其，作屋4区，以居学者。诸生积分，有6年未及仕贺者，充至，皆使就事而观之。帝师至京师，有指朝臣1品以下，皆乘白马交迎。大臣俯伏敬商，帝师不为动，惟充举商力进曰：帝师，世家之徒。PG 2669。天下僧人师也。余孔子之徒，天下儒人师也。请各不为礼。帝师笑而起，举商促饮，众为之厉然。文宗崩，皇太后听政，命别布花、塔施海牙、阿尔斯兰、马祖常，使显夫及充6人，商论国政。充以大位不可久虚，请4君即位，早正臣疾，以幸天下。帝既即位，大臣以为赦不可。平行，充曰：今上以圣子神孙，入继大统，当兴天下耳目。今不赦，岂可收怨于新造之君乎？皇太后以为宜从充言，议，乃定。千里部尚书，皆中宪大夫。有大官妻无子而妾有子者，其妻以田进入于僧寺，其子送之，充召其妻诘之曰：汝为人妻，不以资产遗其子，他日何面目见汝夫于地下？促反其田。元统2年，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余年，以迁葬故归乡里。明年，诏为翰林侍讲学士，
以及祠部上。至元4年卒，年6。10。赠通奉大夫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追封南阳郡公。是文景。冲壮貌魁梧，不忘言笑。其为学一本于性命道德，而记问。宏博，一言譬语，无不焉贯。文章简奥典雅，深合古法。用事。天下学者，仰为表仪。其居国学者久，论者谓自许衡之后，能以师道自任者，为耶律有上及冲而已。有文集60卷。字远，字彭道，以冲应调秘书郎，转襄阳县尹，须赐居南阳。贼起，远以忠义自奋，轻财目丁壮的1000余人，与贼俱战。而贼大至，远被害死。远妻雷为贼所执，贼欲妻之，乃抵贼。曰：我鲁参政总父，县令嫡妻，夫死不二，肯从汝苟至以身。忽贼丑其言，将辱之。雷嚎哭大骂，不从，乃剑杀。举家皆被害。李聂。李莹，字盖之，滕州人。身有异志，始从学，及引物强记。作为文辞，如素习者。尧遂以文章赋大名，一见其文，深叹异。PG 2670。之，历见于朝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未几，以亲老，就养江南。久之，辟中书院，非其志也。即考除集贤院都侍，转太常博士。拜助为丞相，闻淫名，擢兼修国史常使，历秘书兼著作郎，太常礼仪院经历。太定初，除翰林呆滞，以亲丧未克葬，辞而归。天历初，复以呆滞诏。于是文宗方开夔章阁，言天下。知名士充学士员，营数进谏，奏对称旨，超迁翰林直学士，特授夔章阁承制学士。营既为帝所知遇，乃著书曰《辅治篇》，以敬文宗加纳之。朝廷有大义，必使与焉。会诏修，经世大典，营方握疾，即强起，曰：此大制作也，无其可以不遇。立即同修。书成，即进奏，宣业告已归。复除翰林直学士。遣使召之，竟已疾不能起。营骨骼清俊，神情开朗，秀眉舒然，目盈如电，颜面如冰玉，而唇如卧丹然，额冠包衣，望之者疑为神仙中人也。其为文章，奋笔挥洒，讯飞急动，汩汩滔滔，思态迭出，纵横奇变。若分错而有条理，意之所至，真极神妙。营每以李太白自祀，当世亦以是许之。常游匡庐、王屋，少视诸山，流连久乃去。人莫测其意也。侨居极南，有湖山花竹之盛，作庭曰天心水面。文宗常斥于极志文以记之。营尤善书，自传、隶、草、真皆精。亦为世所珍爱。卒年59。有文集40卷。苏天觉。苏天觉，字伯修，真定人也。复至道，历官领北行中书省，左右司郎中，河陵大饥，
就荒有惠政，时称能力。天爵有国子，学生公事，名在第一，谥贺，受从事郎，大都路冀州判官。丁，内外监服除，调功德使司赵模。太定元年，改翰林国史院典，籍官深应奉翰林文字。至顺元年，欲修武宗实录。2年，申修撰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明年，虑求于湖北。湖北的僻远，民辽所杂居，天爵茂帐。PG 2671。读，便利其地。求有言冤状者，天爵曰：现思岁两至，不言。何也？皆曰：前此虑求者，应故事耳。今闻御史至，当受刑，故不得不言。天爵为之太习，每事必揪心，虽甚属由。夜勾灯，至文书无卷。园林明文甲无子，欲其生雷矣，后乃生两子，而出以4两子行麦茶，及州中取府，并着杀之，审府水中，而写资其一，既故在。是爵以具服，不食者乃以3年之一欲视之。天爵曰：此事2年半耳，且不杀人，何以一诬血？又何以知府在水中？又其居去杀人处甚近，何谓一遇？遂复至于礼。常得名卢贾，莫以汪秉同出庸，而贾误堕水。死，贾帝之为僧者，欲思贾妻不得，诉贾妻语以通，而杀其夫。以不能明，乌伏吉之死，断其手弃草间，施与瘴气谭氏家沟中。历往所，果的独楼，然施与瘴皆无有，而谭屋正曾见一尸，水飘去。天爵曰：施与瘴纵存，今已8年，未有不腐者。诏谭诘之，则贾未死时，木已故，其言曾见一尸水飘去，妄也。天爵与立曰：此乃一遇，况不止3年。据视之，其名于祥。晏，大抵此类。入为监察御史，道改魁章阁授金郎。元统元年，复拜监察御史，在官4月，章书凡45上，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。击鼓礼文，闾言幽隐，其关乎大体，系乎得失者，知无不言。所合者5人，所荐举者100有9人。明年，欲修文宗实录。迁翰林呆置，巡除中书右司都事，兼经言参赞官。后至元2年，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。3年，迁礼部侍郎。5年，出为淮东道肃正廉访使，宪纲大政，移到肃然。入为枢密院判官。明年，改吏部尚书，拜陕西行台制书侍御史，复为吏部尚书，升参议中书省事。是时，朝廷更立宰相，庶务多所持章，而天子图治之意甚切，天爵之无不言，言无顾忌，夙夜谋划，须法尽。白 PG 2672。至正2年，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，迁陕西行台市御史。4年，召为集贤士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天爵自以起自诸生，进
为师长，端己悉心，以范学者。明年，初为山东道肃镇廉访使。寻赵还及贤，充京畿奉使宣府。究民所疾苦，察吏之奸贪，其新除者780有3事，其纠合者940有9人，都人有包。韩之欲，然以50相异，尽作不称职罢归。7年，天子察其屋，乃复起为湖北道宣慰使、浙东道廉访使，俱未行。拜江浙行省，参知政事。江浙财富，居天下17，事务最繁具，天爵条分目，别系具不疑。9年，诏为大都路都总管，以即归。而复起为两浙都转运使，时严法必胜，天爵整治有方，所办课为超80万定，及其而足。12年，邀寇自怀右蔓延及江东，召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总兵于饶、信，所克复者一路6县。其方略之密，节制之严，虽老帅速将不能过之。然以忧生病机，遂卒于军中，年59。天爵为学，博而知要，长于记载，长者国朝名臣事略，15卷，文类70卷。其为文，长于叙事，平易温厚，诚意加言，而诗游的古法，有诗稿7卷，文稿20卷。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，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际，讨论讲辩，虽老不倦。晚岁，复以释经为己任。学者因其所居，称之为资溪先生。其他所着文有松章书5卷，春风亭笔记2卷。辽经纪年，黄河元伟未及脱稿云。PG 2673。列传第71。王兜中。王兜中，字元瑜，福知福宁州人。父姬翁，是宋为保章阁学士，福建制置使。至元13年，宋主纳土，乃以全闽8郡图。即来，入晋世祖于上京，降金虎符，授中奉大夫、刑部尚书。福建道宣慰使，兼提刑按察使，巡除参知政事，行省江西。以为国信使，宣谕日本，至其境，遇害于海上。都中生3岁，即以恩授从事郎，南建路顺昌县尹。7岁，从其母夜宿阙下。世祖敏焉，给一券，比南孩，赐平江田8000亩，宅1区。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至，特授都中少中大夫、平江路总管府治中。10年府17。辽历见其年少，颇易视之。都中遇事剖析，洞中恳请，皆恶疑不敢期。昆山有诡异官田者，是绝，而8年不绝。都中为披故毒，洞见底里，其人乃伏孤。吾将有为具有司，筑堤护田之令而归过于众人者，都中寻知其故，皆置不问，其人乃魔所陶醉。学舍久坏不治，而郡守缺，都中曰：圣人之道，人所共游，何独守的为乎？乃守牧大家，何潜兴其礼殿。至满，除浙东道宣慰副使。
今华有殴杀人者，立受囚，以为病死。都中斋属立复案，得其情。欲拒，县长立而下，皆以赃败。余姚有豪名张甲，居海滨，为不法，擅治一方，力无敢涉其境。都中不系之，痛审以法。迁京湖北道宣慰副使。是岁坤，都中。攻履山谷，以整其基，民赖以全活者数十万。武宗诏更超法，行铜钱，以都中为通才，除江淮全获监。凡天下为奸者6，为江淮所著钱号最精。PG 2674，改称州路总管，称居处上流，西动窈窕往来民间，但其强华莫敢与相贸易。都中恤之以恩，赦之以威，乃皆乐服。称民染于蛮俗，喜斗争。都中乃大治学者，作编斗服轨，生庆情色之属，使其名实先望礼乐之气，严肃如教学其中，以义理开。小之，俗为之辩。灵州察灵父明坛已死，无子，唯一小妻，及其赘婿，妻乌其婿拜师成婚，葬隐喻碑业明珠，株连800余人。奉使宣府夷其狱，委之都中，穷至，悉得其情，而正其罪。周常立而下，计其赃至115000余民，人以为神明。迁饶州路总管。年积，米价享用，都中以官仓之米，定其价为3等，言于行省，以为须跳以下等价，民乃可得食，未报。又于下等价减2/10，使民就敌。时载怒其专善，都中曰：饶去行己2千里，彼亦定往还，非半月不可。人7日不食则死，安能忍死？以待乎？其民亦相与言曰：公为我辈减米价，公果得罪，我辈当欲妻子以待公偿。时载闻之，乃罢。郡遂共金，而京户贫富不常，都中考得其时，乃更定之。包银之法，户不过2两，而州县征之加10倍，都中则之，亦以诏书从事。父老或以2期之麦，6岁之禾为县。都中曰：此圣主之嘉瑞，非臣下所敢。当遂以闻于朝，以内忧去郡，民生为利辞。夫阙、楚2浙都转运盐使，魏上、浊海、北海南道肃正联访使。中书省臣奏国际莫重于言策，乃如前除盐亭造户，3年1。彼复推排，世祖旧制也。任事者恐敛怨，久不举行。都中曰：为臣子者，使皆必折，何以及事？乃请于行省，便立30。4场，验其物力高下，以损益之。亦既平而克一族，公私辨之。着福建闽海道肃正联访使，而迁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，又改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。天历初，被审袭，整点7路军马，境内验。然袭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3义镇，皆配元将金虎符。元统初，朝廷以两淮盐法久坏，诏命都中以正奉大夫、刑户部尚书。PG 2675。
两淮都转运言使，人赐席依法酒。都中既至，参酌前所行余量。这者，次第施行之，言法遂休。寻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中道以即作南归。于是天子悯其老，召集其家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至正元年卒，赠昭文馆大学士，世清县。都中历仕40余年，所至政欲折报者，而治郡之机虽古，循例无以上之。当世南人以政事之名闻天下，而未登省县者，唯都中而已。又其清白之操，得于家传，所赐田宅之外，不增一团，不易一传。领路西以给足殷之贫者，人有以事多之。又留京师，即拜许衡，即之所趋向。中年犹致力于根本之学，字号曰本斋。有诗集3卷。王克敬，王克敬，字叔能，大宁人。又其隐，常系道旁，丞相完则。见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是儿姿貌秀伟，翌日必令弃也。”大宁朔土，袭上少文，而克敬独孜为儒者士。既是，类迁江浙行省。赵模，寻声检校。徽州明汪郡上变，乌妇人反，省城遣克敬往。验之。克敬察其言不实，中道数为开城祸福，郡毁，将对部。敬养药已死。调奉议大夫，知顺州，以内外兼部上。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。延佑4年，往祀民间倭人护士。先是，往监者，据外夷情叵测，必言兵自卫，如呆大敌。克敬至，悉去之，抚以恩义，皆贴然无感华。有无人从军征日本陷于倭者，致侍从。至中国，宿于克敬，愿还本乡。或恐为祸皆，克敬曰：“岂有？君是怀恩德来归而不知纳邪？托有幸，吾当作。”是闻朝廷加之。番阳大饥，总管王都中出领肃正之，行省欲罪其善发。克敬曰：“番阳距此千里，彼待命，民且死，彼为人而无属，故为不仁乎？”都中应得免。拜监察御史，用故使监吏不选。有履历当身者，吏故议之。问故，吏曰：“有过。”克敬曰：“法吃47以上不生。” PG 2676。今不治事。吏曰：“则轻罪重。”曰：“师出在刑部，权曹安知其罪重？促申之。”至书侍御史张伯高曰：“往者兼选矣。简伯为能，今王御史乃论增品级，可为士道贺矣。”寻迁左司。都是时因宗历经图志，丞相拜祝请更前正不便者，会议中书。唐克敬守言，江南包营，民贫有不能书者，有司以责之意。户甚无谓也，当罢之。两浙间严护劳朋之意，其重者尤害民，当免其他意。议定以闻，悉从之。太定初，初为绍兴路总管，郡众忌口受盐，民困于诸囚，乃上言起减盐5000引。运司服从，
因叹曰：“使我为运使，当令月明少苏矣。”行省袭客尽抽分帛货，袄番者立即其货，商人以风水为解，有司不听。客尽曰：“某货出某国，的有远近，或有轻重，冒重险，出万死，舍近而趋远，弃重而取轻，岂人情邪？据以上文，众不能夺，商人得之，着江西道廉访司副使，转两浙盐运司使，手检绍兴明10盐5000引。温州逮犯私盐者，以一妇人至，怒曰：“岂有逮妇人千百里外，与力促杂处者？诬教甚矣。自今无的逮妇人，见义者为令。”明年，着胡南道廉访使，调海盗都漕运万户。是岁，当天立之变，海漕州。有后至直沽者，不果书，复漕而南还。行省欲作罪都运者，乐其还驱直沽。客尽以为，托其长年而往返若是，幸可罪。今岛万死，晚所漕而还，岂得已哉？乃请令其计时数，复次年。所漕州达京师，省臣从之。诏为参议中书省事。有以非与中大臣者，下其事，克尽持。古八义之法，谓勋贵可以不义，且罪状不明而轻罪大臣，何以白天下？宰相传旨大长公主为皇外姑，赐钱若干，平云南军还。赐钱若干，因后入境，赐钱若干。客尽起复奏，宰相怒曰：“参议乃敢革诏命邪？”客尽曰：“用才已有道，大长公主功愧，素忧，今赐钱出无名，不当也。自诸军征讨以来，赏格未下。” PG 2677。平云南省独先受赏，是不均也。因后远还，徒遇众多，非大稀赖，恩义不能洽，今赐物先少，是不周也。宰相以闻，帝可其意。拜中奉大夫，参知政事，行省辽阳。俄除江南行台制书。侍御史，又迁淮东廉访使，以郑纲纪为己任，不纵贪墨，不阿宗期，生寓意者。入为吏部尚书，乘船至淮安，坠马，居吴中。养疾。元统初，起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请罢赴明城殿江淮田，从之。松江大幸，有岁漕米10,000献京师者，其人既死，子孙贫。且行起，有私人遂征，服足则杂至松江田赋中，令民包纳。客尽曰：“匹夫望献米，缴民决以容一生，今生死家破，又以夺其爵，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，国用宁伐此耶？”据论免之。江浙大旱，诸民田减租，为常宁4田不减，遂移读中书，以为不可忽天变而独疲民。领海摇贼窃发，朝廷调数兵之在行省者，往讨之，会提调军马官缺，故使汉人不得与军阵，众莫之所为。客尽抗言，行省任方面之计，假令万一有重于此者，亦将居法作事邪？乃调兵往补之，军行给粮有差。是闻于朝，即令江西、
湖广二省给粮役如之。逝世5月，请老，年甫50。9. 谓人曰：血止而俊庸，必为在时之木，必伤其根。5. 功德而舔富贵，何以易此？故常怀止足之分也。又曰：是。俗喜言勿认真，此非名言。临事不认真，岂尽忠之道乎？故其历官所至，具有政绩可记，实称明卿。克尽喜读书，其有所得者，则抄为书；又有所者诗文奏议，传于世。元统3年卒，年61。赠中奉大夫、陕西等处行省，参知政事，追封梁郡公，谥文肃。子时以文学显，历仕中书参知政事，至左丞，以翰林学。侍臣止治事，任宿歌。PG 2678。任宿歌，渤海人。自幼侍父母以孝称，性倜傥，尤翘直，疏财而上气，不上势利。意之所在，必即为之，有古侠士风。而家居循循，儒者不能过。出席副官，为右卫千户。公卿以其贤，见于朝。英宗召见，与其之。由是出入进榻，待以心腹。将则重职处之。未几，铁狮与盗剌杀构谋，英宗遇事，遂隐去。自是不复出仕，居长2万，获罪归，痛哭过世，时人目以为狂，莫知其意也。太定中，盗剌杀用事，天变数见。肃歌乃密与平章政事肃。肃谋曰：先帝之仇，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，以为有善策也。今吾思之，武宗有子2人，长子周王，正统所属，然远居朔方，难以达意。次子怀王，人望所归，而近在金陵，易于传命。若能同心推戴，以图大计，则先帝之仇可雪也。肃深然之。时宴铁木而方迁枢密院事，时握兵柄，2人深结纳之。冬，乃告以所谋，宴铁木而出闻之决然。因徐说之曰：天下之事，为顺逆两途，以顺讨逆，何患不可？况公国家事臣，与国同休戚，今国难不续，他日有先我而谋者，或必及矣。于是宴铁木而许之。至和元年，怀王自金陵迁江陵，而太定帝崩，盗剌杀于越不利军，务情汹汹。肃歌乃与肃从宴铁木而奉豫王令，律诸豪杰，臣实愤意，以8月4日直居守省城，发兵塞居雍诸关，诏文500僚及阙下，欲以义代大义，遣使迎怀王于江陵。怀王至京师，群臣请正大统，遂即皇帝位，是为文宗。论功行赏，擢肃歌为礼部尚书。肃歌辞曰：臣囊备肃位，南坡之变，不能永效一死，以报国事之之。今日之举，皆诸将相之力，在臣未足赎罪，又何敢言功乎？文宗未免之，乃拜命，而其他赏赖亦无所受。寻迁长宁4卿，既出为安丰路总。
管，又入为寿府府总管，又为兜水使者，居官循循，无己为自伐之意。人或寻以义待之事，往往训诫，终魔所言，君子有矣。PG 2679。士多之。陈思谦。陈思谦，字景让，其家世建祖右传中。思谦少孤，景敏好学，凡明悟度数，纲纪本末，考定详究，尤生于少子，黄极经世书。文宗天历出政，收揽贤能，丞相高昌王义都护举思谦。时年40矣。召见兴圣公。明年2月，授典保监经历。11月，改礼部主事，守盐、教坊、仪奉二司，请并入宣徽，以清理不知选。其官属不当与文武臣并列朝会，移至百官之后，大乐之前，诏从之。而二司隶礼部如故。至顺元年，拜西行台监察御史，建明八事，一曰正君道，二曰节人心，三曰崇礼让，四曰正纲纪，五曰审权衡，六曰立孝行，七曰书名利，八曰修军政。先是，官陕大饥，民多欲产流徙，及来归，皆无的可耕。思谦言，听民备直熟之，使富者收监入之利，贫者或以弃之。业从之。监察御史李括刑部甘肃、荆州名刘海盐都，其男元，自称刘明王延禄，非海盐都之子，告海盐都略其才。括听之，以酷法益其父。思谦和括逆父子之天，坏朝廷之法，遂帝括罪。明年2月，迁太喜宗因院都事。9月，拜监察御史，守臣。四是言，上有宗庙社稷之众，下有四海真民之身，前有祖宗垂创之间，后有子孙长久之计。中论秦汉以来，上下3000余年，天职一统者600余年而已。我朝开国100有余年，混60余年，土与人民3代，汉唐所未有也。民有千金之产，由谨守之，以为先人所营，况君临天下，成祖宗艰难之业，而传作万世者乎？臣愚以兴亡恳言者，臣以皇上有缘之甚。主今日乃皇上圣时图治之机，兹不可失也。又言户部赐田朱妾薛之请，海清施报肉食，及菊苑公粮，好事不施。一切犯之，以至元30年以前较之，动增数10倍。至顺经费 PG 2680，缺239万余锭，宜节无益不及之费，以备军国之用。苟能3分损益以惠民，夫岂小哉？又言军战消乏，迁补则无因时之户，皆计则无限余之财。倘有征行，必扩民间之马。苟能修马阵，亦其一助也。方今西越流沙，北济沙漠，东极辽海，的气高寒，水干草美，无非牧养之地，宜设置群牧使司，统领时间，专治马阵，并畜牛羊。数年之后，马食翻盛，或给军以收兵威，或给战以忧民利。牛羊之富，又足以给国用，
非小不也。又言权衡之弊，入仕之门太多，处置之法太简。州郡之任太焉，朝审之除太速，预设三策，以救四弊。亦曰：至元30年以后增设衙门，冗滥不及者，从实简并，其外有选法者，并入中书。二曰：宜参酌古制，设辟举之科，令3品矣。下各举所知，得才则受赏，失时则受罚。三曰：古者赐食入，为3公，郎官出宰百里，盖使外直时朝廷治体，内官之民间吏。并今后立县尹有能生善政者，受郎官御史；立郡守有其才艺积者，任县史尚书。其余各验资品通签，在内者不得3考连任京官，在外者须历2任，乃迁内职。积非出类，手不拜官者，则巡矣。年劳，处以长调。凡朝缺官员，须20月之上，方许迁除。帝可其奏，命中书以行之。时有官居丧者，往往夺情其父私。迁言3年之丧，谓之达理，自非经格，不可从权。遂者，谕令有诏启报言祀。司迁曰：兵荒之余，当罢土木，以书民力。帝加之曰：此朕的祖宗立台县之意。既此事有当言者，无隐。次兼起京之。未几，迁右司都事。元统2年5月，转兵部郎中。11月，改御史台都事。仲纪至元年5月初，为淮西道廉访副使，至淮尉其月，引疾归。6月，召为中书省。员外郎上言，强盗但伤事主者，皆得死罪，而故杀从而家。公之人与斗而杀人者，立杖107下，得不死，与私宰牛马。知罪无益，是世人与牛马等也，法应加重。因奸杀夫，所奸妻。PG 2681。窃同罪，律有明文，今只作所犯，四师推明。遂令法曹议者为定制。至正元年，转兵部侍郎。俄丁内监，服除，召为右司郎中。遂凶，盗贼风起，剽掠州邑，司迁立言于执政，当劫府库以赈平民，奋兵政府中下，以防后患。5年，参议中书省事，转刑部尚书，改湖南廉访使。8年，迁淮东宣慰司都元帅。9年，迁浙西廉访使，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辞。11年，改淮西廉访使。泸州道起，司迁即命泸州路总管杭州部花岭工兵捕之，而贼已不可扑灭矣。言于宣让王铁木而不花曰：臣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王以地势之胄，政府怀殿，岂得作事？司迁愿与王戮力铁灭。且王府属窃薛人等，数亦不少，必有能摧锋陷阵者，唯望图之。王曰：此无责也，但鞍马器械未备，何能御敌？司迁扩官民马，制兵甲，不日而急，分道并进，遂擒取贼。泸州平。继而引寇将渡淮，又言于王曰：
引寇东侵，即调韶。卑屯卒用之。王曰：非奉诏，不敢调。司迁言：非常。之变，礼义从权，擅发之罪，司迁作之。王感其言，从之。其直隶本为屯田万户，诏语曰：吾祖宗以忠义传家，汝之职。乃我先人力战所致，今国家有难，汝当身先士卒，以图报效。庶无负朝廷也。寻诏入，为集贤士讲学士，修订国律。12年，拜至书侍、御史。明年，升中丞，年近70，上章其老，不允，特旨禁医。品，授荣禄大夫，任御史中丞。入谢，感疾，即命下，强拜授。命，明日卒。赠宣有秉县左制功臣，翰林学士承旨，荣禄大夫。柱国，追封鲁国公，谥通敏。韩元善。韩元善，字大雅，汴梁之太康人。唐检校司空赠司徒冲。以宣武军节度使兼统议陈军，刘政变，子孙遂为太康韩氏。父 PG 2682。克昌，至大监事为监察御史，以论事有名声。元善由国子监生。积分忠臣，谥贺，除新州判官，累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历中。书左司郎中，吏部侍郎，吏部尚书，迁枢密院事。至正3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。5年，迁大司农卿，寻出为江南行御史台中。臣，燕南肃正廉访使。9年，诏拜中书左丞，同知经言事。11年，丞相脱奏事内廷，以示官兵机，而元善及参知政事函。雍皆汉人，使退避，勿与惧，由是遂与右丞御书虎而土华同分。沈章得以给馈饷。12年，御史大夫也先贴木而总兵讨汝宁。元善至魏徽，以病卒。元善性纯正，明达正体，阳历台阁30余年，遂击陈瑕。以文学之才，语义妙模，论义之计，秉义成法，不免相上官。国事所在，以之以为重。常以夜告事亲居家，效范文正公仪规。置田100亩为一庄，以周平足。至正交超出行，赐进城各300锭。元善复以买田600亩为一赎，言明事，以教族人子弟云。崔敬。崔敬，字伯公，大宁知惠州人。通刑民法律之学。淮东。山南廉访司皆辟书吏。天历初，辟御史台察院书吏，吏刑部令。使徽正院院使，遂升中书院。至元5年，用类考及格，受刑。部主事。6年，迁枢密院都事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忌毁文宗庙主。萧文宗后皇太后之号，徙东安州，而皇帝验铁骨司，文宗子也。又放之高丽。晋尚书略曰：文皇或不轨之谦，以撤庙祀。叔母有接祸之罪，亦消鸿名。晋孝正明，斯亦足矣。惟念皇帝。验铁骨司太子，年方在右，离辞拨迁，天理人情，有所不忍。明皇当上宾之日，
太子在襁褓之间，尚未有之，亦当精敏。改武宗室名，文二帝，皆亲子也。陛下与太子，皆嫡孙也。以武皇之心为心，则皆子孙，故无亲疏；以陛下之心为心，未免有彼此之论。臣请以世俗喻之，常人有100斤之产，上至一田宗。PG 2683。足困厄者，为之教养，不使失所。况皇上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子欲离原，当使一夫一妇无不得其所。今乃以同气之人治之。度外，士卒一笑边邦，取辱外国。况蛮夷之心，不可测夺。倘生他变，关系非亲。心言至此，良为寒心。臣愿杀身以赎太子之罪，望陛下遣进臣迎归太后。太子以全母子之情，尽骨肉之意。天意回，人心悦，则宗社幸甚。不报。又上书见天子寻幸上都，一御内殿。其略曰：世祖以上都为亲属之地，车驾行幸，遂以为常。阁有大安，殿有鸿禧、瑞司，所以保养。圣公是起居之宜，存未尽之心也。今施拉沃尔多斯，乃先皇，所以备宴游，非常时临御之所。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，屡降德，因知行宗庙亲祀之礼，虽动植无知，罔不欢悦，而国家多故。天道变更，臣备元丰纪，以言为职，愿大驾还大内，居深宫。严肃位，与宰臣谋治道。万机之暇，则命今严进讲，究古今甚。衰之由，积息甚学，乃宗社之福也。实地数以历代珍宝分赐。进士进右上书曰：臣闻是皇时，大臣有功，所赐不过盘阁。重习天物，为后世虑致远也。今山东大饥，燕南抗旱，海潮为灾，天文示警，地道失宁，荆棘南北，皇妃蔽天，震荡甚主序。明之日，进士之臣，不知虑此，奏禀臣请，待无虚日，甚至矣。府库100年所积之宝物，便赐璞玉婚嗣之流，汝至同孩之子。倘藏或空，万一国有大事，人有大功，又将何以为赐乎？岂追回？所赐以示恩不可滥，数允公论。是年，出千山北连访司事，案不全宁。欲有李秀，以作造。韦超连数10人，而皆与秀不相识，进疑而验之。秀曰：吾以训童子为业，居村落间，有私至秀舍，谓秀为伪造抄者，垂处之下，不敢不诬服耳。进寻之始谋者，乃大同王卓，10余年事不懈，而有私误以李秀为王卓也。疑闻至大同，果得王卓为真造伪抄者。至正初，迁河南，又迁江东，所至一毫强会。PG 2684。夏琼，喜渊志，心学劝农，百废俱举。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，入为诸路宝钞提举，改工部侍郎。11年，迁同知大都路总管。府事直孤河迂数年，
中书省委进郡治之，给超数万定，木工万人，布3月告成，咸服其能。除刑部侍郎，迁中书左司郎中。12年，历兵部尚书，为枢密院判官。14年，迁刑部尚书。广东府县仇杀，以杀加班处大逆，晋祥县府以私相害，致有事变，杀人者自有典章，的作一人，大逆非谋反，则不科的作一家，尽力论舍重而就轻，朝廷咸以为然。15年，复为枢密院判官，巡拜参知政事，行省河南，复为兵部尚书，兼济宁军民屯田使。朝廷给以超10万定，散于有司，招致居民、军士、吏营屯种，遂收的100万斛，以给边防。居岁余，其法仅仅。时有7年，诏为大司农少卿，遂拜中书参知政事。道具其鲁，竟与平章政事达兰，参知政事俺普，分省灵州。灵州乃南北要冲、吴城郭，而居民散处，尽兼领兵、刑、户、公4部事。供给诸军，事无不及。丞相以其能上文，赐之上尊，人命其变。宜行事。竟与俺普密议曰：我军强且胜，彼将败而降，如得仗义之士，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，一方面之幸也。有国子生、王克等，愿请往，竟以便宜授以官，彼之行，至运城，见李炳、仪、田丰等，欲以逆顺祸福之礼，丰与秉仪皆悔过自新。山东郡邑之父，晋之策居多。晋以军马攻击浩繁，而民力日疲，乃请行纳粟补官之令，中书以其言文，诏从之。河北雁南市民种聂而至，积粟100万石，起断万匹，用以给军费，民获少苏。18年，除山东行枢密院副使，而迁江浙行省左丞。卒，年67，赠资善大夫，江浙行省左丞如故，谥曰忠敏。PG 2685。列传第72。吕思成。吕思成，字仲实，平定州人。6世祖宗里，今进士，辽州司户。宗里升仲堪，一举进士。仲堪升石敏，石敏升昭，为谦夫长，死国事。昭升德成，德成升允，卒平定知州治事，司成父也。母冯氏，梦遗丈夫，乌金、白兰山、红汀数代，趋而依。曰：我文昌星也。及物，司成生，目有神光，见者异之。及长，从萧学至今。以而入国子学为陪堂生，是国子伴读。中期选。卓太定元年进士第，授同知辽州事，未复。丁内监。改锦州条县尹。差民户为3等，均其徭役，克孔子像，令设学。4世，每岁春行田，数处勤敏者，赏以农器，人真趋势，地无一例。明时安尔等，流离积年，致仕，文风复业。应时文部。毕社长藏之，既阅报县，不孝弟，不事深业者，悉书之，罚其。
书作。须立制射者，何人用饮食若干？多者则长其职。豪华者，篡民植田户，司臣尽趋其弊。天立兵心，欲待超于富民，令下造军器，士皆先级，民用不扰。于后的官价，即以还民。敌夷，自其大父因河南乱，被掠为人奴，遂纳丁粟以免作。司臣之疑，力学如其主语之曰：终宜申诉30时，人代之书，宜得为良。明他日买羊，留至社民里，持酒来见，诉其弟逆羊，司臣斥之退。王亲兄弟4人，有爱弥笃，司臣至其家，取酒劝酬，欢同骨肉。李之兄弟相谓曰：我等终不敢见饮矣。各具酒食。相窃则悔前过，西居30年，父还同窜。正名张父，叔母双居，且故盖时已活，恐司臣闻之，即日营养。司臣怜其贫。PG 2686。令为媒户人以养之。天旱，道士持青蛇，曰卢师古小青，谓龙也，导之及羽。司臣以其惑人，杀蛇，逐道士，羽亦随至，遂有年，献多淫辞，动以100余计，行身以计者无虚日，司臣悉命毁之，唯存江都乡董仲书辞。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，而升编修。文宗在夔章阁，有志取。国史阅之，左右于溃以往，院长二无敢言。司臣在末僚，独贵。阁下真曰：国史记当代人君善恶，自古天子无官阅之者。是遂请寻擢国子监丞，升司业，拜监察御史，与握御伦图等。河中书平章政事彻理铁木而变乱朝政，章上刘忠不下，司臣纳应受殿前，遂出迁广西廉访司事，巡行郡县，土官有余元帅者，世事于肉人，恐事绝，因遣其子亚司臣于道。司臣复之，悉发其阴私，痛陈其罪，移道正肃。宜浙西达使铁木耳时为南台御史大夫，与江浙省臣有隙，搜司臣何之？司臣曰：吾为天子耳目，不为台臣鹰犬也。不听，已而闻行省平章左疾。贪墨，浙民多怨之，司臣奏书其罪，流之海南。复召为国子司业，迁中书左司员外郎。盗杀河南省丞，以伪袭呼廉访使段府入行省事，即事败，挂误者30余人，将至。于法司臣言于朝，皆视之。升左司郎中。司臣素刚直，人多，及之，遂以言罢。起为右司郎中，拜刑部尚书。科举复行，与迁书枢密院事韩雍为御史读卷官，改礼部尚书，御史台奏为制。书侍御史，总裁僚，经、宋三史，升侍御史，枢密院奏为副使。御史台留为侍御史。会平章政事拱补颁布法，监察御史核之。御史大夫也先贴目而曰：孤徐之。司臣去入奏，拱补颁罢。大夫嫌司臣将谋己之，
司臣即业告。朝廷知司臣无他，迁河东廉访使。魏己赵为集贤士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出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，诸生抗书留之，不可。道中授湖北廉访使，入拜中书参知政事，升左丞，转御史中丞。合奏清道官部进职。PG 2687。罢之。在任左丞，知经言事，提调国子监，兼翰林学士承旨。知至告兼修国史，加荣禄大夫，总裁后妃，功臣传，荟萃。6. 调政类，帝赐玉带，眷顾弥笃。又为枢密副使，人知经言事。复为中书左丞。御史大夫纳林，乌参政孔司隶受囚事，或御廉。中司丞纳林曰：吕左丞素有廉身，难以及之。遂止。拜集贤学士，人兼国子祭酒。吏部尚书弃者笃，左司都事。武期等谏言更超法，以储币1贯文审权铜钱1000文为母，铜钱为子，命廷臣即义。司臣曰：中统至元自有母子，上料为母，下料为子。辟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，皆人类也。上中为汉人之子，岂有故只为父而立同为子者乎？宜作贤孝。司臣又曰：前超用法，渐为一致，以虚幻实也。今历代前、至、正前、中统超、至元超、交超分为5项，律下明知之，葬其实，而弃其虚，恐不利于国家也。弃者笃曰：至元超多伪，故更之耳。司臣曰：至元超非伪，人为伪耳。交超若出，亦为伪者矣。且至元超犹故妻也，加之同奴且食之，交超犹心妻也，虽不敢不亲，人未食也，其伪反兹多耳。况祖宗之臣献，其可轻改哉？弃者笃曰：祖宗法弊，亦可改矣。司臣曰：汝备更法，又欲上诬世皇，是汝与世皇争高下也。且自是皇以来，诸帝皆是曰孝，改其臣献，可谓孝乎？弃者笃曰：前超奸行何如？司臣曰：前超奸行，轻重不伦，何者为母，何者为子？汝不通古今，道听而图说，何足行哉？弃者笃愤曰：我等策计不可行，公有何策？司臣曰：我有3。自策曰：行不得。行不得。丞相脱见司臣言直，颇狐疑畏。决。御史大夫也先贴目而读曰：吕祭酒之言亦有事者，但不当在庙堂上大声厉色耳。以而监察御史陈望封旨，何司臣狂妄，夺其诰命，并所赐玉带，复左迁湖广行省左丞，遣太医院宣，使秦初及其家破遣之。初窘辱之，不遗余力，司臣不为动。疑。PG 2688。书参议公伯遂曰：去年许可用为河南左丞，今年吕司臣为湖广左丞，事至此，足下的无动心乎？第武昌城下，与诸将曰：
贼据城与诸军相持经久，必不知吾为此来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入城。遂行。诸将不获矣，随其后，竟不反转斗而入。寻其故，贼仓卒无备，尽经走。司臣乃大会军民官吏，告之曰：贼去，是无若也，归将复来。余士生号令，戒执事，修器械，弃城郭，民不武，先谋自守。徐亦出征，苗军暴横，侵辱省县。司臣正色斥之曰：若等能杀，虑作臣乎？自是无敢复至。曾未数日，赵还复为中书左丞。司臣去2日，臣复现。宜光禄大夫、大司农。俄的急，以治政。17年3月17日卒，年60有5。司臣气宇宁定，素以进拔文，不为势力所趋。3为祭酒，一法许衡之旧，诸生从化，后多为名士。常并古著书太繁，为了翁山之太监，将约其中以成书，不果。有文集若干卷2，汉通记若干卷。是中肃。汪则明。汪则明，字叔至，徽之婺源州人，宋端明殿学士早之妻室。孙业少景物，家贫力学，既长，遂通诸经。言又出，以春秋中相贡，上礼部，下第，授宁国录儒学正。5年，遂登进士第，授丞侍郎，同知越州路平江州事。乙卯年80，尚书院。夺所授官1等或2等的进的以便养，不允。南归奉母之官。州民李氏以资雄，其弟死，妻室不他事，兄立其才，叟族人。乌父以监视。欲臣而则明志，察之其往，为直之。会朝廷征疆，南包营，辅袭则民分辨，民不扰而事急。寻迁南安路总管府推官，镇守万户朵而赤，持官府短长，郡吏王甲，欧商属县长官。肃郡同僚为朵而赤，托故不事事，则民独补甲，系之欲躲。而赤陆巡按御史，受甲家人粟，欲出之，则民正色语辩，御史。PG 2689。举作，夜进去，乃促罪王甲。潮州府判官钱真以奸淫事杀推。官良吉，是连广东联访副使刘真，作戏者200余人，省府官繁。6委官居问，皆故忌焉言弗能白，复习则民验之，欲立巨人。服其名。迁信州路总管府推官。丁母忧，服除，授平江路总管。府推官。有僧进广，与他僧有汉，久绝往来。1日，邀广饮。广弟子急欲的失财，且苦其垂处，前往他僧所杀之。明日宿官。他僧不甚考虑，乃乌服3经审录，辞无益，结案等报。则明取行凶刀视之，刀上有铁公姓名，赵公问之，乃其弟子刀也。一训土石，即谢之而出他僧，人今以为神。调剂宁录兖州之州。孔子后衍圣公袭封职3品，则民见义，以为宜升其品质，
以示包崇宣圣之意，廷议从之。至正3年，朝廷修辽、金、宋史，诏泽民复阙，除国子司。业与修史。书臣迁及贤职学士，皆太中大夫。未2月，即遗书告老。大学士和尚曰：及贤，翰林，时养老尊贤之地。先生何为惧去？愿少留，以复上意。则明曰：以不依刀容。3品，志愿足矣。遂以嘉义大夫、礼部尚书致仕。既归田里，与门生故人相往返西游，超然若忘事者。15年，齐黄贼陷徽州，时则民居宣州。以儿贼来犯宣州。江东联访使道同雅重则民，日就之巡守御记，臣得无虞。明年，长羌军所南班等叛来寇陈，或劝则民去，则民曰：我虽无官守，故受国厚恩，临危爱死，非臣子节。留不去，凡战斗筹划，多则民参决之，累败贼兵。继而寇益众，陈县，则民为所执。使之将大骂不屈，遂遇害，年70。是闻赠资善大夫，江浙行中书省左丞，追封侨国郡公，是文节。干文传。干文传，字寿道，平江人。祖宗显，宋丞信郎。父雷龙。相共进士。宗显之先是以武辩入官，而力教其子以文艺武，故 PG 2690。雷龙2举进士，宋亡，不及士。及生文传，乃明精明以其之。文传少仕学，10岁能属文，为官，以有声誉，用举者为无极经。谈2县学教育，饶州慈湖书院山长。人手诏举进士，文传首登。延佑2年乙科，授同知昌国州事，累迁常州、乌程2县尹，升婺源知州，又知吴江州。文传长于治具，所治具有善政。自其始至昌国，即能柔之。以恩信，于是海岛之民，虽顽广不易治，至有飘掠海中若化外。然者，亦为之变俗。初，长官强必自，文传推陈以待之，久，乃自屈服。盐场官方以转运私事，虐使州民，家业破当，文传与同列曰：吾属受天子命，以慕此名，可作事而服之救乎？乃即为臣礼，上官莫能夺，民赖以免。常州为文传相异，文传喜踏公署，无事未尝折出，而亲旧莫敢通私业。会创行注意法，凡民田100亩，令以3亩入关，为受益者之助。文传既专任其县事，而行省又以无锡州及华亭、上海2县之事为焉。文传欲豪家大幸，以于田来归，而中人之家，自是不并于义。其在乌程，有父名张甲之妻亡，无子，张纳一切于外，生子，未罪。王幼妾以而来，寻逐妾，杀而焚之。文传闻而发其事，得死而。于故，王后惠妾之父母，买邻家而为妾所生，而出不死。文传令妾暴而辱之，而提不就辱，
妾之父母土石，乃呼灵父至，而见之，跃入其怀，辱之极隐。王遂伏孤。丹徒县民有2弟共杀，其解者欲久不决。浙西连访司比文传居之，既得其情，其母其代2子命，为中养济。文传为2人所成有轻重，以守从论，则为守者当死，司官从之。婺源之俗，男女婚聘后，父责于其。曰：有遇其女至老死不嫁者，亲丧，平则不举，有停其旧类数。是不葬者，文传下车，即召其老，使以礼训告之。月3月而婚丧俱毕。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，故业为豪民所占，子孙素于有司，莫能直。文传欲其民以礼，不凡穷志而西归之。附 PG 2691。慕好义者，及其故宅基建祠，比诸事事首焉。有妇名姜丙，初由京师娶昌女张为妇，姜既客死，张走数千里，返其旧以葬。前妻之子因苦之，继而杀之，缢其尸山谷间。官司知之，立其会不问。文传乃发其事，而论儒法。文传历官，其所设师多此类，故其治行往往为诸州县罪。韩雍时迁浙西连访司事，作乌陈谣，以记其机。论者谓其有古循吏之风。至正3年，诏复阙，陈诏欲修，宋史、书臣赏赖优渥。仍有指4品以下各进1官。着文传及贤呆至。王和以家义大夫，礼部尚书致仕。卒，年78。文传气貌充伟，识度宁远，喜接引后进，考试江浙、江西乡为，所取士后多知名。为文物雅正，布事浮藻，其余政事为游长云。韩雍，韩雍，字伯高，济南人。延佑5年中进士第，授江侍郎。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巡迁及咸都事。太定4年，转国子博士。俄拜监察御史。当时由进士入关者仅100之1，由吏治未显要者常10之9。帝乃欲以中书参议傅延启为吏部尚书，拥上言。吏部掌天下权衡，延启从吏入关，乌足尽知天下贤才。况尚书至3品，延启累官4品耳，于法亦不得生。至可其奏。天历元年，除迁浙西连访司事，及监报，处贪墨，而特举乌程县尹干文传治行为诸县罪，所至郡县，为之肃然。2年，转江浙财富副总管。至顺元年，除国子司业，巡迁南行台治书，侍御史。顺帝初，历迁宣徽及枢密院事。至正2年，除翰林事。讲学士，继而拜侍御史，以纲戒为时所忌，言事者乌合其赃私，乃罢去。5年，台臣变其屋，遂复起参议中书省事。7年，朝廷慎选首令，参知政事为中立言于帝，当今必欲得贤首令，无加庸者。帝乃特属雍姓名，授饶州路总管。PG 2692。
饶之为俗上鬼，有绝山庙者，自习为妖以祸福人，为盗贼者是。之由至，将为盗，必报之。庸至，即撤其词语，审图偶人于江。凡境内淫词有不合四典者，皆毁之。人出大害，已而皆叹服。庸之名可教，比俊秀入学宫，求速儒学行具尊者，列为五经。诗但望必服经生医以业先胜，阅必考定课试，以示劝力。美至正之暇，必言见其师生，与之讲讨经义，由是人人自立于学。而饶之以科第进者，是他郡为多。庸居官谢，自奉淡泊，辽属亦皆化之。先是朝使至外郡者，官府奉之甚耻，宜不厌其所欲，及贤之，往往腾谤于朝。其出始于饶者，庸言见郡舍中，公以立范，退皆无有后言。其后有旨以之必粹薄，遣使吃行省。臣及诸郡常立，独庸无欲。庸治政，虽细事，其详密多类此。10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。11年，丞相脱脱在位，而公伯。遂被方用事，朝廷悉议更张。庸有言，不见听。人或以庸忧于治郡，而执政非其所长，遂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。即脱脱罢，用事者悉诛，而庸又独免祸，乃迁西行台中丞，没于官。李济，字孟彬，滕州人。既又隐敏，8岁能记诵经史。从其父官元州，师下镇，又从官千山，师方回孙。镇、回孙皆名。进士，常于春秋季间得其传。太定4年，中进士第，授齐州判官。其当要冲，既至，能理其句。遂大饥，告于朝堂矣。正之，民获以苏。由名上安儿，引博王赖，既疑其为非，都公兵擒之，果到邻村王贾家财，与其党5人俱伏孤。调海陵县丞，亦有能生。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擢御史台赵模。至正初，出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迁都事，又入为监察御史。合奏阉宦高隆补事赖恩斯，轻挠朝政，擅作威服，交通时乡，请业公行，为国积祸，起家篡逐，以正邦行。张尚、刘高隆补于征东。又言御史封事，须至御前开差，以防拥蔽之。PG 2693。缓。言事官须优加着用，以开见正之路。殿中侍御史，给事中。起居住，须任端人执事，书百司奏请，及地所可否，阅答审台。副使馆，以备纂修之时。承天护圣祀火，有旨更作，乃上言。水旱乡人，公私俱乏，不宜忘心大义。亦遂请会朝廷。方著一手令，因言下县引多从吏部权著，或非其才，一并归信选。察言帖客，则被常例，动受刑谴，何以灵明，宜分委。左耳。头下打虏花赤，杜正害民，以为左耳。
帝悉可其奏。迁中书左司都事，又4000为户部尚书。11年，廷议以中原租。税不实，将吕母起税，既议都堂言曰：方今邀寇窃发，民数流亡，此正一行，是屈民为盗也。向臣视之。寻参议中书省事，迁至书侍御史。12年，从丞相脱出师征徐州，徐继平夜告归滕州。迁曾祖父以下17丧，续招募以葬，敕赐碑数焉。继而召为瞻侍臣，除侍御史，迁中书参知政事。皇太子受册，设大理史。遂除枢密副使。帝宫祀郊庙，设太常少卿，巡抚为侍御史，又为中书参知政事，升资善大夫、御史中丞，巡特加荣禄大夫。至正19年，丁母忧两起复，为陕西行省左丞、枢密副使。起中制，不起。福阙，命为大都路总管，兼大兴府尹，除副瞻是。24年，初为陕西行台中丞，未行，改山东联访使的。即上章致仕，还京师。卒，年61。赠推中赞理正县功臣。即贤大学士，荣禄大夫，柱国，追封齐国公，是文武。既为人孝有恭俭，廉甚忠勤，处家言而有责，与人交一，以诚客，有笃于乡党朋友之意。忠臣任则善，臣思迁计眉，皆抚其遗孤，人以事多之。初入台省者20年，始卒无疵，为时。名青云。盖苗。盖苗，字云夫，大名元城人。又聪明好学，善记诵，极弱。PG 2694。官，游学四方，艺业大进。延佑5年，登进士第，授济宁禄丹。州判官。州多细求，苗请书决之。知州以为求数以上，不实者，未报，不可决。苗曰：涉使者有问，请升任其责。知州乃免从之，使者果阅读而去。遂击白郡府，未有一应。会他意已告，郡府遣苗至户部以请，户部难之，苗服中书堂下出。康秉以示曰：既宁明律实此，况不得此使者尤多，其可作事？不救乎？因气下，实载大物，凡被灾者，咸获正焉。有官诉510城府，以戒诸民，其秋熟还官。及秋，郡则常甚急，不使者将责知州。苗曰：官素实苗所事，今民饥不能偿，苗请待还。使者乃以其责。儋州税粮，遂书管陶仓，具单500余里，载驮担负，民甚苦之，春犹未足。是秋，管陶大熟，苗先。其令民敌宿仓下。10月初，仓券已至，省民历时之5。辟御史台院，除山东联访司经历礼部主事，着江南行。台监察御史。建言5倍以备不虞，减兵卒以壮国事，全功臣。以隆大体，习官爵以清权选，考实行以义奔进，民赏罚以度奸。7.
既利害以服民情，去民贼以崇礼节，皆切于实物，公论为之。天历初，文宗诏以建康前邸为佛寺，务穷壮丽，毁民居期。10余家，人以御史大夫督其役。苗上封谥曰：臣闻使民以时，使臣以礼。自古未有不由私道而治隆平者。陛下隆前建业之时，居民困于供给，幸而获睹今日之运，百姓弃足举手，以望非常之恩。今夺农时以创佛寺，又废民居，使之家破产荡，岂圣人欲天下之道乎？袭汉高帝兴于丰、沛为复2县，光武中兴南阳，免税3年，既不务此，而隆重佛事，何以满思民之望哉？且佛以慈悲为心，方便为教，今尊佛事而害生民，吾乃为其方便之教乎？台臣直专纠察，表正百司，今乃委以修善之意，岂其理哉？书奏御史大夫果免都邑，入为监察御史。文宗信。护国人王嗣，泛舟御泉，苗进曰：今平年不登，边于不进。PG 2695。正当恐惧修审，何暇一游，以临不测之冤乎？帝加纳之。4. 以对依上尊，即日还公。台臣拟苗迁淮东廉访司事，以闻帝曰：人刘盖御史，正欲闻其党言也。以丁外监去，免丧。除太喜宗因院都事。中书袭苗行事何道，还言河口淤塞。今苟不治，后日必为中原大患。都水难支，事遂请。至正初，用剑者之亳州，修学宫，完州谢。有豪强占民田，为己业，民50余人宿于苗。苗训治之，豪民咸自引服。苗曰：尔等罪甚重，然吾官皆有改过意，遂从轻议。至元4年，起为左司都事，在左司仅18日，凡决数百事。丁内忧，宰相袭其去，众附之。至正2年，起为户部郎中，俄擢御史台都事。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沿路，苗曰：非其才也。大夫不悦而起。其晚，邀至司地以谢，人两贤之。初为山东廉访副使。义都资来的旧称产金，朝廷建议府6所宗其事，民遂买金矣。书官治世60年矣。民有5其官长役，则为所居的有金矿。绝地集权而后止。华丽为奸吏，莫敢谁贺。苗见言罢之。3年，入为户部侍郎。4年，由都水监迁刑部尚书。初，到沙河南省。县官言作500余家，以有诏除守罪外，余从原有。至是载。臣追复欲进诸路，苗坚持不可。御史去具狱，苗曰：似设父杀，在法所无，御史独一何苗，其敢类朝廷之宽仁乎？卒用。苗亦罢之。初为山东廉访使，名基为道，所在群聚，乃上就。荒米道12世，何宣卫使违背不法者，有司元吏欲征苗所得职。田苗曰：
年荒民困，无以救，尚忍真敛以肥己耶？折命已之。同僚皆无敢取。召参议中书省事。5年，初为陕西行台市御史，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。6年，复入为治书侍御史、升侍御史，巡拜中书参知政事，同知经言。是大臣以两京驰道狭隘，奏毁民田卢广之，以遣使都有司制。之以苗直曰：驰道创自治元初，何今日独为爱乎？立变。PG 2696。乃罢。又欲速魏氏西出为郡长官，彼以养平。苗亦曰：郡长，所以慕名，岂养平之地哉？果有不能自存，赐之钱可也。若任郡计，必择贤才而后可。亦遂请。又欲以超万贯与剿敌者。苗曰：诸处告稽，不蒙正序，立系何功？或此重赏乎？又迁四川廉访司事家人为吏收职田，奉使宣府，职作其主，载臣。命奉使即行遣。苗请赴法司详议，务使县司以为口实。于是时，相顾谓辽左曰：所以引盖军至枢机者，欲其相助也，乃美事。相抗何耶？今后有公务，无白参政。苗叹曰：委以非才，待罪执政，中书之事，皆当与闻。今宰相言若此，不退何似？将隐去，而是有指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然宰臣怒苗中不解。彼至，即除甘肃行省左丞，时苗以致仕归田里矣。时宰复奏旨，去赴任。苗于即就道。至正，即上言西土诸王，为国藩平。赐赖虽有长志，而有司千余文法，遂使恩泽不以时及，有匮乏之忧，大非隆亲厚本之意。又言甘肃每岁中粮，兼必百端，请以粮钞兼给，则军民贤利矣。朝廷从之。迁陕西行御使台中丞。到官数日，即上书起骸骨，还乡里。明年卒，年5。18。赠书丞赞至功臣，中书左丞，上护军，追封魏国公，是。文献。苗学术纯正，性孝友，喜诗语，志义田以善宗族。平居荀。荀千景，即至御史，张目感言，虽经挫折，无少回挠，有古疑。直之封焉。PG 2697。列传第73。张真。张真，字曰忠，汴人。又刻苦读书，登元统元年进士第。授张德禄录事，辟河南行省院。真初娶其氏，其生贵妇家，颇骄纵，见真平，不为礼。何景于越，即出之。其之兄送于官。且乌真以暗昧事，左右司官听之，真因疑疾不出，至案拒击。平张正是越鲁铁木而怒曰：张真，刚介是也，其汝曹所当矣。耶，郎中虎者突夜而谢之，乃起。犯梦为乱，绞杀越鲁铁木。尔等城中大扰，真木叶坠城出，得免。余年，除高邮县尹，门无私业。县民张提领，
上人峡。5. 短相取。一日，至县有所主，争执之，尽得其罪状，礼中受其。义者，咸来素焉，乃杖而屠之，人以为快。守城千户狗而妻催。是为其小父所赠，虐死。其鬼平7岁女亦献素贞，被言死状。师见亦舍后。真律力促及其所，发土的师，居狗而及小父，居之，皆伏孤，人以为神明焉。累除中正院判官，至正8年，拜监察御史，和太尉阿乞剌。妻往之罪，并言明里董阿、野里牙、月鲁不花，皆陛下部。共代天之仇，伯言贼杀宗室家王，谭王12口，击之古法。当服门诛，而其子兄弟上侍于朝，以及诛篡。别而妾不花阿父。权奸亦以远贬。今灾异谍见，盗贼风起，海寇敢于要军，捆率敢于顽寇，若不正举，恐有唐末藩正视其之祸。不听。及毛贵县山东，上书陈时祸，根本之祸有6，征讨之祸有4，隶属其弊。1曰卿大臣，2曰解权纲，3曰释安逸，4曰 PG 2698。杜言录，5曰离人心，6曰滥刑狱，所谓根本之祸6也。其言释安逸之祸，略曰：臣服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，屡艰难而登大宝，因循治安，不预防律，宽仁恭俭，见不如初。今天下可谓多事矣，海内可谓不宁矣，天道可谓变长矣，民情可谓难保矣。是陛下谨慎之时，战兢惕厉之日也。陛下宜卧薪尝胆，奋发悔过，思祖宗创业之难，而今日坠亡之意，于是而修实德，则可以达天意；推至诚，则可以回人心。凡土木之劳，声色之好，验安正独之戒，皆宜痛彻永改。有不敬者，亦宜防为杜渐。而敬于未然，处宫女，节服废，为天序人。而陛下乃安焉处之？如天下太平无事时，此所谓根本之祸也。至若不慎调度，不资群策，不明赏罚，不责将帅，所谓征讨之祸4也。其言不明。赏罚之祸，略曰：臣服建调兵6年，初无纪律之法，又无机劝之宜，将帅因败为功，只须为实，大小相慢，上下相依，其性情不一，而邀功求赏则同。是以有负君之将，残民之将，且懦之将，贪婪之将，曾无惩戒，所经之处，鸡犬一空，或财俱尽，及其面于游说，反以克父受赏。今克父之地，悉为荒墟。河南提封3000余里，郡县新罗其部，遂书钱谷数百万计，而今所存者，封丘、延津、登封、偃师3、4县而已。两淮之北，大河之南，所在萧条。夫有土有人有财，然后可望军旅不伐，溃饷不节。今寇敌已至之境，故不忍言，未至之处，犹可寒心。如此而望军旅不伐，溃饷不节，使天雨粟的永今朝夕存亡，且不能保，
况以地方有限之费，而攻将帅无穷之欲哉？其为自其乱皆亦以为矣。陛下是佛求福，犯僧消祸，以天受劫而尽。屠宰皆虚名也。今天下杀人矣，陛下泰然不理，而曰无将矣。是求福，福何自而至哉？引上之寇，使结白莲，以佛法诱众。终是威权，以兵抗拒，是其所向，清清可畏，其事不至于亡无。社稷尽无国家不已也。堂堂天朝，不思靖乱，而反为皆乱。PG 2699。其祸至惨，其毒至深，其关系至大，有识者为之扼腕，有志者为之痛心，此征讨之祸也。书奏不审，权臣扼其节职。21年，除千山南道肃正廉访司事，至泽河中书参知政事也。先不花，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儿，致书侍御史奴弄权误国之罪，又不报。方是时，贝罗铁木儿驻兵大同，察罕帖木儿驻兵洛阳，而毛贵据山东，势逼京畿，二江顽寇不进，方以征进。既为是，构兵相攻，互有胜负。朝廷乃遣也先不花，脱脱木儿奴往解之，既受命，不前进。真又言其贪诺拥鄙，苟怀自安之计，无忧国治身之中。朝廷将使二家试汉，协心讨贼，此国之大事，未以讽持殿走，而乃迂回退舍，往到延安以西，绕驱数千里，迟迟而行，使两军日夜仇杀，黎数肝脑涂地，使此三人之所至也，宜急之，以救时为。亦不报。真乃慨然叹，曰：天下事不可为矣。即辞去，居河中安邑山谷间，结毛景荣兮。有访之者，不复言时事，但对之流涕而已。24年，贝罗铁木儿犯阙，皇太子出居济宁，奏除赞善，又除翰林学士，皆不起。阔铁木儿将辅皇太子入讨贝罗铁木儿，遣使传皇太子旨，赐以上尊，且访时事，征复书曰：今燕赵齐鲁之境，大河内外，长淮南北，西为丘墟，关陕之区，所存无几。将左日思见时上国，襄汉荆楚川蜀，迎名建号，信我有变，利我多余。阁下国之右族，三世二王，的不思廉，令之于赵寇，假之于汉乎？今师一残，假有不逞之徒，绝其草，则借民意，尊君父，畅其说于天下，阁下将何以处之乎？首今师者，能聚不能散，域外侮者，能进不能退，纷纷集集，神分治夺国家之事，能不为阁下忧乎？至曰：不备不虞，不可以为师。仆之全为言者，宪中之道也。然为言大要有三：保君父，一也；服社稷，二也；卫生灵，三也。请以近似者成其一二，未出宫据国，至于不复其父，赵有沙丘之变，其 PG 2700。臣对平之，不可谓无功，而后至于不君其君，
唐肃宗刘波之中，处于邪谋，遂成灵武之纂。千载之下，虽有质变百出，不能为学。呜呼！是其可以不见之乎？然无闻之，天之所废不骤也。骤其德志，祀其宠乐，使忘其觉悟之心，非安之也。后其独而降之法也。天遂其欲，民厌其态，而鬼神服服也。其能久乎？阁下览观焉，谋出于万全，则善矣；循之于义，急则其辩不测，徐则其性必起，通其往来之始，达其上下之情，得其情，则得其策矣。孔子曰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经久重在上者如祭，亲功在下者如祭。生民之忧，国家之忧也，可不深思而熟记之哉？阔阔铁木而深纳其说，是用事克有成。后3年卒，归阳。归，阳字彦温，汴梁人。将生，其母杨氏孟朝日出东山上，有青云来掩之，故名阳。学无师传，而精敏过人。登至顺元年，晋世帝受同知颍州事，租奸极强，人不敢以年少易之。山东严思遣奏差至颍，事为不法，杨直以下狱。时州县奉严思甚，仅以指弃使，折奔走之，杨独不为屈。转大都路儒学提举。魏上至元5年11月，杞县人范孟谋不轨，诈为诏使，至河南省中，杀平张岳虏铁木儿，左丞节烈，连访使玩者不花，总管撒里麻，召官属及去位者，属而用之，以段甫为左丞，使杨北守黄河口。杨立拒不从，贼怒，系于狱，众叵测所为，杨无惧色，已而贼败，诬贼者皆获罪，杨独免。同里有无柄者，常以翰林呆至真，不起。贼呼丙司卯有力，丙不敢辞。时人为之语，曰：归阳出角，无丙无光。杨自此名誉赫然。明年转国，子博士，拜监察御史。即入谢，台臣奏曰：此即河南抗贼者也。帝曰：好事，卿一数为之。赐以上尊，以而辞官归。PG 2701。养亲变上，亲既没，加19之。至正5年，除迁河南连访司事，刑部西京，以法神诏王府。官属之贪暴者，王三遣使请，不为动。宣宁县有杀人者，慢饮数十人，一宴得其情，尽释之。庆州民郭仲玉为人所杀，有司以蒲茶山而当之，扬查其屋，踪迹得其杀人者，山而遂不死。6年，转迁淮东连访司事，改宣文阁兼书博士，兼经研议文官。7年，迁右司都事。顺江酋长乐孙求内附，请立宣抚司。及至郡县13处，杨曰：古人有言，鞭虽长，不及马腹。使郡县果设，有事不救，则孤来复之意；救之，则罢中国而事。外夷，所谓或虚名而受实祸也。
与左丞吕思成抗辩胜利。臣襄太平笑曰：归都是善杠如此，何相抗乃尔邪？然其策果将焉出？杨曰：其酋长可受宣府，务则其共赋，使者赐以金帛，遣归足矣。卒从杨言。京师苦寒，有盖宿丞相马前，臣相所皮服与之，人何在官所藏皮服之数，悉给平民。杨曰：宰相当以广济天下为心，皮服能几何，而欲给之邪？莫若鹿寒饥者，稍振之耳。丞相勿而止。云南死可罚叛，诏以元帅数。律遵道往遇之，未几，命平章政事亦都混将兵讨之，事久无功。二人上书纷纭，中书欲罪数律。杨曰：彼事未白，而专罪一人，岂法异乎？况一遇之而亦讨之，彼将何所适从？然亦非使者之罪也。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卒，其子沙的方为中书院，请奔丧。丞相以沙的有兄弟，不许。杨曰：孝者，人子之同情，以其有兄弟而举其请，非所以孝治天下也。遂从之。广海谣贼入寇，赵躲而止班将司鄱阳元帅军以讨之。杨曰：义军而将不安教令，恐不能决胜。若命杨就统其众，彼悦于恩命，彼能自效，所谓以夷狄攻夷狄，中国之利也。帝不从，后晋吴公8年，升左司员外郎。中书用杨言，损河间余盐5万引矣。PG 2702。谕明储币庸不行，廷议出储币500万定义银石内藏，杨复持不可曰：富商大贾，尽议其超于私家，小民何利哉？6月，迁参议枢密院事。时方国珍未复，召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躲而止。班讨之，义军皆没，而躲而止班被执，将罪之。杨曰：将之失利，其罪固当，然所部皆北方不齐，不习水战，是屈之死地。2. 以募海滨之民习水利者擒之。继而国珍遣人从躲而止班，走京师请将。杨曰：国珍一败我王师，又居我望城，力屈而来，非真将也。必讨之以令四方。时朝廷方士姑息，卒从其请，后果屡叛，如杨言。迁御史台都事，而复参议枢密院事。12月，升枢密院判官。9年正月，转河西连访使，未上，改礼部尚书。会开端本。唐皇太子就学，赵阳为赞善。未几，迁翰林直学士，同修国史，人兼前职。杨言：师父当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，其属亦以次列坐，须其中坐，以待至尊临幸，不然，则师道不利矣。时众言人人书，卒从杨意。俄以及辞，帝遣左司郎中赵敛赐。白金文起，不受。初，杨在上都时，脱自甘州还，且入相。中书参议赵其仪、员外郎李继业杨思弟，至脱之命，属草诏。杨辞曰：
丞相将为一周事业入相之诏，当命辞陈氏草。今属比于阳，恐累丞相之嫌也。其疑曰：若帝命为之，乃何？阳曰：事理非顺，亦当固辞。其疑之不可屈，乃矣。10年正月，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。12年，除刑部尚书。15年，在除刑部尚书，凡3000，皆以及辞。17年，授集贤学士。监国子祭酒，使者破之。杨于即至京师，卧于南城不起。时海内多故，杨上3策，一曰正纪纲，二曰选将才，三曰审刑事。伪数千言，实以为老生常谈，不能用。11月，以及贤学士。资得大夫致仕，给半俸终身，辞不受。明年，起骸骨，侨居洪州，徙魏州，又徙宣德，皆见官避兵。寻抵大同，及官陕小宁。PG 2703，来居解之下县。皇太子出济宁，强起之，居数月，复还下县。27年卒，年63。陈祖仁王训至。陈祖仁，字子山，汴人也。其父安国，是为常州晋陵尹。祖仁性嗜学，早从师南方，有闻名。至正元年，科举复行，祖仁以春秋、中河南相贡。明年，会试在前列，即对策大廷，遂魁多士，赐进士及第，授翰林。修撰同知至告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历太庙署令、太常博士。迁翰林呆置，初迁山东肃正廉访司事，擢监察御史，复出为山北肃正廉访司副使，诏拜翰林直学士，升士讲学士，除参议中书省事。20年5月，帝欲修上都宫阙，公议大兴，祖仁上书其略曰：自古人君不幸遇奸于多难之时，孰不欲奋发有为？臣不世之功，以光复祖宗之业。苟或上不奉于天道，下不顺于民心，缓急失宜，举措未当，虽以此道持营守成，犹或治乱。而况欲拨乱世，反之正乎？夫上都宫阙，创自先帝，修于累朝。自今兵火，焚毁殆尽，所不忍言，此陛下所为日夜痛心，所宜及图心腹者也。然今四海未尽，疮痍未抽，仓库告虚，财用将竭，乃欲驱疲民以攻大义，废其耕耨，而荒其田亩，何以扼其坑而夺之时，以速其弊乎？陛下追为祖宗宫阙，念兹在兹，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，乃有大于此者。假令上都宫阙未复，故无妨于陛下之请处，使因事而为天道，失人心，或致大业之灰废。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，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，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？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，以恢复天下为务，信赏必罚，以驱策英雄，清正人，远邪佞，以图谋治道。夫如是，则承平之官，不日咸复，据指上都宫阙而已乎？书奏，帝加纳之。PG 2704。
23年12月，拜至书侍御史。时患者资政使仆布花语，宣政使陀欢，内侍皇太子，外结丞相硕司监，交自不法，监察。御史复公让上章报其过，武皇太子议，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。他御史连章论谏，皆外除。祖人上书皇太子言，御史纠合陀欢、布花奸邪等事，此非御史之私言，乃天下之公论，台陈审。问尤熙，故以上启。今殿下未赐详查，折加举议，并斥御史。节则台臣，使奸臣度政之情，不得达于君父，则亦过矣。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台建者祖宗之所建立，以二数之为，而于天下之众，台建之言，一切不续，独不念祖宗乎？且殿下之分，止于监国辅君，问安事善而已，此外与夺赏罚之权，自在君父。今方欲得春宫，而使谏臣结舌，凶人四至，岂为君父徒庸虚气？而天下苍生，亦将希望。书上，皇太子怒，令御史大夫老的杀御祖人，以为台臣所言虽是，但陀欢等具谋事事，御史纠言不实，以予美除。袭御宗为皇太子，兼中书令、枢密使，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，乃许上文，非独我今日如是也。祖人乃复上书言，御史所合，得于田野之间，殿下所寻，不出宫墙之外，所以劝此二人者，只缘不见其间。习唐德宗云：人言卢起奸邪，正书不绝。使德宗早绝，岂安得相？是岂之奸邪？当时知之，独德宗不知耳。今此二人，亦皆奸邪，举朝知之，在野知之，天下知之，独殿下未知耳。且豫宗既领军国重事，礼仪先阅其纲。若至台建封章，自是御前开差，假使必皆经由东宫。君父或有差失，谏臣有言，太子将使之文奏乎？不使之文奏乎？使之文奏，则伤其父心；不使文奏，则陷父于恶。殿下将安所处？如知此说，则今日纠合之章，不宜足矣。御史不宜斥矣。斥其人而美其除，不知御史所言，为天下国家乎？为一生官爵乎？斥者去，来者言，言者无穷，而美除有限，殿下又安所处？祖人书记在上，即辞职，而御史下至吏促皆辞衔。PG 2705。于是皇太子以其事闻，仆布花、陀欢乃皆辞退。而天子令老的杀御指祖人等，祖人复上书天子曰：祖宗以天下传之陛下，今乃坏乱不可救药，虽曰天运使然，亦陛下行赏不明之所致也。且区区二数，犹不能除，况于大者？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，并斥此二人，不令其以辞退为名，陈其奸计，使海内皆知陛下信。赏必罚自二人始，则将士孰不效力？天下可全，而有以害祖宗之咎，若犹优柔不断，则臣宁有饿死于家，
是不与之同朝，牵连即获，以待后世证人同罪。书奏，天子大怒，而事时事狱。使李国凤议上书，言此二人必当斥。于是台臣自老的杀以下阶。左迁，而祖人初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。时天极寒，衣单甚矣。若女托于其有诸役，即日就到。明年7月，被罗铁木而入中书为丞相，除祖人山北道肃政。廉访使赵拜国子祭酒，签书密副使，类尚书严军政利害，不报，辞职。除翰林学士，遂拜中书参知政事。是时天下乱已盛，而祖人性刚直，遇事与时载论艺术不合，乃超授其皆荣禄大夫。而仍还翰林为学士，巡迁太常礼仪院使。27年，大明兵已取山东，而朝廷方疑阔铁木而有部。陈之兴专吏府军院，总兵马以备之。祖人乃与翰林学士陈止。王时，呆至黄酣，编修黄素服阙上书言，晋者南军侵陷全齐，不逾越而逼击殿。朝廷虽命丞相也速出师，军马数少，势力孤微，而中原诸军左迁右撤，调度失宜，京城四面，茫无遮罩。宗社安危，正在今日。陈馀等以为御天下之事，当论其轻重强。若远近先后，不宜交于一篇，扭于固折。前日南军辟在一方，而阔铁木而尽在肘腋，是将切持国柄，故宜先于制讨，则难。军远而轻，而阔铁木而近而重也。今阔铁木而势以穷促，而南军突至，是将不利于宗社，故宜先于救南，则阔铁木而弱而轻，南军近而重也。陛下宽仁韩愈，皇太子贤明应断，当 PG 2706。此之时，宜审其轻重强弱，改弦更张，而辅军诸官，亦宜以功。天下为兴，审时制宜。今阔铁木而党羽离散，岂能复正？若只分拨一军逼袭，必救擒获，其余比中见调一英军马，令其备。到东行，秦王赴难，与野宿等绅士相援，人遣重臣，分道宣谕。崔都庶几得宜。如复交于前说，动以言者为阔铁木而游说。而前天下之口，不幸促有意外之变，朝廷亦不得闻，而天下之事去矣。书上不报。12月，祖人又上书皇太子，言：近日降诏，萧河南军马之权，虽所当然，然此项军马终为难君之所忌，设使其有悖逆之心，朝廷以忠臣待之，其心愧举，将何所施？今未有所见，俱以此名加之，彼若甘心以救此名，其害有不可言者。朝廷苟善用之，岂魔所助？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，臣恐诬以受财游说罪名，魔所招学也。况闻阔铁木，而屡上书，明其心取，是其心未决于朝廷，以待朝廷之开悟。当今为朝廷记者，不过战守迁3事，以言乎战，则资其己；剿之事，以言乎守，
则望其秦王之师，以言乎谦，则假其藩位之力。即立免历始行，有恐迟晚，其可使数万之师弃置于一方。当此为极之秋，宗社存亡，仅在旦夕，不幸一日有唐玄宗苍卒之初，则是以祖宗100年之宗社，朝廷委而弃之，此时虽遇，遂手杀身，何济于事？故今不复避忌，唯以宗社存亡为重。奉书以闻。书上亦不报。28年秋，大明兵进压晋郊，有直命祖人及同迁太常理。一院士王训志等载太庙神主，从皇太子北行。祖人等乃奏曰：天子有大事出，则载主以行，从皇太子，非礼也。帝然之，还守太庙以嗣命。俄而天子北奔，祖人守神主，不果从。8月2日，京城破，将出建德门，为乱军所害，时年55。祖人一目渺，貌倾，身短疾，而语音清亮，议论伟然，复气刚正，似不可犯者。其学博而精，自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兵。PG 2707。臣术数百家之说，皆通其要。唯文简直，而失亲历，事多。称传之。王训志，字文敏，运之曾孙也。以应受事宜司通事舍人。历袭州判官、大宁县尹，擢陕西行台监察御史，累迁汉中、河西、山北3道肃正廉访司事，入为工部员外郎，迁礼部郎中，拜监察御史。河詹事部兰溪、平张仪同皆逆臣子孙，当平诸辖。亦除太府少监，初为江西廉访副使，召迁太常理仪院事。今臣部首，公卿真出将，训志独家居，依官而坐。其有中正院判。官王亦来告曰：新朝宽大，不为不死，且人与官，何出一官？自言状。训志弗然斥之曰：君既自不忠，又诱人为不义耶？因戒其子曰：汝谨记无宗。即自投井中死。陈遵。陈遵，字义书，南阳穰县人也。又敏悟，读书日记数千百言。年15，丧父。家贫，勤苦不废学问。20能文章。诗俊。中先辈无志进士业者，尊誉为，以不合尘世为患。1日，愤然曰：四书五经，无师也。文无于史、汉、韩。6区区科举之作，何难哉？惠阳会初登第，来引禳，尊乃书所作数10篇见之。惠府卷大喜，与之曰：以此取科第，如实戒耳。至顺兴魏，至京师，授春秋，业于下镇，遂入城。君为国子生。时陈履为助教，喜其文，数以与于魁章阁试书学。是于集欲见之，履令以己马比尊持一集。即方有目集。见尊来，破而视之，曰：是官生文，今见身貌，公府器也。吾老矣，恐不及见，身当自爱众也。元统改元，中进士第。
授江侍郎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明年，欲修泰定、明宗、文宗。三朝实录。后至元4年，升应奉翰林文字。5年，辟御史台院。至正改元，擢太常博士。明年，转中书检校，巡拜监察御史。护从至上京，上封谥，沿天子一慎起居，节侍御，以保养。PG 2708。圣公安则宗社安矣。言甚迫切，帝改容称善。又言台察。4是，一曰差遣台臣，越直问事；2曰左迁御史，杜塞言录。3曰御史不思进言，循序求进；4曰体复廉访生计不实，咸否？混淆。帝皆喜纳之，谕台臣曰：尊所言甚善，皆是祖风继旧。归业。特赐上尊经其中。尊又言将这火灾当正序，即何火戮？忽斥不法实事，皆从之。复上封谥，言时务4事，一曰法祖宗，2曰节财用，3曰义奔进，4曰明机劝。奏入，帝称善久之。命众书素议以行。是岁，严氏并举和凡70余事，皆指节时毕。执政者恶之。3年，自刑部员外郎出为陕西行省员外郎，以母，并辞归。5年，丁母忧。8年，擢迁淮东肃正廉访司事，改礼部郎中，奉使山东、淮北察守令咸否的巡粮者9人，贪诺者21人，奏之。9人者，赐上尊弼伯，人家显擢，其21人悉处之。9年，改刑部郎中，巡迁御史台都事。时台臣有疾，臧吏多以父母之忧免者，见论今后官吏，凡被案合赃私，虽父母死，不许归葬，须尽其狱，数恶人不获幸免。尊曰：恶人，故可怒，然与人伦孰重？且国家以孝治天下，宁施罪人千百，不可使天下有无亲之力。御史大夫视其言。升户部侍郎。10年，迁中书右司郎中。时刑部遇案久而不决者积数百。尊与其僚分阅之，共议其轻重，各当其罪，未己无一事。10. 有令书宿补官，有逆其间罪而入宿的七品杂流者，为院家所告。有司议书宿吏，无有过不与之文。尊曰：卖官欲绝，已非甚典。况又卖官与奸淫之人，其将何以为治？必夺其赤，还其粟者为令，乃可。沈臣从之。除工部尚书。先是，何绝白毛。运臣、济宁皆为拒进。或言当筑堤以遏水势，或言必疏南河故。道以杀水势，而漕运使贾鲁言必疏南河，塞北河，使复故。道义不大兴，害不能已。听亦莫能决，乃命尊协大司农突。鲁行事和，议其疏塞之方以闻。11年春，自济宁、曹、蒲。PG 2709。汴梁、大明，行数千里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，测岸以究水势之浅深，遍阅史籍，
博采舆论，以为何之故道，不可得复其亦有八。而丞相脱脱以先入贾鲁之言，即尊与突鲁制，立臣不可。且曰：济宁、曹、运连岁饥馑，民不聊生，若惧20万人于此的，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何患者。脱脱怒曰：汝为民将反耶？自臣至有，辩论中不能入。明日执政者未尊。曰：修和之意，丞相意已定，且有人任其则已，攻其无多言，信为良可之意。尊曰：万可断，亦不可易也。由是遂出，为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言使。初，汝、汴二郡多负伤，运思赖之。是时，汝宁道起，清汴境，朝廷调兵往讨，扩船运粮矣。故舟楫不通，商贩遂绝。尊随事处移，国客皆疾。14年，调武昌路总管。武昌自12年为免寇所残毁，民死于兵役者16、7，而大江上下皆据道阻绝，米直享用，民心惶惶。尊言于省城，甲军楚超万定，慕勇敢之士，具歌传。结兵进，且战且行，敌速于太平、中兴，民赖以全活者众。会省城出师，尊设省事，于是省中府中，为尊一人，乃远斥候。塞城门，集民为兵，得5000余人，设万夫长肆，配守四门，所以为防御之备甚至，号令严肃，赏罚明当。贼船往来江中，不敢近岸，臣赖以安。15年，擢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，诏拜参议中书省事。时河南之贼数渡河而北，焚掠郡县，上下士若常事。尊虑左右司辽左，持其独议丞相言曰：今天下州县丧乱过半，河北之民稍安者，以天堑黄河为之障，贼兵虽至，不能飞渡，所以包夫追随以攻君楚而无申怨者，是河南之民，犹得保其世家故也。今贼北渡河而官军不遇，是大河之险已不能守，河北之民复何所事乎？河北民心亦摇，国事将如之何？语未毕，哽咽不能言。宰相以下皆为之挥涕，乃以入奏。帝召集遣使罪守河将帅，而守御自是亦颇言。PG 2710。先是，胡广泥贼，执威顺王之子，而遣人请将，求为胡广。行省平章，朝臣欲许者半。尊曰：平章之职，亚宰相也。臣平之时，虽得望汉人，义而不与。今叛逆之贼，挟势要求，卿以与之，如刚纪何？或曰：王子是皇嫡孙也，不许。是弃之与贼，非卿之道也。尊曰：项羽执太公，欲烹之矣。挟高祖，高祖乃以分羹答之，奈何今以王子之故，废天下大计乎？众皆委其论。除治书侍御史，而复入中书为参知政事。离省仅6日，丞相每决大议，则曰：孤少缓之，众莫小其意。即尊拜执政，喜曰：大政事今可决矣。17年，
升中书左丞，皆资善大夫，分审张德。是时，太平在相位，以示武皇太子。皇太子深贤之，欲去之而未有以发。以为尊及参知政事赵忠，皆太平党也。尊、忠两人去，则太平之党孤。19年，用事者陈望封旨，搜保底县尹邓守礼弟邓子。初等，乌尊与参政赵忠、参议萧雍等6人皆受赃，皇太子命谕使台、大宗政府等官杂问之，锻炼使陈玉、尊等尽皆杖死，忠外冤之。24年，御史台丞卞明尊等皆诬枉，诏付给还其所。授宣敕。曹简。曹简，字克明，宛平人。隐恶过人，举止异常而祭官。南游，具通、五经、大义。大德5年，用翰林侍讲学士好兵谏，为镇江淮海书院山长。11年，南行台中丞连横辟为院使。丁内监，复起，补院使，除新文署。命办送安南使者，沿途问南。畅和，应答如响，使者叹服，以为中国友人。至2年，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。明年，奉旨扩市是白云宗田，积简有方。部署阅而事急，纤毫无扰。太定7年，迁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。时丞相呼喇逮护士自纵，妄为威服，辽属多未必，见御史。训礼折行，独不为回挠。湖北联访司举荐移居封记，不报。天 PG 2711。历元年，调江浙财富府副总管。蜀淮浙大水，民以灾告，见损其父16妻，世家因而鬼免者，见何时，欲令手书。元统2年，申同迁太常礼仪院，见习典故，达经古，凡礼乐，度说。民务往不周之。因及一明宗皇后赴庙事，原礼具经，便西降。明君子多之。至元元年，以中大夫升礼部尚书，而感疾而卒。年65，追封谯郡侯，谥文穆。见天性纯孝，亲族贫乏者，周序恐后。历官30余年，久无以居。末之日，家无余资，唯序书数千卷，皆见手校订。简为师傅，上、骚、雅作文法稀罕，每篇成，学者争相传。宋有文集若干卷，葬于家。建任湖广员外时，有故怨故渊博，以沉沙一包馈荐，渐慢。尔至妾嗣中。半载后，因欲合药剂，命取试之，乃有黄金3两。杂其中，见惊叹曰：“渊博以我为何如人也？”渊博以默，见。呼其子归之，其连胜不期如此。张注。张注，字仲举，晋宁人。其父为吏，从征江南，调饶州安仁县典史，又为杭州钞库副使。著少时，赋其才卷，豪放不羁。好蹴鞠，喜音乐，不以家业谢其意，其父以为忧。著一旦幡然。改曰：“大人勿忧，今请诣业矣。”乃谢客，闭门读书，昼夜
不赞辍，因授业于李存先生。存家安人，江东大儒也，其学传于陆九渊氏，著从之游，道德性命之说，多所研究。魏己、刘行又从仇远先生学，远于师最高，著学之，尽得其音律之奥。于是著遂以诗文之名一时，以而保有为阳，居久之，学者极门，甚众。至元末，同郡复言起居中书，见注引义。至正初，诏为国子助教，分教上都升，寻退居淮东。会朝廷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起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使臣立应奉，修撰迁太常博士。PG 2712。升礼仪院判官，又迁翰林，历职学士，侍讲学士，乃以仕读监。祭酒，著勤于右耶后进，绝去衙案，不图以师道自尊，用士学者乐亲治之。有以经义请问者，必力举众说，为之折中，论辩之际，杂以谈笑，无不厌其所得而后已。常奉旨议中书，即议时政，众论风起，著读默然。丞相硕思坚曰：张先生平日好，论事今一语不出何耶？著对曰：诸人之意，皆是也。但世事有缓急，施行有先后，在丞相所决耳。硕思坚善之。明日，除集贤学士，而以翰林学士承旨治事，皆荣禄大夫。贝罗铁木而之入京师也，命著草诏，削夺阔铁木而官爵，且发兵讨之，著毅然不从。左右或劝之，著曰：无弊可断，彼不能操也。天子知其意不可夺，乃命他学士为之。贝罗铁木而虽知之，亦不以为怨也。及贝罗铁木而祭诸，诏乃以助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仍翰林学士承旨治事，给权奉中其身。18年3月卒，年82。著长于诗，其静体长短具尤工，文不如诗，而美以文字。父常与人曰：吾余文以画矣，盖无未尝构思，特任艺术笔而已。他日，翰林学士沙剌班氏以所为文，请译至数位，苦思者一时，终不就。沙剌班曰：先生于文，岂犹未画耶？何思之苦也？注因乡试大笑。盖注平日善谐谑，出谈吐语，则令人失笑，一作近亲，入其室，蔼然春风中也。所为诗文甚多。吾丈夫子即死，国遂亡，已故其遗稿不传。其传者有律师、乐府仅3卷。著长及宾兴以来死节死世之人为书，曰忠义录，使者伪之。PG 2713。列传第74。乌古孙良真。乌古孙良真，字干卿，是次见父则传。资气绝人，好读书。至2年，应补江阴州判官，巡丁内监，服除，调婺州武义县。应有会政，改漳州路推官，遇有疑者，悉平反之。上言
律图者不障，今障而又图，非序行义，宜加图减障。遂定为令，移泉州，亦以能称。转延平判官，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。和辽阳行省左丞相达时铁木尔卖国不忠，原汉高帝斩丁公故，是以明人成大义，并和御史中丞胡居右监协，皆罢之。中外正赦，升都事，有以言不尽行，解去。复起为监察御史，梁真以地方揽万己，不可不求贤自辅，于是连书，天历鼠年间记。刚大坏，元气伤夷。天佑圣明，入英大统，而西宫秉政，奸臣弄权，处汉10有余年。天威一怒，因会开明，以正大明，以彰大孝。此臣兢兢业业，其天永命之秋，其数在乎晋升修德而已。今言多领以直侍臣，数日一进奖，不逾数刻以罢，而谢欲小。臣恒视左右，何益于圣德哉？臣愿昭言如臣若许衡者数人。至于敬密，常以唐、虞3代之道，起卧臣中，日兴其德，万事无疆之福也。又以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，兄弟死则收其妻，父母死无忧志，遂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，亦法之例，乃言国人不居此例，诸国人各从本俗。是汉南人当守纲常，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。名曰忧之，实则献之，外若尊之，内实侮之，推其本心，所以待国人者，不若汉南人之后也。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，自天子至于庶人。PG 2714，皆从礼制，以陈列圣位皇之典，明万事不义之道。又言隐士刘英，道学经术可比许文正公衡，从祀孔子庙庭，皆不报。御史台作新丰县，复书其所当行者，以举贤才为纲而已。后风俗，均复议，重审理，太冗官，选守令，出奉使，均公田。为目，指治凯妾，虽处忌讳，亦不顾也。患者喊师必妾，杀其妻，迷其肉似犬，上书起正重刑，并论患4节廷臣挠政为害，可太处之。显佞侧目。至正4年，诏为刑部员外郎，转御史台都事。5年，改中书左司都事，初为江东道肃正廉访司副使。上官1日，辞归。6年，授平江路总管，不拜。8年，复召为右司员外郎。9年，升郎中，巡迁广东道肃正廉访使，未行，还为郎中，迁福建道肃正廉访使，中道赵还，参议中书省事，兼经言官。11年，拜至书侍御史，升中书参知政事，同知经言事。13年，升左丞，兼大司农卿，仍同知经言事。时中书参用非人，事多异同，不得一一如制。会军饷不给，请与右丞务良哈台主屯田，遂入20万石。东宫久未见，恳为言，车驾幸上都，
史册皇太子。历詹事院，亦召为副詹事，每执端本堂，则尽正心诚意之说。亲君子远小人之道，皇太子加纳焉。当时盗贼风起，帝闻之，下诏分讨，必尽诛而后已。梁真言：平贼在收人心矣。回天意，多杀非道也。乃设以安之。14年，迁淮南行省左丞。初，泰州贼张士诚计将复叛，杀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敛，进据高邮、六合。太师托奉诏，总诸王军南征，而梁真计参议公伯遂、刑部主事庐山等从之。既平六合，垂克高邮，会诏罢托兵柄，遂有上便告伯遂等劝。托勒兵北向者，下其事逮问，辞连梁真，部队摩所验。即日，还中书左丞，命分省张德，主调军时。居半岁，还中书。16年，进阶荣禄大夫，赐御带衣。17年，除大司农。明年，升。PG 2715。右丞，兼大司农，辞不允。论罢县贼严作之令，有2少年巫之疑新州张复通贼之罪，中书将及其奴，力报案请述。梁真曰：手可断，案不可述。同列变色，猝不述。梁真自左曹登政府，多所见白。罢福建、山东食盐、浙东。西长生牛租，滨海被栽为田税，民皆得之。常论，至正阁，清。众不伦，立的并院为监，举名律者数人，参酌古今，重定律书。书成而罢。家居哲训诸子曰：无过人者，唯待人以成人。亦以诚欲我，汝宜治之。晚岁病急，数夜告，病亦轻，遂卒。自号曰斋。有诗文奏一凡若干卷，葬于家。贾鲁，字有恒，河东高平人。幼父志节，计长，谋略过人。言幼，至间，两邑明经领相共。太定初，恩授东平路儒学教。授辟县使，历行省院，除录丞县尹，选丞相东曹院，擢户部主事，位上。1日，决心计，寻得赋书，笔势颤缩，即辞归。笔至家，复已有风疾，未及卒。鲁居丧服阙，起为太医院都事。会诏修疗，今宋三使。诏鲁为宋使，局官。书成，选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。考绩居罪，迁中书省检校官。上言18河仓，尽遂沦没官。230万斛，其必由富民兼并，平民流亡，宜何先正经界？然事体重大，非处置尽善，不可轻发。书类数万言，切重其弊。俄拜监察御史，首言御史有封事，宜专达甚聪，不宜台臣。先有所可否？升台都事，迁山北联访副使，复召为工部郎中。延考公衣19事。至正4年，何爵白毛堤，又爵金堤，并何郡邑，民居昏殿。壮者流离。帝甚患之，遣使体验，人都大臣访求至何方略，
特。命鲁行兜水间。鲁巡行河道，考察地形，往复数千里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2策，其一，亦修筑北堤，以治横溃，则用公审。PG 2716。其一，亦疏塞并举，皖河东行，使复故道，其功数倍。会迁右司郎中，亦未及进。其在右司、沿时政21事，皆见举行。调都漕运使，复以漕事20事言之，朝廷取其8事，一曰京畿河敌，2曰优叙漕司就领漕户，3曰接连委官，4曰通州总制。预定委官，5曰船户困于坝夫，海运坏于坝户，6曰疏浚运河。7曰临清运2万户府当立漕司，8曰宣中船户副本司节制。是未进行。继而河水北侵安山，沦入运河，沿茂济南、河间、江徽两漕司盐场，实防国际。9年，太傅右丞相脱脱复乡，论及和决，思整民间，以塞诏旨，乃即廷臣群议，言人人书。鲁昌言：何必当治？复以前2策进，丞相取其后策，与鲁定议，且以其事属鲁。故辞。丞相曰：此事非子不可。乃入奏，大称帝旨。11年4月，命鲁以工部尚书、总制河防使，进制2品，授以银章。领河南、北诸路军民，发汴粮，大明时有3路民衣15万，泸州等数时有8亿军2万公役，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官，咸秉节度，便宜兴善。4月纠公，7月凿河城，8月决水固河，9月舟楫通，11月诸扫诸堤城，水土工毕，河复故道，事建，河渠治。帝遣使报记河伯，召鲁还京师，鲁以河平图县。帝释览台，臣奏书，请包脱脱至河之机，赐论鲁公，超拜荣禄大夫，及贤大学士，赏赖金帛，敕翰林丞指欧阳玄志、和平碑，以经托牢记，具载鲁公，且宣赋使馆，并赠鲁先臣3事。寻拜中书左丞，从脱平徐州。脱既训师，命鲁追余党，分攻亳州，同总兵官平张悦可察而督战。鲁士师曰：吾奉旨，统8位汉军，顿兵于亳7日矣。尔诸将同心协力，必以今日4、5时取城池，然后时。鲁上马挥进，抵城下，忽头旋下马，且借兵马伏散，并欲急，却要不肯汉，尽卒于军中，年57。13年5月壬午也。越可察而攻为治丧，选士护救还高平，有 PG 2717。只赐交钞500锭以给藏士。子正。表鲁岑。字善止，修武人，姓刚介，通经术，中天历2年。晋世帝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辟御史台院，掌机密，监察御史河中丞史显夫简傲。鲁曾开时封于大夫前曰：忠诚素持，众不能与人周旋，御史以人情和之，非公论，由是皆知其
职。出太常博士。武宗遗庙，为立后主配享，及群臣廷议之。鲁曾抗言，先朝以武宗皇后真歌无子，不立其主。时伯言，为右丞相，以为明宗之母一起烈士，可以配享。徽正院传太后，旨以文宗之母唐务氏可以配享。伯言问鲁曾曰：先朝既矣，真歌皇后无子，不为立主，今所立者，明宗母乎？文宗母乎？对曰：真歌皇后在武宗朝，以因预测，则为武宗皇后，明宗、文宗二母后，故为妾也。今以无子之故，不为立主，以妾。后为正宫，是为臣而废先君之后，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，于理不可。且燕王垂即位，追废其母后，而立其生母为后，以配享。先望为万世孝，岂可复蹈其师乎？及贤大学士陈浩素疾。鲁曾出曰：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为后，是亦二后也，岂不可乎？鲁曾曰：尧之母为帝喾庶妃，尧立为帝，未闻册矣。为后而配喾。皇上为大元天子，不法尧舜，而法唐太宗邪？众服其意，而伯言委之，遂以真歌皇后配焉。复拜监察御史、何达师海牙、阿吉拉太尉，拱补班右丞。兀突蛮刑部尚书及当蒲监察御史哈拉完者，阅鲁部花院使。吕司丞郎中，皆处之。八人之中，唯司丞少过，亦变祖宗选法。余皆伯言之党，朝廷肃然。除枢密院都事、上言、前伯言专杀大臣，其党立其妻女，巧诬以罪。今大小官及诸人有罪，只作其身，不得及其妻女。谭王为伯言构陷，妻女流离，当雪其。PG 2718。无辜，给父子孙。从之。除刑部员外郎，西辩证衡离伯言所诬者。迁宗正府郎中，初为辽阳行省左右司郎中，除千山北道。肃正廉访司事，入为礼部郎中。至正12年，丞相脱讨徐州贼，以官军不习水土，募兵。海盐丁为军，乃超迁鲁曾资善大夫、淮南宣慰使，领征讨事。遣其募盐丁5000人从征。徐州平，即使领所部军讨淮东，卒于军。贡师太。贡师太，字太府，民国之宣城人。傅奎，以文学名家，言右至至监，官京师，为极贤直学士，卒，谥文敬。师太早谥。叶国子学为诸生。太定4年，仕贺出身，受从侍郎，太和州判官。丁外监，改徽州路设县丞。江浙行省辟为院，巡以土著。自何去？大臣有以其名文者，着印奉翰林文字。丁内监，福阙。除绍兴路总管府推官，郡有一狱，悉为祥宴而剖决之。山阴白。阳港有大船漂进岸，使甲20人，是取鲁海滨，见其无主，因取其高鲁，而船中有2死人。有须以者，
怪其无物而有死人，称为史等所劫。史雍作父名高秉嘉，谥岁连高。史记乌服高，亦就逮。师太密寻之，则李中省丁载物抵航而回，渔者张往海中，因道往中鱼，为渔者所杀。史时未尝杀人夺物，高亦服之。秦其冤皆白。有剿徐豫，以巡盐为名，四报村落间。一日，豫诸计商，夺其所积钱，扑杀之，投尸于水。走告县曰：我或私盐犯人，畏罪赴水死矣。官验事，以有伤，疑之。遂议。一遇事，师太追寻复案之，据得寓所以杀人状，复笔呆报。余尧孙国宾以求道，或尧假造伪钞，受求而视之，直高以鲁。丙复有司，诬以同造伪。高常为尧行用，实非自造，孙既舍尧。因加罪于高，而鲁与孙有隙，故并连之。鲁与高未尝相识也。师太疑高等复造不合，以孙诘之，辞屈而勤俭。即是鲁而加高。PG 2719。以本罪，尧遂处死，孙亦就法。其余冤狱详验之名多类此。亦故郡民自以不冤，治行为诸郡第一。考满，复入翰林为应奉，欲修后妃，功臣列传，事必迁。宣文阁授金郎，历翰林呆滞，国子司业，着礼部郎中，在千里部拜监察御史。自世祖以后，审台之职，男人斥不用，即是使父就制，于是男侍父的居审台，自师太史，时论以为的人。至正14年，除吏部侍郎。时江淮兵起，京师食不足，师太奉命何敌于浙右，的200万石，以给京师。迁兵部侍郎。朝廷以京师至上都，亦护凋敝，命师太巡视整饬之。至则力究其病源，验其富贫，而均其徭役，数十郡之民，赖以烧酥。豪贵以其部，利于己，身及之，然莫能有所重伤也。会朝廷遇人何敌浙西，因除师太都水雍田使。15年，雍田司罢，擢江西联访副使，未行，迁福建联访使。居王河，处礼部尚书。时平江缺守，廷议难其人，师太右，以选为平江路总管。其年冬，府事事张士诚自高邮律众渡江，直抵城下，攻为甚急。明年春，守江弗能之，斩官遁去，师太领一兵出战，力不敌，亦怀应受弃城遁，逆海滨者救之。事成，既纳降，江浙行省丞相达什铁木尔以便宜授师太两浙都转运盐使。至则梯其机度，通其吏员，大克以及，国用资之。丞相父陈至除师太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20年，朝廷除户部尚书，比分部闽中，以闽盐1两，由海盗转运给京师，凡为粮数10万石。朝廷赖焉。22年，诏为秘书卿，行至杭之海宁，得疾而卒。师太性倜傥，状貌伟然，
既以文字之名，而于政事尤长。所至绩效折报者，有喜皆引后进，视之贤，不问时不时，极佳。推古，以故事欲悉然贤归之。有诗文若干卷，行于世。周伯奇，周伯奇，字伯温，饶州人。父应吉，至大监，仁宗为皇太。PG 2720。子赵建，献黄元宋，为延于武宗，以为翰林呆滞。后为皇太子说书，日事应抵。仁宗即位，迁集贤呆滞，中池州路同知总管府事。伯奇自幼从宦，由京师入国学，为上舍生，积分极高等。去以应授江侍郎、南海县主簿，3转为翰林修撰。至正元年，改魁章阁为宣文阁，一文监为崇文监，伯奇为宣文阁授金郎，教7里大臣子弟，每进讲，辄称旨，且日备顾问。帝以伯奇公书法，命撰宣文阁宝，人题匾宣文阁及魔王。羲之所书，兰亭序，智勇所书，千文，刻石阁中。自是类转官，皆宣文、崇文之间，而卷寓亦龙矣。帝常呼其字伯温而不明。会御史奏丰县一用进臣，特命迁广东联访司事。8年，诏入为翰林呆滞，欲修后妃，功臣列传，累升职学士。12年，有指令南市街的居审台，除伯奇兵部侍郎，遂与贡师太同着监察御史，两人皆南市之望，一时容之。时御史大夫也先贴幕而以大军南讨，而失虑丧失。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刘希岑等10人共合奏之。伯奇乃和希岑等越分干预，希岑等皆作。左迁补郡判官，由是不为公论所与。13年，迁崇文太监，兼京言官，代4天妃。丁内监。14年，起复为江东肃镇联访使。长羌所南班县宁国，伯奇与辽左仓皇出见之，寻遁走至杭州。除兵部尚书，未行，改浙西肃镇联访使。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于官纠言伯奇失陷宁国，疑正其罪。17年，江浙行省丞相达使铁木尔臣至假伯奇参知政事。昭裕平江张士诚。士诚既降，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便是伯奇罪。除同知太常礼仪院事，士诚留之，未行，拜资政大夫，江浙行省左丞。于是留平江者10余年。士诚既灭，伯奇乃得归鄱阳。寻卒。伯奇仪官温雅，翠然如玉，虽遭10多奸，而善于自保。伯学工文章，而有以篆、隶、真、草善名当时。长浙6书正伪。PG 2721。说文字源，2书，又有诗文稿若干卷。吴当。吴当，字伯尚，陈之孙也。当又承祖训，以引物笃实称。常精通经史百家言，是其祖至今，补国子孙。久之，承继捐管。四方学子从陈游者，
悉就当卒业焉。至正5年，以复文印，授万义寺库照模，位上用见者改国子助教，勤讲解，言义习，诸生皆乐从之。会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当欲编纂。书成，除。翰林修撰。7年，迁国子博士。明年，升监丞。10年，升司业。明年，迁朝陵呆制。又明年，改礼部员外郎。13年，擢监察。御史、巡抚为国子司业。明年，迁礼部郎中。又明年，除翰林，知学士。时江南兵起且5年，大臣有见当世居江西，习之江西民俗，且其才可任政事者，诏特授江西肃正廉访使，携江西行省参政。或拟敕兵部尚书黄昭，招补江西诸郡，便宜行事，当以朝廷。兵力不给，即受命至江南，即招募民兵，由这入闽，至江西境。建昌界、招安新城孙塔、勤忝李三，道路既通，乃进攻南丰。渠兄郑天瑞遁，郑元自刎死。16年，调检校张迪律本部兵，与黄昭加攻福州，绞杀守寇胡志学，进兵赴崇仁、宜黄。于是建、抚2郡西定。是时，参知政事躲代总兵府，建积年无功，因既当吕节，功在己上，又以为南人不以总兵，则构为非语。未当与黄昭皆与寇通，有至解2人兵柄，除当抚州路总管昭、临江路总管，并攻一平章火拟赤军。火拟赤杀当从事官犯淳吉。张迪将士皆愤怒不平，当谕之曰：上命不可为也。而火拟赤又上张言，2人者难任牧民。荀有旨当与昭皆罢总管，除名。18年，火拟赤自瑞州还龙兴，当昭皆随军不敢去。先是当与昭平贼攻撞，自广东有海盗未达京师，而躲逮火拟。PG 2722。赤等攻读乃先至，故朝廷则当昭皆左迁。即得当昭公状，乃使之其屋，诏拜当中奉大夫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招湖广行。省参知政事，命未下，而臣有量以献江西诸郡。火拟赤气沉顿，当乃戴皇冠，者道士服，杜门不出，日以著书为事。有量遣人辟之，当卧床不食，以死自缮。乃于床载之州，宋江州居留。1年，中部为区，遂隐居庐陵及水之古平。余年，以及卒年65。所著书有《周礼纂言》及《学言稿》。PG 2723。列传第75。董团萧弟昂萧。董团萧，字孟起，磁州人。由国子生辟陕西行台院。10天。大汉，从事御史郭真彦豫华阴县，有礼谋而类杀商贾于道，为贼15年，至100余事。事决，欲以拒，贿赂有司，为图党未尽。或5年不决，人皆以为愤。
团萧知之，以言于真，即以失诸。是中，天乃大雨。授四川肃镇廉访司之事，除金阳县尹，入为户部主事，升员外郎，拜监察御史。又出迁辽东肃镇廉访司事，历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，迁浙东宣慰副使。其历官所至，往往。李渊狱，隔壁镇，才寓亦著称于时。至正11年，除济宁路总管，奉旨从江浙平章教化真晋安。封兵至合肥定陵战，遇贼，大破之。时诸高，故使贼复猖獗。军少不足以分讨。有大山民寨及韶碑屯田军，团萧皆奖劳而曰：数之，遂得杖毙诸高。我军屯诸家寺，贼至，追杀之，乃遣进。是臣民众往遇贼中，招来者1200家，因悉知其虚实。夜复服。桥于淝水，既渡，贼始绝。贼众数万俱剑南，我军渡者，折为其所败。团萧乃挥其士，别渡遣贪袭贼后。贼回东南向，与其是迎敌。团萧呼跃马渡剑，扬言于众曰：贼已败。诸军皆渡，一鼓而击之。贼大败，即追杀之，相界以死者25里。遂复安丰。12年，有旨命团萧攻亳州，又命移军援江南。遂渡江，至湖州德清县，而挥饶贼以陷杭州。教化问团萧计，团萧曰：贼皆野人，见杭城子女玉帛，非平日所有，必纵欲，不暇。PG 2724。违背，宜急攻之。今欲退保湖州，设使贼陈锐直趋京口，则江南不可为矣。教化犹豫未决，而诸将亦难其行。团萧正色曰：江浙湘军方面既陷于贼，今可取而不取，谁任其咎？复拔。见故诸将曰：诸君何国厚恩，而临难苟免，今湘军在世，敢有慢令者斩。计乃决。遂进兵杭城。贼迎敌，至岩桥，团萧挥壮士突前，斩杀数级，而诸军相继夹击之，凡7战，追杀至清河防。贼奔皆待泗，塞其门而焚之，贼皆死，遂复杭州。已而余杭、武康、德清次第已平，团萧亦受带去。挥饶贼复自欲领关寇于前，行省乃假团萧为参知政事。彼复提兵讨之。团萧曰：必欲除残去暴，所不敢辞。若假以众决，则不敢受。即日引兵至临安新溪，是为入杭要路，即奋兵守之，而使进兵至教口及虎涧，遇贼，皆大破之，追杀至于前，遂复其县治。既又克复昌化县及御领关，将贼将潘大晕耳。前人。贼又有犯千秋关者，团萧还军守于前，而贼兵大至，焚以锅炉舍。团萧按军不动，左右请出兵。团萧曰：未也。遣人执白旗登山望贼，曰：贼以我为妾，必少谢，似其有奸，则挥所执旗。又伏兵城外，皆受以火炮。复曰：
见其动，炮即发。已而其动，炮发，兵乃尽出，斩首数之急。遂复千秋关。未几，贼复攻独松、百丈、幽岭三关，团萧乃先。以兵守多西。多西，三关要路也。既又分为三军，一出独松，一出百丈，一出幽岭。然后会兵倒贼巢，遂乘胜负安急，欺战。而克之，贼将以其徒来将者数百人。计数日，贼复来窥独松。团萧即以兵守苦岭及黄沙岭。贼率梅园来将，且言复有率11人欲将者，即遣偏将于司中至贼寨遇之。贼皆入暗室前役，司中持火投入室内，拔剑与众曰：元帅命我来活汝，汝复何意？已而火起，焚其寨，斥贼党散去，而引贼帅来将。明日进兵，广德，克之。有其贼与饶，持诸贼复犯徽州。贼中有道士。PG 2725，能作12礼物。团萧以兵击之，已而妖物开获，诸伏兵皆起。袭贼兵后，贼大溃乱，斩首数万级，擒千余人。获道士，焚其妖书而斩之。遂平徽州。14年，除水军都万户。俄升枢密院判官，从丞相脱征。高邮，分数盐城、兴化。贼巢在大纵，得胜2湖间，凡10有2。西剿平之。及其地筑芙蓉寨，贼入，折迷故道，尽杀之，自噬。不复敢犯。贼势袭水，渡淮北，据安东州。团萧招善水战者500人，与贼战安东之大湖，大败之，遂复安东。16年，剿平。北沙、庙湾、沙浦等寨。寻进兵4州，不利。贼乘胜东下，断我军粮道，乃回军屯北沙，粮且绝，与贼死战，凡7昼夜。贼败走，夺贼船70余，乃得渡淮、保4州。十方属宇，湖水溢。诸营皆避去，而团萧独守孤城，贼环绕数10里攻之。团萧作城。上遣偏将以其事由4门突出贼后，曰其一挥即骸。继而其动，其势骸，不促自城中出，夹击之，贼大败。然贼寨有阻西行之路，乃结阵而往，亦以其兵转战数10河，均使得。至海宁，朝廷加其功，升同迁淮南行枢密院事。团萧见议于朝，曰：淮安为南北京侯，江淮要冲之地，其地一失，两淮皆未易。复也，则救援淮安，成为急务。为今日计，莫若于黄河上下，并滨淮海之地，及南自沭阳，北抵宜莒，干于诸州县，不连。诸营每30里设一总寨，就30里中又设一小寨，使斥后锋。遂相望，而巡逻往来，遇贼则并立野战，无事则屯冢而食。然后进有援，退有守，此善战者所以常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也。又海宁一境，不通舟楫，军粮为可陆运，
而凡兵淮海之地。人民屡经盗贼，宜加存府，全令军人搬运。其陆运之方，每人行10步，36人可行1里，360人可行10里，3600。PG 2726，百人可行100里。每人赋米4斗，以加布囊盛之，用应风时。人不席间，米不着地，排列成行，日行500回，记录28里。轻行14里，重行14里，日可运米200石。每运给米1升，可供2万人。此100里1日运粮之数也。又将怀留夷之民，并安东、海宁、沭阳、赣榆等州县俱废，其民壮者既为军老。若摩所依归者，宜设置军民防御司，则军官才堪牧守者，使居其职，而及其民，以屯固地。于是练兵击鼓，且跟且战，内权。山东顽固之邦，外遇淮海出没之寇，而后恢复可图也。17年，毛贵县益都、班阳等路有直命团萧从之枢密院，是补兰西讨之。而济南又告急，团萧乃提兵援济南。贼众自南山来攻济南，望之两山皆赤。团萧按兵城中，先以数十骑挑之。贼众西来斗，其兵少却，至涧上，伏兵起，遂合战，城中兵诱。大出，大破之。而班阳贼复约泰安之党，于南山来袭济南。团萧列兵城上，伏为洞。贼夜攻南门，独以矢石御之。黎明，乃莫开东门，放兵出贼后。忌旦，城上兵皆下，大开南门合击之。贼败走，复追杀之，贼众悉无疑者。于是济南使宁照旧生怀。南行枢密院副使兼山东宣慰使都元帅，人赐上尊，金代楚毕名马以劳之。有及其功者，赠于总兵太尉钮的该，令团萧依前诏，从补兰西同征益都。团萧即出济南城，属老且病，请以其弟昂萧带领其众，朝廷从之。授昂萧淮南行枢密院判官。未几，有直命团萧守河间之长卢。18年，团萧以兵北行，且曰：我去，济南必不可保。继而济南果陷。团萧方驻兵南郫县之魏家庄，是有使者奉诏，拜团萧河南行省右丞，甫拜命，毛贵兵已至，而营垒犹未完。诸将谓团萧曰：贼至当如何？团萧曰：我受命至此，当以死报国耳。因拔剑督兵以战。而贼众突至团萧前，左而问曰：汝为谁？团萧曰：我董老爷也。众刺杀之，无。PG 2727。写唯见其有白气冲天。是日，昂萧亦死之。是闻，赠宣中守。镇保节功臣，荣禄大夫，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柱国，追封魏国公，事中定。昂萧赠推陈孝节功臣，嘉义大夫，礼部尚书，上轻车都尉，追封陇西郡侯，事中义。团萧早以儒生起家，折为能力，会天下大乱，
乃复以武功自奋，其才略有大过人者，而当时用之不能尽其才，君子习之。刘哈喇布花，刘哈喇布花，其先江西人，倜傥好义，不恃家产，有古侠世风。居燕赵有年，遂为探马赤军护。至正12年，引博道。起，朝迁以太不花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总兵讨之。哈喇布花上书陈时事，其妻严兵积极攻守方略。太不花大喜，即辟为院使。未几，奏除左右司都事。太不花以哈喇布花常为探马赤，有履历，善骑射，比统前8义军，为先锋将，名号令，性赏罚，士皆乐为之用，而料敌成败，所向无失。是时，达师巴都鲁军溃于长阁，收集散卒，复屯中牧。哈喇布花军于汴梁南彭子冈，有自长阁来者言，总兵官以为贼所败，赐中牧。哈喇布花曰：贼既捷，兵必再至，我不可不往援。遂整兵而前，继而有使持报，夜四鼓，贼从尾川渡河，未知其所向。哈喇布花曰：是必袭达师巴都鲁营耳。我行已缓，不及事，不若以精锐断。贼归路，复之必矣。于是领军徐行。天未明，伏军其归路。贼果袭达师巴都鲁营，大略辎重而回。哈喇布花伏军四起，贼大败，尽俘获之。当是时，达师巴都鲁虽以平章政事总大兵，而哈喇布花功名与之相列。17年，山东毛贵虑其贼众，由河间驱直沽，遂犯扩州，至枣陵，以而略柳陵，逼击店，枢密副使达国真战死，京师人兴大骇。在庭之臣，或劝臣于北巡以避之，或劝迁都关陕众亦纷然，独左丞相太平之不可。哈喇布花时为同知枢密院事。PG 2728。奉诏以兵拒之，与之战于柳陵，大捷。贵众悉溃退，走据济南。京师遂安，哈喇布花之功居多。哈喇布花后迁河南行省平章镇，事已卒。初，哈喇布花与信州人倪惠自孟西同事太不花为院使。惠摄书史，今文墨，积实谨明。太不花深委任之，言无不从，而哈喇布花或有所论白，多举不行，由是心嫌太不花。及太不花事败，走诣哈喇布花求援，而哈喇布花不能屈为保全，乃复太不花送京师，置之死地，君子以事少之。王英，王英，字邦杰，益州人，性刚果，有大节，履历绝人，善骑射。其父直，为举州1000户。父子皆善用双刀，人号之曰刀王。至元29年，江西行枢密院命率师南雄讨贼邱大老。贼600余人突至，因与战，杀其渠帅刘把东，获90余人。元贞元年，从左丞董事选讨大山贼刘贵，擒之。2年，讨永兴。
安抚2州贼，余党皆袭。延佑2年，宁都贼起，行省命因律各万户军讨之。贼势甚张，因屡战皆胜，斩获不可胜数，积失营业，水为不流。行省平章李世安遣因亚江浙平章张吕所领军于闽境至木麻坑，擒贼蔡无久，又追贼至上虎帐，遇贼3000余人，尽歼之。至元年，以大臣见，授中武校尉，益都资来。万户府赋千户。天历元年，授宣武将军。至顺2年，行省命因。招捕贵扬州贼张思敬等2000人。因至，不以威信，皆相率请降。元统元年，授怀远大将军，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。至元3年，万安军贼吴汝奇等作乱，聚众3000人。因至，贼皆就擒。未几，李治甫起漳州，刘虎载起潮州，诏命江西行。沈右乘燕铁木而讨之。方贼起时，因以致事，平章正事伯撒里。谓辽左曰：是虽属窃狗偷，非刀王行不可。其人虽头老，必可以一击。乃使迎制之。因曰：国家有事，吾虽老，岂可？PG 2729。作事乎？据安恒硕，精神非动，持复焉。及贼平，因功居多。至正中，毛贵县益都，因10年90有6，乃谓其子弘曰：我是受国恩，每观后路，备常享之。今老矣，纵不能事戎马，以报天子，尚忍食一性之粟以求生乎？水将不入口者数日，遂卒。毛贵闻之，使具官亲以葬。将敛，举其尸不动，焚香祝。曰：公子弘请公归葬先营。祝毕，尸遂起，观者莫不惊异。山东宣慰使仆盐不花及献司请续典于朝，有曰：不时扣诉。饿死秦权，有疑，其之封为臣之亲者也。秦权，古名殷，所居也。时抹夷孙卖李古斯。时抹夷孙，字申之，其先辽之敌列9人。武世祖曰也先。世太祖为御史大夫，字有传。也先之曾孙曰季祖，字伯善，其父职为沿海上父万户。初以沿海军分镇台州，皇庆元年，又移政务，处2州。御军严肃，平宁都寇，有战功，且明达政事，讲究严策，多合时宜。为学本于经术，而兼通民法，纵横天文地理术数方剂，是老之说，见称见深兼。以孙其子也。以孙性谨敏，是学问，于书务博览，而长于诗歌，常借敌。帝后孙应，袭父职，为沿海上父万户，守处州。及帝长，即让其职还之，退居台州。至正11年，方国征起海上，江浙行省。袭以孙守温州，以孙即起任其事。其年闽寇犯处州，复袭以孙，以兵平之。以功升浙东宣慰副使，分府于台州。请之，处之属。现山寇并起，
以孙复奉审袭往讨之，至则驻处州城，为御敌计。17年，江浙行省左丞相达时铁木尔臣至申以孙行书密院判官，总治处州，分院置于处。又以江浙儒学复提举刘基为其院。经历萧山县尹苏有龙为赵模，而以孙又辟郡人胡生，业称张毅参谋其军事。处为郡，山谷联络，盗贼凭据险阻，折窃发，不易平治。以孙用机等谋，或导以兵，或诱以计，未己皆歼。PG 2730。忝无一类。荀申同迁行枢密院事。当世之时，天下已多故，所在守将各自为计相保守。于是浙东则以孙在处州，麦里古斯在绍兴为称守。18年12月，大明兵取兰溪，且逼兀，而以孙母实在兀城。以孙泣曰：亦莫重于君亲，食禄而不视其事，是无君也。母在难而不富，是无亲也。无君无亲，尚可立天地间哉？即遣胡生等将民兵数万往复原，而亲律精锐为之殿。兵至兀，与大明兵伏接，即败绩而还。时经略使李国凤至浙东，陈至拜夷。孙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皆中奉大夫。明年，大明兵入处州，夷。孙江数十骑走福建境上，欲图报复，而所至人心已散，势不可复为。叹曰：处州，无所守者也。今吴事已穷，摩所余往，不如还处州境，死亦为处州鬼耳。既还，至处知庆元县，为乱兵所害。是闻朝廷赠推陈宣立孝节功臣，及贤大学士，荣禄大夫，上柱国，追封越国公，是中闵。麦里古斯者，宁夏人也，字善卿。至正14年进士，授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。苗军主将杨绾者在行，纵其军超略，莫敢谁贺，民甚苦之。而有至绍兴城中强夺人马者，麦里古斯擒，斩数人，苗军乃惧，不敢复至其境。麦里古斯名声遂大振。会江南行台移至绍兴，袭麦里古斯为行台政府，乃大募民兵，为守御纪。处州山贼焚掠物之永康、东阳，麦里古斯提兵往击之。与时抹夷孙约其加攻其巢穴，山贼已平。着江东联访司经历，人刘绍兴，以兵为台制。时浙东西郡县多残破，独麦里古斯保障绍兴，境内晏然，民爱之如父母。江浙省城乃呈至授行书，密院判官，分院至绍兴。会方国珍遣兵侵绍兴属县，麦里古斯曰：国珍本海贼，今既降为大官，而复来害无民，可乎？欲率兵往问罪。先遣部将黄忠取上虞、中海，请议兵。是时朝廷方以重国珍，资 PG 2731。其州以运粮，而御史大夫拜祝歌，与国珍素通贿赂，情好甚厚。愤麦里古斯善举兵，恐且生事，
即使人召麦里古斯至其私地，与季氏至，则命左右以铁锤窝死之，断其头，直侧混中。城中民闻之，不问男女老幼，无不痛哭者。黄忠乃虑其众复仇，尽杀败祝歌家人及台府官员院使，独留败祝歌不杀，以告于张氏。侍臣乃遣其将以兵守绍兴。拜祝歌寻迁行宣政院使，监察。御史真同纠言，拜祝歌因害帅臣，己致激变，不法不忠，莫思为甚。宜击诛疑典，至于严刑。于是诏削拜祝歌官职，安至潮州，而麦里古斯之冤实白。PG 2732列传第76。儒学一。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，以经义专门者为儒林，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。然儒之为学义也，六经者思道之所在，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。故今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。而文不本于六艺，又巫足谓之文哉？由是而言，今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。元兴百年，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，下及山林布衣之士，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，彬彬焉众矣。今皆不复为之分别，而采取其由卓然成名，可以辅教传后者，合而立之，为儒学传。赵父字仁甫，德安人也。太宗以未遂，命太子扩出帅师。伐宋，德安以长逆战，其民数10万，皆俘虏无疑。晋阳为中行。中书省军前，姚书奉诏及军中求儒、道、士、医、博士、凡儒。身挂服疾者，则托之以归，附在其中。书与之言，信其事矣。九族俱残，不欲北，因与书绝。书恐其自裁，留帐中共宿。既绝，月色浩然，唯请医在，据持马周号机师间，无有也。行疾水际，则见父以备发图显，仰天而号，欲投水而未入。书小矣。徒死无益，汝存，则子孙或可以传续百世，随吴而北，必可。无他，复强从之。先是南北道绝，载籍不相通，致是复以所继承，诸所着诸经传注，尽录以复书。PG 2733自父至晏，学子从者100余人。世祖在前邸，常召见，问曰：我欲取宋，卿可导之乎？对曰：宋无父母国也，谓有引他人以伐无父母者。世祖曰：因不强之事。为中文复论。亦始示其学，乃与书谋建太极书院，立周子祠，以2陈章。杨、游诸6君子配食，选取遗书8000余卷，请复讲授其中。复以周、陈而后，其书广博，学者未能贯通，乃元熙、农、尧、舜所以祭天立极，孔子、颜、孟所以垂世立教，周、陈、张诸士所以发明少序者，作传道图，而以书目条列于后，别者依落发挥，以标其宗旨。诸子门人散在四方，则以见
朱登载语的朱传文者，共50有3人，作诗有图，以喻思书之志。又取伊尹、颜渊言行，作西贤录，使学者之所向慕，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。书既退隐苏门，乃即复传其学。由是许衡、郝经、刘英皆得其书而尊信之。北方之有臣朱之学，自父始。父为人，乐义而耿介，虽居燕，不忘故土。与人交，有笃分异。元好问闻名善一时，其难归也。复赠之言，以博逆心。莫丧本为戒，以自修读，亦求文王、孔子之用心为免。其爱人以得类若此。复加江汉之上，以江汉自号，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。张，字达善，其先蜀之岛江人，蜀王乔豫江左。金华王勃的朱熹三传之学，常讲道于台之上蔡书院，从而授业。焉4、6经与孟传注，以及周、陈、张氏之为言。诸子所常论定者，弥不潜心玩所，究极根底，用功既专，久而不懈。所学亦宏深为密，南北之事，先能及之。至元中，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，言至江宁学官，比子弟授业，中州士大夫。欲书子弟以诸子四书者，皆遣从游，或辟私塾迎之。其在维扬，来学者尤众，远近熙然。尊为硕师，不敢自呼，而曰 PG 2734。岛江先生。大臣见朱朝，特命为孔、颜、孟三世教授，邹、鲁之人，服诵遗训，久而不忘。气宇端重，音吐洪亮，讲说特精详，子弟从之者，深深如也。其高帝弟子之名者甚多，甲骨之奇，阳刚中有显。5、子有经说及文集形式，吴承续其书，以为议论证，原句博贯穿纵横，俨然新安诸氏之师著也。至正中，真州守成矣。及郝经、吴承皆常留遗真，作词语四之，曰三贤词。今吕祥，字吉父，婺之兰溪人。其先本刘氏，后避吴越前。武肃王贤明，更为经世。吕祥从曾祖景文，当宋谏言，绍兴间，以孝行著称。其父母疾，斋岛于天，而灵应随至。是闻于朝，唯改所居乡曰纯孝。吕祥幼而敏锐，父兄稍授之书，即能记诵。彼常亦自策历，凡天文、地形、礼乐、田城、兵谋、阴阳、律历之书，靡不必究。及壮之相连，洛之学，是同郡王伯。从登河姬之门，姬则学于黄干，而甘卿承朱熹之传者也。自是讲贯义密，造诣易遂。时宋之国事已不可为，吕祥遂决意进取。然复其经济之略，亦未忍惧妄思事也。会襄樊之师日急，宋人做事而不敢就。吕祥因进迁至岛须之侧，请以重兵由海盗直驱燕、冀，则襄樊之
师将不攻而自解，且被续海伯所经，樊州郡县邑，下至巨阳。别物难易远近，历历可据以行。宋终莫能用。及后朱宣、张清献海运之力，而所由海盗，是吕祥先所上书，咫尺无异者。然后人服其精确。得又出以敌公郎，使管边教起之，辞服就。宋将改务，所在道起，吕祥平居金华山中，兵险少袭，则上下严谷，追逐。云岳寄情效勇，是世故薄如也。平居独处，终日俨然，至语物皆则盎然何意。训敌后学，专切无倦，而有笃于分议。有故人子作事，母子分配为例，不相知者10年。吕祥亲自营构。PG 2735。卒属已完，其子后贵，吕祥终不自言，相见劳问辛苦而已。何姬王勃之丧，吕祥虑其同门之事，以义制服，观者使之失地。子之系于长伦也。吕祥常为司马文正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秘书陈留数为外。既以记前事，不本于今，而信百家之说，是非谬于圣人，不足以传信。自帝尧以前，不经夫子所定，故也而难执。夫子因鲁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国之事，非有玉帛之史，则鲁史不得而书，非圣人比萧之所加也。况左氏所记，或确或污，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，乃用邵氏、黄及经世历、胡氏、黄王大计之力，损益折中，亦以尚书为主，下集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，表年系事，断自唐尧以下，皆于通鉴之前，勒为一书20卷，名曰通鉴前编。凡所引书，则加训示，以裁正其意，多如先所未发。继承以受门人许谦曰：二帝三王之盛，其为言一行，以后王所当法。战国深，商之术，其科法乱政，亦后王所当戒，则是编不可以不着也。他所著书曰《大学章句书议》2卷，《论语孟子集》著考证17卷，书表注4卷，迁为一家校订，皆传于学者。天历初，连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。初，吕祥既见王勃，首问为学之方，勃告以必先立志，且举先儒之言，居敬以持其志，立志以定其本，致力乎事物之表，进行乎事物之内，此为学之大放也。即见何基，基谓之曰：会之履言贤者之贤，礼遇之分，便当自经史。会之，盖博字也。当时译者以为基之清介纯14引何进，博之高明刚正四谢。上蔡、吕祥则亲德之二世，而并充于己者也。吕祥居人山之下，学者应称为人山先生。大德中卒。元统初，李仁吴师道为国子博士，遗书学官，辞吕祥于乡学。至正中，赐谥文安。PG 2736。许谦，字义之，
其先京兆人。9世祖延寿，宋刑部尚书。8世祖仲荣，太子洗马。仲荣之子曰晃、曰栋，栋由进士起家，以文章政事之名于时。晃之子时，是海陵胡院，能以师法中始者也。由平江洗物之金华，至迁武士，为金华人。复公登纯。又7年进士第，是未显一墨。迁生数岁而孤，甫能言，是母陶氏口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入耳辄不忘。稍长4立于学，历程以自刻，取4部书分昼夜。读之，虽极样不废。既乃授业经吕祥之门，吕祥与之曰：“是之为学，若吾谓之在何？昔将既佳，则酸咸顿异。子来见我矣。3日，而由夫人也，岂吾之学无以感发子耶？”迁闻之惕然。居数年，尽得其所传之奥。余书无不读，穷叹甚为，虽残文献语，皆不敢乎。有不可通，则不敢强。于先儒之说，有所谓安，亦不苟同也。读4书章句集注，有从说20卷，谓学者曰：学以圣人为准的，然必得圣人之心，而后可学圣人之事。圣贤之心具在4书，而4书之义备于诸子，故其辞曰：义广，读者安可以一心求之乎？读诗集传，有名物超8卷，正其因事，考其名物度数，以补先儒之未备，仍存其意。义旁采远源，而以己意中之。读书集传，有从说6卷，其官史有至乎己为，仿史嘉年经国纬之法，其太昊。是弃宋元佑元年秋9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卒，备其事数，总其年岁，原其兴亡，者其善恶。盖以为光卒，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，成理乱之基也。故复于续经而书孔子卒之意，以治其意焉。又有自省编纣之所为，业必书之，其不可书者，则不为也。其他若天文、地理、典章、制度、识货、刑法、自学、音韵、医经、术数之说，亦迷不该贯，旁而视，老之言，易动。PG 2737。究其韵，常谓学者孰不约辟异端，苟不深探其隐，而识其所以然，能辨其同义，别其是非也几兮。又常句斗9经，以礼及春秋3传，于其弘纲要领，错简眼文，悉别矣。千黄朱墨，亦有所名，则表而见之。其后无师道构得吕祖千典。孝以礼是谦所定，不同者实有3条而已。谦不喜经漏，所为诗文，非服役经义，张为世教，则未尝亲笔之书也。言又出，迁居东阳八卦山，学者悉然从之。寻开门讲学，远而幽，冀、齐、鲁，近而荆、扬、吴、越，皆不但百舍来受业焉。其教人也，至诚尊熙，内外单敬，常曰己有之，使人亦知之，岂不快哉？
或有所问难，而词不能自答，则为之。言其所欲言，而解其所惑。讨论讲贯，终日不倦，摄其粗疏，入于密为。闻者方亲耳听受，而其出越真切。惰者作之，锐者易之，居者开之，放者约之。及门之事，著录者千余人，随其才分，鲜有所得。然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，曰：此亦立之所由分也。迁笃于校友，有绝人之行。其处事不交于古，不流于俗。不出礼驴者40年，四方之事，以不及门为耻，近身。先生之过其乡邦者，必及其家存问焉。或访以典礼政事，迁官。其会通，而为之折中，闻者无不厌服。大德中，淫惑入难斗俱以而行，迁以为灾在吴、楚、妾身。忧之。是岁大坤，迁茂嘉吉，或问曰：岂时不足邪？谦曰：今公私匮竭，道尽相忘，无能独保邪？其处心盖如此。连访使刘廷直、副使赵宏伟，皆中州雅望，于谦身家推服论。见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义者，前后章数10上，而郡赋以一役。应诏相为代笔，请思其文衡，皆莫能治。至其晚节，独以身。人正学之众，远近学者，以其身之安否，为私道之笼替焉。至元3年卒，年68。常以白云山人自号，世称为白云先生。朝廷赐谥文义。PG 2738。先是，何基、王伯及金履降没，其学犹未大显，至谦而齐。道义者，故学者推元统序，以为朱熹之世事。将这行中书审为，请于朝，建四贤书院，以奉辞事，而列于学官。同郡朱正亨，字彦修，谦之高第弟子也。其清修苦节，绝类古笃行之事，所至人多化之。陈立，字寿翁，徽之休宁人。历生3岁，祖母吴氏口授，孝经《论语》，折成诵。5岁入小学，即涉猎经史。7岁通禁。是也。15，乡人皆师之。宋亡，科举废，立慨然发愤，致力于圣人之学，含如丸所，贯穿古今。常以为有功于圣门者，莫若朱熹氏，熹没未久，而诸家之说，往往乱其本真，乃者4书发明，书籍传纂书、礼记集义等书，王律数10万言。凡诸儒之说，有叛于诸事者，堪而去之，其为此隐逸，则隐而生之，而其所谓备者，复为说以补其缺。于是朱熹之说大名于世。言又出，诏以科举取士，吏部欲就事，有司强之，事相为众选，遂不复礼部。教授于家，不出门户者数10年。信孝友，由刚正，日用之间，动中礼法。与人交，不以事合，不以利谦。善诱学者，谆谆不倦。临川吴臣，常称立有功于诸事为多，凡
江东人来授业于臣者，尽遣而归吏。吏所居堂曰定语，学者因以定语先生称之。元统2年卒，年83。皆系司至其墓，乃与吴臣并称，曰：臣居通都大邑，又数登用于朝，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，故其道远而彰，尊而明。吏居万山间，与木石俱，而足迹未尝出乡里，故其学必待其书。之行，天下乃能知之。及其行也，亦莫之欲，是可谓豪杰之士。是以为之言。胡宜贵，字廷芳，徽州婺源人。父方平。宜贵生而隐悟，好读书，尤精于易。初，饶州德兴省贵宝，授易于董。PG 2739。孟辰受朱熹之易黄干，而宜贵之父方平即从贵宝。孟辰学长者，易学启蒙通释。宜贵之学出于方平的朱熹是元伪之政。宋景定甲子，宜贵年18，遂领相见，是礼部。不敏，退而讲学，远近师之，号双湖先生。所著书有《周易本》《易附录纂书》《本义启蒙义传》《诸子师传附录纂书》17史纂，并行于世。其同郡胡秉文，字仲虎，义名家，作一本一通。是而于朱熹所着四书，用力尤深。余干饶鲁之学，本出于朱熹，而其为说，多与熹抵伍。秉文深正其非，作四书通。凡词异而理同者，合而异之；词同而指异者，析而辨之，往往发其未尽之韵。东南学者因其所自号，称云峰先生。秉文长用见者，属明经书院山长，在吊兰西州学政。黄泽，字楚望，其先长安人。唐末书义之资州内江县。卒，葬焉，子孙遂为资州人。宋初，严节为大理评事，兼监察。御史类赠金子光禄大夫，则时一世祖也。五世祖父与二兄波魁同年登进士第，蜀人容之。父乙可，类举部第，随兄。继子观九江，蜀乱，不能归，因家焉，则身有异志，慨然以名。今学道为志，好为苦思，屡以成疾，即止复思，久之，如有所见，作颜渊仰高钻兼论。蜀人至今，必先古著书，则于民。务度数，考核经审，而义礼义宗臣，诸作一春秋二经解，二礼记四数略。大德中，江西行省相陈闻其名，授江州景兴书院山长史。时其录以施教。又为山长于弘之东湖书院，受学者益众。史事常梦见夫子，以为是然，继而屡梦见之，最后乃孟夫子首受所教六经，自化如新，由是深有感发，使悟所解经多训就说。为非是，乃作《思古吟》10章，及言圣人得容之甚，上达于文。王周公至闷即归，闭门授徒以养亲，不复言事。PG 2740。常以为去甚久远，今及残阙，
传注家律多附会，尽是儒者。又各以才识求之，故议论虽多，而今指阅会，必积成言经，有所误入，然后可以窥见圣人之本真。乃皆六经中一亿千有余条，以示学者。既乃敬务师传之旨，自言美于悠闲寂寞，颠沛流离，疾病无聊之际得之，及其久也，则豁然无不贯通。自天地定位，人物未生以前，言而下之，凡岁古之初，万化之源，载及所不能具者，皆昭若发蒙，如是诸长。然后由伏羲、神农、五帝、三王以及春秋之末，皆若身在其间，而目击其事者。于是易、春秋传注之诗、书、未决之仪、周礼，非圣人书之谤，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，皆焕然冰释，各就条理。故于易以名相为先，以因孔子之言，上求文王、周公之意为主，而其机阔，则尽在时义作、时义举要、望象变、象略、变同论。于春秋以明书法为主，其大要则在考核三传，以求向上之功，而脉络尽在左传、作、三传义立考，比消本旨。又作元年春王正月变，诸侯曲，女立子通考，鲁隐公布书及位议，殷周诸侯地辖考，周庙太庙单记何时说，作秋甲变，凡如是者10余通，以明古今礼俗不同，见虚辞说经之无益。常言学者必悟经只废诗之由，然后圣人本意可见，若意象与春秋书法废诗大略相似，苟通其一，则可触机而悟矣。又据学者的余创文，不复致思，故所着多隐而不发，乃作易学滥觞，春秋之要。世人以求端用力之方，其余理学，则为正事深而未完，王素明而实浅，作礼经复古正言。如王素混交丘废五天地，并昆仑、神州为一诏博寻言王者地其始祖之所自出，以始祖配之，而不及群庙之社，胡弘家学不信，周礼以社为纪的之类，皆引经以证其非。其便是诸经要旨，则有六经不注、底牌百家异义，则取杜牧不当言而言之意，作易经罪言。近代 PG 2741，谈思之学，推则为第一。吾曾常观其书，以为平生所见明经事，未有能及之者。谓人曰：能言俱扬，墨者圣人之徒也，楚望真其人乎？然则雅字甚众，未尝轻与人言。李寅使过九江，请北面称弟子，受易经，且将经记其家，则谢曰：以君之才，何经不可名？然亦不过彼受其意而已。若愚则于艰苦之余，乃能有见，无非少子，不敢以20年龄下其君也。因叹息而去。或问则自必如此，宁无不传之句？则曰：圣经心肺，上观天运，子以为区区人力所致耶？则家圣俱贫，且年老，不复能教授，今岁大清，
家人采木，食草根以疗饥，晏然曾不动其意，唯以圣人之心不明，而经学失传，若己有罪为大欺。至正6年卒，年87。其书存于世，者12、3。门人为新安赵滂为高第，得其春秋之学为多。萧邹，字惟窦，其先北海人，父世秦中，遂为凤原人。邹姓至孝，自为儿时，翘楚不凡。稍出为府使，上官羽不和，即隐退，读书面山者30年。至一革一，由申半以下，即卧折。以其榻玩诵不少志，于是博集群书，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算术，靡不言究。侯君谓原有天下100年，惟萧惟窦为识字人。学者及其门授业者甚众。常出遇一妇人，诗经差道旁，疑邹识之，谓曰：书无他人，独翁居后耳。邹令随至门，取家。差已长，其父后的所遗差，馈谢还之。乡人有自城中木归者，欲寇，欲加害。鬼言：我萧先生也，寇今恶事去。世祖分藩在秦，辟邹与杨公议，韩则是秦邸，邹以及辞。受陕西儒学提举，不复。沈县大臣及其家具宴为贺，使亦从事。先议邹舍，邹方汲水灌园，从始至，不知其为邹也，使引其马。即应之不惧，即冠带迎宾，从始见邹，有惧色，邹书不为意。后累受集贤直学士，国子司业，改集贤士读学士，皆不复。大 PG 2742。德11年，拜太子右御德，服病至京师，入晋东宫，书九告。为县，以朝廷时上久故也。寻以病历请去职，人问其故，则曰：在里，东宫东面，师父西面，此礼今可行乎？阿除疾贤。学士，国子祭酒，依前右御德，即坐，故辞而归。卒年78。赐谥真敏。邹志行甚高，真履实践，其教人，必自小学始为文。辞立意精深，严谨而旨远，亦以诸四为本，联络考庭为据，官府之事，悉然宗之，称为一代纯儒。所着有三理说，小学标题博论，九州志及秦斋文集，行于世。韩则者，字从善，亦凤原人。天资超逸，通道不惑，其教学者虽中岁以后，亦必始自小学等书史，或疑为灵节情。苦则曰：人不知学，白首同心，且同盟所当之，而好守不之，可乎？则游遂理学，有直问者，口讲直话无倦容。事大夫犹患过秦中，必往见责，莫不虚往而实归焉。世祖常召之父，今即不果行。其卒也，门人为服司马者100余人。侯君者，字伯仁，亦凤原人。父母早亡，独与继母居，卖辛以给奉养。积学40年，群经百世，无不焉贯，旁通释老外典。每读书，必熟诵乃矣。
常言人读书不至千遍，终于己无益。故其答诸生所问，穷所及叹，如取诸妾嗣。明正观中，学者宗之。用见者起为太常博士，后以上书50相异，不呆报可，即归修田里。君貌魁梧，而气刚正，人多言惮之，及其应接之际，则和亦款洽。虽方言古语，是所谓小者，莫不随问而答，是贤服其。博文同树，字宽甫，其先太原人。五世祖迁秦中，遂为凤原人。祖生父季先，博学能文，连西县宣抚闪佑，辟掌库要。家世业如同居200口，无谏言。述安静端宁，机旷如成人，从乡。PG 2743。先生学，日记数千言。年13，以书经魁乡校。至元间，朝廷始分6部，选名士为吏属，官陕以数贡礼曹，辞不行。人宗建作及其家拜国子司业，皆如琳琅，使3诏不起。陕西邢台市御史赵世言，请及凤原至鲁斋书院，中书奏述领教士。至可知，先后来学者代千数。言右舍科，在主乡试，人服其功。6年，以奉议大夫、太子左赞善诏，入建东宫，赐酒慰问。既而献书，历陈古义，尽开悟涵养之道。明年春，因宗继统，以即归。至和元年，拜集贤士读学士，以老及辞。数之学，由臣诸上诉孔孟，务贯家事理，以利于行。教人屈为开导，使得去向之正。性整洁，平居虽大属，不去官。代母张夫人卒，是一母如是所生。父丧，哀悔至墓疾。14。斋宿详志。常曰：养生有不备，事有可复；追远有不成，是巫神也，可患罪乎？与人交，虽外无事末，而中有神耻。礼人借罗而死，常其职，不受，曰：物之数也，何以常为？家无单食之处，而据书数万卷，贬所居曰举安。时萧邹居南山下，亦以道高当世，入城府，必主数家，是论称之曰萧同。数自荆亥，家居13年，晋声望之若景星灵凤，乡里称为先生而不幸。至顺2年卒，年78。至赠翰林直学士，封京赵郡侯，是文贞。其所着曰举安集20卷。庶弟子第5居人，字世安，幼师萧邹，若冠从庶受学。博通经史，公率子弟致力农牧，而学徒满门。其宏度雅量，能容人所不能容。常行田间，遇有窃其桑者，居人者避之。乡里高，其行义，律多画符。作字必楷整，由其门者，不为学名，而行家修焉。卒之日，门人相与议一名之礼，司事之曰晋安先生。安熙，字敬仲，真定镐城人。祖涛、傅松，皆以学行书奇。
乡人。西继承其家学，即文保定刘英之学，心向慕焉。西家语。因所居乡去数百里，因译闻西利于为以之学，深许与之。西方。PG 2744。将造其门，而因即墨，乃从因门人乌书备问其叙说。盖自应得。宋如朱熹之书，即尊信力行之，故其教人必尊诸事。然因之为人高明兼勇，其境莫恶。昔则简量合议，务为下学中。其告先圣文，有曰：追忆旧文，促究前业，洒扫应对，谨行信言。余力学文，穷理尽性，循循有序，发任圣徒，以存诸心，以习诸己，以及于物，以化于乡。其用功平实切密，可为善学诸事者。昔遭时成平，不懈仕进，家居教授垂数10年，四方之来学者，多所成就。季末，乡人为立辞于稿陈之西馆镇，其门人苏天觉为及其遗文，而于集序之曰：使西的见流士，扩之以高明，立之以奋发，则流士之学，当亦昌大于时矣。PG 2745。列传第77。儒学耳。胡长儒，字吉仲，婺州永康人。当唐之际，其先自天台来。喜。宋南渡后，以进士科发生者10人，持节分服，先后相望。曾祖丹，青州司法参军，托略豪眷，亲资及师，人以正庄称之。祖言，起嘉定甲戌进士，知福州闽县事，着行为论，其文规矩。端平、嘉定间，士大夫皆自以为不可及。其在江西幕府，平干州之南隅只顾之请，全活数10万人。复居人，淳佑丁未进士。知台州军州事，文辞政事，亦决出于四方。至长儒，其学亦大。镇、九经、诸史，下逮百事，明、末、纵横，旁行夫洛、律。令章程，无不包罗而魁序之。咸淳中，外就徐道龙为金湖四川宣府参议官，常如从之入蜀，权势第1名，受敌公郎，兼重庆府九务。俄用制使朱孙之辟，兼总领湖广军马钱粮所迁。与高鹏、李时、梅应春等，号南中八士。已而复拜福宁州卒之。命会宋王，退期永康山中。至元25年，诏下求贤，有司强起之，至京师，待诏疾。贤远。继而召见内殿，拜及贤修传，与宰相议不合，改教授扬州。元贞元年，移建昌，是陆氏阙官，袭长儒摄之。陈文海方。贵显，其家气焰熏灼，极违法，人不敢喝问，其数外门，清官道长儒即命撤之。至大元年，转台州路宁海县主簿，皆将事。PG 2746。左郎。大德丁未，浙东大昆，戊申，父无脉，名相诊死。宣慰。同知托欢察议行政荒之令，敛赋人钱150万给之，至县。
以于前25万属常如葬去，乃行旁州。常如察其有干霉疫，悉散于民。月月在至，所其前。常如报陈案进曰：前在是矣。托欢察怒曰：汝胆如山耶？何所受命，而敢无计若此？常如曰：民一日不食，当有死者，臣不及以闻，然官书俱在，可真也。托欢察虽怒，不敢问。现有童言，2少年居4其间，横出超道，为过客患，官不能进。常如委衣商人服，令仓头付。或已从，因借邹促10人蹑其后。常如至，言中人突出要之，常如方训辞以谢，邹促而急，皆陈情，彼尽逮其党治于法，夜行无余。民和逆气愤田，偶触军促衣，促斥伤民，且遂弃而去。竟不知主名。民来诉，常如扬怒其屋，谢于市，彼左右前争之。向斥者过焉，己手称快，执意所立，杖而长其气。群欲具浮屠。安宋佛书为攘其，一欲失其衣，是常如出乡，欲送之。常如以木脉至群欲合掌中，命绕佛送书如出，常如闭目叩齿，作疾。神状，且曰：吾使神监之矣。道医者行数周，脉当牙。一欲屡开掌事，常如止复之，还所窃衣。常如白氏率服归，立言。有监事屡问服者，常如曰：此意义耳。夜伏立案下，离。明出监者训之，辞越监。常如阳卫令常曰：颇闻国家有诏，何迎之？敕立促复监者东徙营，空陷而出，庭无一人。监者相谓曰：事至此，死亦无成，行将自解矣。语毕，按下立。华而出，监者惊，咸叩头服罪。永嘉明有弟执诛不摇于兄者，孰焉？兄妻爱之，待以亡于道，屡送不获职，往告常如。常如曰：尔非无名也。斥之去。未几，至道，常如搜盗诬凶手，不摇为赃，逮凶复官，立辩数服至。常如曰：尔家幸有事，何谓诬耶？兄仓皇曰：有故有之，乃帝所执者。去迟至，验之，呼其弟是曰：得非尔家物乎？帝曰：然。遂归。PG 2747。焉其行事多类此，不能尽载。延佑元年，转两浙都转运盐使。司长山场盐司臣，皆将侍郎，位上，以并辞，不复事，引行之。虎陵山以中。常如出师青田于学谷，学谷师王孟松，孟松亦青田人，传龙泉夜未道之学，未道则朱熹弟子也。渊源既正，常如亦行似。方访求其旨去，使性涵养用尽为罪切，莫存进观，超然自得。故其为人光明宏伟，专务民本心之学，慨然以孟子自诩为。孔思道之师其传，又引不倦，一时学者慕之，有如饥渴之于食。引方越大臣与郡2000石，聘至详叙，夫亦精义，还听者数百人。
常如为言，人虽最灵，与物同产，出无二本，皆悦悦。然兴起，至有太息者，唯辞章有精魄，精充玉状，依发其和平。知因海内来求者，如构拱壁，碑板昆黄，照耀四溢，苟非其人，虽一经义一字，亦然不语。相为取士，屡思文衡，贵实践。华文风为之一变。晚遇武陵，并喘上气者颇久。一旦聚酒时，与彼临别，云：将返故乡。门人有识其为义者，问曰：先生精神不衰，何为？具欲观化乎？常如曰：精神与死生，初无相涉也。就寝。至夜半，喘呼止，其子居排户视之，则正衣冠作事矣。年75。所著书有《瓦否编》《南昌集》《宁海漫抄》《延乐斋稿》。行于世。其从兄之刚、之纯，皆以经术文学名。之刚字仁仲，常备荐书。其余声音字画之说，自言独造其妙，习其书不传。之纯。字穆仲，贤纯假虚进士，见履如骨独行者，文尤明节可诵。人称之为三胡云。熊蓬莱，字宇克，豫章人。宋贤纯假虚，登进士第4人。受从侍郎，宝庆府签书判官公事，未上而送亡。世祖出的江南，竟求宋之一事而用之，由众进士，以故乡刘梦言为尚书。PG 2748。赵假虚状元王龙则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蓬莱、龙泽榜下进士，而声名不在龙泽下，然不肯表薄苟进，引处州里监，生徒受学者常百数十人。取诸子小学书，题其要领以示之，学者家传其书，几遍天下。豫章为江西会府刑中书审，题刑按察司皆在焉，凡居士官者，多朝廷民公卿，皆以宾礼严见。怜惜县之子敦为参知政事，以师李氏蓬莱，终身称门人。刘宣为题刑按察使，尤加礼敬。蓬莱和而不肆，戒而不倦，与群贤讲论。今亦无虚日，儒者贤以为重焉。会朝廷遣制书侍御史王构权外选于江西，于是参政徐衍。李氏安列见蓬莱为闽海提举儒学官，使者报闻，而朝廷以东南儒学之士为福建、庐陵最盛，特起蓬莱连为两郡教授。所至考古篆奏文字，调律吕，谐歌诗，以兴雅乐，志气定词，必则古事，学者化焉。既满考，以长格调建安县主簿，不复晚矣。福清州判官致仕，蓬莱视之，莫如也。四方学者因其所自号，称为天庸先生。每宴居，鼓瑟而歌以自乐。长者、色赋2篇。学者真传颂之。门人归之者日甚，旁尽舍皆满，志不能容。蓬莱恳为说经指文义，老亦不倦。得其所指授者，多为文人。言又出，诏以进士科取士，时科举发已久，有司贤不知其
典故以不称明诏为据，行审官主其事者，咨问于蓬莱、洞中。癸度，应以申请，四方的尊用之。即请为考试官，则曰应。试者19级无门，不可。其后江浙、湖广皆卑辞治理，请为主文，蓬莱吕往应之。即对大廷，其所选士居天下3之一焉。初，蓬莱以州里守建襄郡，而原治州官，不与社科、士、代记者右先，蓬莱吕以为言。盖蓬莱之学，诸经中3礼尤深，是以当世言理学者，咸推宗之。至中，英宗始采用古礼，清誉衮冕辞太庙，锐意于治理作乐之事，翰林学士元明善，扬言于朝，以蓬莱为鉴，未及诏而卒，年78。PG 2749。蓬莱洞旨有常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皆宾客，人人各自以得其意。有家集30卷，其大者明乎礼乐之事，关于世教，其余若天文、地理、方纪、民物、度数，靡不经究。子太古，相共进士。代表元，字帅初，一字岑伯，庆元奉化州人。7岁学古诗，文多奇语。稍长，从礼师习辞赋，折气不肯为。咸淳中入太学，以3舍法身内舍身，继而是礼部第10人，登进士以科。教授健康府。后迁临安教授，刑户部长顾，皆不就。大德8年，表元年已60余，执政者见于朝，起家拜信州教授，再调教授婺州，以及辞。初，表元敏诵记文章气伪簪而辞伪促，促必以甚，慨然矣。正起司文为己任。14明王应麟，天台书乐详并以文学师表一代，表元皆从而授业焉。故其学博而祀，其文清深雅洁，化成辅为神奇，序而始发，兼是魔化，而于脚不露，失于人者多。犹自密众，不忘许语。至元，大德间，东南以文章大家民众一使者，为表元而已。其门人最知名者曰元觉，觉之文，其体裁议论，亦取法于表元者也。表元晚年，翰林及贤以修撰，博士2职论剑，而老疾不可起，年67卒。有善元吉，行于世。当表元时，有4名人士领者，亦以文章之名云。穆应龙，字伯承，其先蜀人，后徙居吴兴。祖子才是宋赠光禄大夫，是钦中。父衍，为大理少卿。应龙又谨敏过人，日记数千言，文章有浑厚之气。应龙当以世赏补京官，尽让诸从弟，而着贤纯进士第。时甲4道当国，字义一，州谓马庭。栾曰：君故与卿中游，其孙姓见之，当处以高地。应龙惧之不见，即对策，据言上下内外之情不通，国事危急之状。考 PG 2750。官不敢至上帝。调光州定城尉，应龙曰：习无足对策，以直。
言50米远的洪雅卫，今故当耳，无愧也。沿海志志思辟，为蜀以及辞不仕，而宋亡矣。故乡刘孟言世祖，为吏部尚书，以书招之，曰：苟至，翰林可得也。应龙不答，已而起家教授历扬州，晚以上元县主簿致仕。初，宋王时，大理卿以退不任事，一门父子，自为师友，讨论经学，以义理相切磨。于诸经皆有陈说，为五经应考，盛行于世。应龙为文，长于叙事，时人求其文者，车辙交于门，以文章大家称于东南人。亦之为眉山苏氏父子，而学者因应龙所自号，称之曰龙山先生。太定元年卒，年78。郑叔孙，字景瓯，处州人。宋景定间，登进士第，至温州。乐清县，内历宗正丞、礼部郎官。至元30年，有一叔孙名鉴者，世祖召见，授集贤职学士。荀升是讲学士，又升学士。起致仕，归田里。弟陶孙，字景虔，亦登进士第，兼西乐祠。先陶孙真志，却奏对称旨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会纂修国史至宋德幼末。年事，陶孙曰：臣常侍宋，宋是年亡，亦不忍书，书之非易。以终不书，世祖加之。身应奉翰林文字，后出为江西儒学。题举：叔孙兄弟在当时，最豪博洽，儒学之士熙然推之。隆福公以其兄弟前朝事，乃至一亲赐，人以为意欲焉。叔孙所者有大义法相通赞、周易纪玩等书。陶孙有文集若干卷。陈福，字刚中，台州临海人。又清俊颖悟，读书过目折成。宋终身不忘。至元中，服以布衣上，大义统副，江浙行省。为转文于朝，属上蔡书院山长，考满，夜选京师。29年。世祖命梁岑以吏部尚书在使安南，选南士为界，朝臣见服博学。有气节，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设礼部郎中，为岑父。毕祠 PG 2751。赐五品符，配金符以行。30年正月，至安南，世子成日郡矣。忧至不出郊，遣陪臣来迎，又不由阳明中门入，曾与符回馆。至书节日郡以不停之罪，且责日郡当出郊迎诏，即讲新朝上右之礼，往复三书，宣布天子威德，辞职器状，皆服笔也。其所赠，伏羲却之。详见梁岑传中。史还，除翰林呆滞，监国史院编修官。地方欲治之要地，而廷臣以服南人，且上气颇。及继之，遂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，在迁至中衢州，所治多者善政。至满，复请为襄郡，特授奉直大夫，台州路总管府治中。大德7年，诏遣奉使宣抚巡行诸道。时台州汉、明基到晋襄、望
江浙行省袭浙东元帅托欢察儿发肃政绩，而托欢察儿护事。立威，不恤民隐，驱邪有司，动治重刑。夫曰：使无明日至。夫死不救者，托欢察儿也。遂议宣抚使，诉其不法度民事一。19条。宣抚使按时作其罪，命有司及发仓赈饥，民赖以全。活者众，而服役以此至极，卒于家，年64。夫天才过人，信任侠不羁，其为诗文，大抵任意及臣不是雕琢，有文集行于世。子构，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、致仕。女常规，是稿陈董。世凯，太常礼仪院太柱宗基之母也。莫谈，是同里韩介之行。枢密院经历监之母也。具有贞节，朝廷经表其门闾。幽州冯子正，其豪俊与弗略同，弗极敬畏之，自以为不可及。子正于天下之书，摩所不记。当其为文也，久酣而热，命士使2、3人润笔以祀。子正据案及书，虽指数多寡，请客折尽。虽是料浓郁，美如醋井，律之法度，未免乖剌，人亦以此少之。董璞，字太初，顺德人。自幼强记，笔官，诗事乐顺滋。刘道济，幡然有求道之志。至元16年，用题刑按察使见起，家为陕西之法官。未几，以亲老归养。寻召为太史院主事，附 PG 2752。辞不复。黄庆初，普年已逾80，诏以翰林修撰致仕。延佑3年，无疾而终，年80有5。普所为学，自六经、及孔、孟为言，与樊先儒所以开端。产优者，莫不言及其旨而会通之，故其心所自得，往往有融贯之妙。其事轻孝，与人交，至于贵贱，一代已成，或有犯之者，怡然不与之笑。中山王节曰：普之学，造诣既深，充养骄志。其为人，清而通，和而戒，君子人也。普家境龙冈，学者因称之曰龙冈先生云。杨载，字仲弘，其先居建之蒲城，后徙杭，因为杭人。少孤，博涉群书，为文有跌宕气。年40，不仕，户部甲国英术。建于朝，以不依诏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与修武宗实录。调管领系官海船万户府诏模，兼题控案牍。延佑初，仁宗乙科穆取士，载首印诏，遂登进士第，授乘务郎，饶州路同知符梁。周氏，迁儒林郎，宁国路总管府推官一卒。初，吴兴赵孟跳在翰林，的载所为文，即推重之。由是载之闻名，引然动经师，凡所撰述，人多传颂之。其文章亦以气为主，博而敏，直而不肆，自成一家言。而于诗有法，常语。学者曰：诗当取材于汉、魏，而音节则以唐为宗。自其诗初，亦显宋纪之漏。健康之上原有杨刚中，自治行，自幼立志操，
即为江东县。府赵模，风采凛凛，有足称者。其为文，其傲简色，动法古人，而不屑为世俗平凡语。元明善极叹异之，是至翰林呆滞而卒。有双月集，行于世。其生李环，字敬仲，同郡人，由乡共进士，类迁江浙儒学。复题举，亦以闻名江东，迂于风润，学者多传之。载与纲中同。备行而还则稍后云。刘申，字贵翁，即安之庐陵人。性隐悟，又诗赋，知字数。PG 2753。历年12，作为科场律赋论策之文，未然有老成气象，诵之。以老具公一见及以斯文之任其之。季官，重厚纯雅，素以师道。自居，教学者有法，声誉日隆。江南行御史台吕以教官管职，一意见，皆不报。身为文，根底六经，另立诸子百家，容业筋骨，而不露其戳力风发之状。四方求闻者，日至于门。其所为诗文，曰贵隐集。贵隐，生所好也。至正10年卒，年83。同郡龙人夫，字观复。刘月生，字高仲。其文学皆与生齐名，有极行事。而人夫之文，尤其意流利，所着周易集传，多发前儒之所未发。乐生用见者为辽阳儒学复题举，人夫江浙儒学复题举，皆不就。韩信，字明善，绍兴人。其先家安阳，宋司徒监事中尉中献王齐，其八世祖也。高祖左司郎中殷胄，户从南渡，家于越。姓天资谨敏，7岁读书，数行句下，日记万言。9岁通小戴礼，作大义，操笔立就，文艺苍古，老生素学，皆称一焉。及长，博宗群集，自经史至诸子百世，靡不及其精牙，究其根底，而于儒先性理之说，由深造其捆欲。其为文辞，博达俊伟，变化不测，自成一家言。四方学者，授业其门，户外之旅，至摩所容。言又出，赵以科举取士，学者多以文法为请，信与之。曰：今之贡举，昔本诸西思义，为贡举之文，不知诸士之学，可乎？四书六经，千载不传之学，自成世至诸士，发明无余韵矣，故行何如耳？有德者必有言，师之场污，执其末。是，岂有他法哉？凡经其口授指化，不为甚高论而义理自胜，不其文之功而不能不公，以应有司之求，亦未使不合其神尺也。是有一善，必为之言喻不已，即辨析是非，则亦然有不可犯之色。信出无于马仆狱，所过，富者习奸，行者必道。相夫皆叟。PG 2754。至于同治思义，咸称之曰韩先生。韩先生云：县府常举为教官，谢曰：幸有先人之壁炉可避风雨，薄田可据瞻舟，独
书底行，无愧古人足矣。录是非所愿也。受而不复。暮年月，自韬晦，然未尝忘情于私事。郡之两千石政事有所未达者，往咨访，信从容载道，动众恳请，必议者多。天历中，赵氏言以姓名上闻。后10年，门人礼其为南台监察御史，力举其行义，而信以卒矣。年70有6。卒后，南台御史右丞乐鲁不花，常学于信，言信法当的事，朝廷赐谥庄节先生。其所着有《礼记说》4卷，诗音释1卷，书变仪1卷，郡志8卷，文集12卷。当信时，庆元有承端礼、端学兄弟者。端礼，字敬书，有隐物纯笃，15岁，能记诵6经，晓悉大义。庆元字宋纪，皆尊上路九渊氏之学，而朱熹氏学不行于庆元。端礼独从始蒙亲游，以传诸氏名体达用之旨，学者极门甚众。所着有读书、功臣。国子监以班氏郡役校官，为学者士。是为衢州陆儒学教授。卒年75。端学，字时书，通春秋，登至至辛酉。晋世帝，授先居县丞，巡改国子助教。动有师法，学者以其纲。言方正，咸言淡之。迁太常博士，命未下而卒。后以子徐贵赠礼部尚书。所着有《春秋本义》30卷，三传变仪20卷，《春秋或问》10卷。吴师道，字正传，婺州兰溪人。自基幼之学，极善记览。公辞章，才思勇毅，发为歌诗，亲历俊逸。若冠，因读宋儒真。得秀遗书，乃幡然有志于为己之学，刮磨淬砺，日常阅译，常以持敬致之之说执于痛郡许谦，谦复之以礼义分书之旨，由是心智益广，造履一深，大抵务在发挥义理，而以辟异端为先务。登至至元年进士第，授高邮县丞，明达文法，力不敢欺。再调宁国路陆氏。会岁大旱，饥民养食于官者33万口，师道劝。PG 2755。大家得粟37610，以赈饥民。又言于不食者，转文于朝，得粟4万石，超38400，定赈之，30余万人赖以存活。迁池州建德县尹。郡学有田700亩，为豪民所占，郡下齐。是建德，彼师道纠治之，即为按其图籍，悉以归于学。建德素少茶，而却税尤重，民以为病，即为极言于所思，却税为减。中书左丞吕思成，是御史孔思历烈见之，召为国子助教，寻升博士。其为教，一本朱熹之旨，而遵许衡之惩法，六管诸身，人人自以为的师。丁内忧而归，以奉议大夫、礼部郎中致仕。忠于家。所着有一诗书杂说，春秋胡传复变，战国策校注，晋襄录及文集20卷。
师道同郡又有王余庆，字叔善，是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亦以儒学名重当世云。陆文圭，字子方，江阴人。幼儿隐悟，读书过目成诵，终身不忘。博通经史百家，集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医药、算术之学。宋贤纯初，文圭年18，以《春秋》中乡选。宋王隐居城东，学者称之曰强东先生。研右社科，有思强之旧事，凡一在中乡举。文圭为文，融会经传，纵横变化，莫测其牙迹。东南学者皆宗师之。朝廷数遣使持璧聘之，以老疾，不果行。卒年85。文圭为人，刚明超迈，以其气自负。于地理考核甚详，凡天下郡县严格，人物土产，悉能墨迹，如指诸掌。先属旷一日，与门人曰：以数考之，吴州20年后必有兵变，惨于5代。谏言：吾死，当葬不实之地，勿封勿树，使人不知无木，树无暴谷之患。其后江阴之乱，种木尽发，人乃服其先之。有强东内稿20卷。文圭同里有良义者，字有直，其先福州人。博洽经史，而工于文辞。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物，学徒不远千里从之。PG 2756。自文圭季卒，这以西称学术纯正，为是师表者，为义而已。义所著书有三山稿、诗序余、史传姓氏纂，又有诗传旁通，发挥诸西士之学为经。年56卒。周仁荣，字本兴，台州临海人。父敬孙，宋太学生。初，金华王勃以诸西之学主台之上蔡书院，敬孙与同郡杨觉、陈天瑞、车若水、黄超然、朱志忠、薛松年师事之，受信礼之旨。敬孙长者，意向战，上书不疑，春秋类历。仁荣承其家，学右师爵、天瑞、志、义、礼、春秋，而公为文章。用见者属美化书院山长。美化在处州万山中，人先之学，仁荣举行相迎酒礼，世俗为变。后辟江浙行省院使，省臣皆呼先生，不以利遇之。太定初，诏拜国子博士，迁翰林修撰，升级贤呆。至奉旨代4阅读，至会稽，以及作，不复还朝。卒年60。有一，其所教弟子多为名人，而太不华实为进士第一。其弟资坚，字本道，以《春秋》登延佑5年进士第，中奉议大夫，惠州路总管府判官。与其兄俱以文学名。仁荣同郡有孟孟寻者，字长文，黄岩人。与仁荣同师是杨觉、陈天瑞。孟寻讲解经旨，体认经切，物见形事，四方游从者皆服焉。不识者见其行义，属本郡学录。至正13年，以设侧御寇救乡郡有功，授登侍郎，常州路宜兴州判官，未受命而
卒，年74。朝廷赐谥号曰康敬先生。所着有姓李本志。四书辨仪、汉唐会要、七政仪解及比海杂录5。10卷。陈履，字仲仲，兴化莆田人。先世素以儒学称。吕幼孤。资秉隐逸。其外大夫赵氏学有原委，辅而教之。吕的所依，不以深业为务，唯笃志于学，于书摹所不读。稍长，复籍至温陵。从乡先生复古直游，生明日者。用见者为闽海儒学官，是御史。忠臣马雍古祖长史全南，一见其之，谓吕曰：“子，管阁器也。” PG 2757。胡为留置于此，因相免游京师。既至，翰林侍讲学士于极见。其所为文，既然叹曰：“此所谓我老将修，父子思文者矣。”及言至馆中，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，自谓的吕之助为多。禹祖常交口犹豫于诸公间，咸以为吕博学多闻，宜居师范之选。中书平章政事赵氏言右立见之，除国子助教。居3年，考满。诸生不忍其去，请于朝，再任焉。元统2年，初为江浙儒学赋。提举。至元4年，入为应奉翰林文字。至正元年，迁国子监丞，皆文琳郎。又2年卒，年50有6。吕于文，自先秦以来，至唐、宋诸大家，摹所不究，故其文典雅俊洁，必求合于古作者，不图以训示好而已。有文集10。4卷。吕平生于师友之意有笃，每感于极为知己。其在浙江时，即归田以数载，遂且代笔，请于行省参知政事备述鲁冲、清凤。书毕，请及主文相为，欲为问候记，乃充冒言属，千里访及于临川。即赶其来，留旬日而别，全邈以斯文相勉，惨然若将永绝焉。及每与学者语，必以吕为平生益友也。一日，孟吕举杯，相向曰：“吕甚思公，亦知公之不忘吕也，但不得见耳。”既而闻吕卒，即深道之。同时有陈文、陈义曾者，皆名士。文字以文，徽州人，士。至礼部员外郎。作文明洁而精深，及亦多称之。亦曾字伯夫，处州人。为人虽口迟，而精敏异常，诸经著书，多能成诵。文辞汪洋浩博，其气业如也。官至国子助教。论者谓2人皆与吕相伯仲云。李孝光，字季和，温州乐清人。少博学，笃志复古，隐居雁荡山五峰下，四方之士远来受学，名誉日闻，太不华以师。是之，南行台监察御史和辞吕荐居馆阁。至正7年，赵祯隐士，以秘书监著作郎诏，与玩者图，执礼哈郎，董立同应诏赴京师。PG 2758。见帝于宣文阁，晋孝经图说，帝大悦，赐上尊。明年，升文琳郎、秘书监丞。
卒于官，年53。孝光以文章赋名当世，其文亦取法古人，而不趋世上，非先秦两汉语，辅以措辞。有文集20卷。宇文公亮，字子真，其先成都人，父挺祖，喜吴兴，今为吴兴人。公亮通经史百事言，若冠有操行。嘉兴父名言为子。帝师夜将办，闻有叩门者，问之，乃一妇人。公亮厉声斥去之。翌日，即以他事辞归，终不告以其故。至顺4年，登进士。帝授徽州路同知务原州事。丁内监改同知于饶州事。下部与公亮出岛折印，遂已有年，民诵之，以为别驾语。社会稽县声名渊至，所活者众。审习查实松江海图田，公亮以朝夕。不长，后必一患，请一概免科，审臣从之。迁高邮府推官，谓己除国子助教，日与诸生辨析诸经，六管之事，资其逃真者，往往出为名臣。调应奉翰林文字，同知至告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以并得告。后诏为国子监丞，除江浙儒学题举，改迁岭南联访。司事以及请老。公亮平居，虽暗室，必正衣冠端坐，常携手记一册，识其编首曰：昼有所为，暮则书之，其不可书，即不敢为。天地鬼神，时闻斯言。其简斥之言如此。所著述有折桂集、观光集、辟水集、以斋诗稿、玉堂漫稿、月中行稿，凡若干卷。门人私谥曰纯洁先生。伯颜，艺名师胜，字宗道，哈喇鲁氏，历军及蒙古万户府。世居开州濮阳县。伯颜生3岁，常以纸画的，或3或6，若为卦者。6岁，从礼如寿，孝经、论语及成诵。早丧父。其兄驱出，买经传等书以资之，日夜诵不辍。稍长，授业诵尽。是见安黄坦，坦曰：此子隐悟过人，非诸生可比。因命以言为是，且明而自知焉。久之，坦辞曰：余不能为尔师群。PG 2759。今有诸子说句在，归而求之可也。伯颜字若冠，即以斯文为己任，其余代经大法，灿然有度，而心所自得，每出于言义之表。相知学者，来相直难，随问随辩，咸解其惑。于是中原之士，闻而从游者日益众。至正4年，以隐士真至京师，授翰林呆制，欲修经史。既毕，辞归。已而复起为江西联访佥事，数月，以并免。即还。四方之来学者，至1000余人。盖其为学专事讲解，而务真之利见。不屑是举子辞章，而避其错诸实用。事出其门，不问知其为博。言是学者，至于异端之徒，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。18年，河南贼蔓延河北，伯颜言于省城，将劫其乡民为15以自保，
而贼兵大至，伯颜乃渡漳北行，邦人从之者数10万家。至此，与贼遇，贼知伯颜名士，深结之以见贼将，又以富贵，伯颜骂不屈，引颈受任，与妻子俱死之，年60有4。既死，人或剖其腹，见其心数孔，曰：古称圣人心有7窍，此非闲事乎？乃纳心其腹中，腹强而掩之。有司上其事，赠奉议大夫，迁太常礼仪院事，是文节。太常侍议曰：已成。首论之，伯颜无臣守之责而死，可与江州守礼服一律，以封祭。论之，伯颜无在官之责而死，可与西台御史张环并驾，以平身。有用之学，陈琳亦不夺之节，乃古之所谓君子仁者，实以为。却论伯颜平生，修集6经，多所著述，皆毁于兵。善思，自得知，其先大食国人。国际内附，大父鲁坤，乃东迁丰州。太宗时，以才授真定、济南等路兼阙课税使，因加真定。复握职，使从儒先生问学，轻才重义，不干事境。善思生9岁，日记古今传至1000言。彼若冠，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。臣指王思廉之门，由是伯及群集，汪洋冒衍，见诸见履，皆笃时之学，故其年虽少，以为乡邦所推重。言又出，诏以科第取。是有劝其就事者，善思笑而不应。继而是御史郭思珍，翰林 PG 2760。学士陈止刘根，参知政事王世熙交章论谏之。太定3年，诏以一义真至上都，见地于龙虎台，卷欲优渥。时到剌沙丙国，西域人多赴焉，善思独不往见。到剌沙吕使人招致之，即以养亲。辞归。天历3年，诏入为应奉翰林文字，赐对魁章阁。文宗问曰：卿有所著述否？明日尽所者，帝王新法。文宗称善。诏欲修经世大典，以论议不合求去，命魁章阁侍书学士于。即欲留之，善思兼以母老辞，遂赐必遣之。复命即传旨曰：卿且暂还，行诏卿矣。至顺4年，除国子博士，丁内监，不复。后至元3年，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，即上封事10条，曰：法祖宗，揽权纲，敦宗室，理勋旧，习名器，开言录，复科举。罢庶军，议行章，宽进往。时奸臣变乱呈现，地方虚己以听。善思所言，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者。是御史赵承庆见之，叹曰：御史言及此，天下服也。期里有执政陕西行省者，自为非道，善思发其罪而按之，则弃职业遁。会有诏勿逮问，然由杖其私人。即分巡云南，按省臣之不法者，其人即解印已去。远藩为之赠送。乡汉流民聚居宋之绍西府故地，至数千户。司开严谨，自乡部署，
往往结囚徒，杀寻卒，善思乃擒其魁，而弑其党。复上言：少息土饶立后，流户日增，若以其人散，还本籍，恐为边患，宜设官府以辅定之。召集其弟至少西宣府司。3年，除迁浙西肃镇廉访司事及按问都转运言使、海道都万户、行宣政院等官赃罪，浙右郡县无敢为贪墨者。父以浙右诸僧寺私币华民，有所谓道人、道民、行同者，类皆读常伦，引徭役，使民力日耗，弃刊嘉兴一路，为数以2700，乃建议请乐归本族，比公王父，数以少宽民力。朝廷视之，即者以为令。4年，改迁浙东肃镇廉访司事，以并免归。PG 2761。善思历官台县，所至以李渊则务为己任，平反大辟之狱，先后甚重，然未尝顾出人罪，以示私恩。常与五府官绝狱咸宁。有复送俄者，与邻人通，邻人谓俄曰：“我将杀儿夫。”俄曰：“张子闻行且杀之。”明日，夫果死。既到数日，俄使以张子文告其姑。五府官以为非共杀，且既经设诱，宜视之。善思曰：“张子文以为俄故许之矣。且俄夫死即寻，乃使言之。是俄与张同谋，度不能终隐，故发之也，岂设可释哉？”书密判。官曰：“平反活人，应得也。欲使物职常法。”善思曰：“是。为故出人罪，非平反也。且公欲种应得于生者，奈死者何？”乃独上议刑部，促正俄罪。其审刑当罪多类此。至正4年，除江东肃镇廉访副使。10年，召为秘书少监。议至何事，皆辞疾不复。11年，卒于家，年70有4。25年，皇太子辅军纪宁，承制封拜，赠嘉义大夫、礼部尚书。上卿车都尉，追封衡山郡侯，谥曰文孝。善思遂于今，而易学尤深，至于天文、地理、中律、算术、水利、旁及外国之书，皆究极之。嘉平、詹周或不记。其考定经传，常自乐也。所著数有：四书缺仪、五经思问、基偶阴阳消息图、老庄经义、正阳风土记、续东阳志、重定河防通义、西国图经、西域异人传、今哀宗记、正大诸臣列传、审听要诀及文集30卷，葬于家。PG 2762。列传第78。梁立一。自古国家上有宽厚之君，然后为政者得以尽其爱民之术，而良立兴焉。班固有曰：汉兴，与民休息，凡事简易，敬往疏阔，以宽厚清净为天下先。故文、景以后，循例辈出。其言盖实当时之治体矣。元初风气治时，与汉初相似。世祖实力各道劝农使，又用武士恪守令，以劝农系其贤。故当世时，良吏斑斑可见，亦宽厚之效也。
然自中世以后，寻梁之政，史事缺于记载。今据其事迹之可取者，作《梁立传》。谭成，字彦卿，德兴怀来人。父资荣，今末为交城令。国兵下和硕，乃以县来复，赐金符，为元帅左都监，人兼交城令。未几，赐虎符，行元帅服事，从公便有功。年40，一病举。弟资用自代，资用卒，承袭职。陈又隐命，为交城令10年19。有闻谷水，分盖交城田，闻杨郭率专其力而验之，宋者泪碎。莫能直，臣者以力，令决水，均其力于民。豪民有持力短长为奸者，察得其主民，皆以法治之。遂以为及民户，有司多矣。夫克战疾，及征赋，逃窜殆尽，官为称代，积袭数倍，民无矣。常臣入境，因中书耶律楚材，面陈其害，太宗恻然，为免其不。其私赋者，年虽多，袭取备而止，亡民能归者，复3年。PG 2763。诏下，公司辨之。人子，复大及其民，臣尽削交城之不土著者，复以10级。贾婴，世祖还自大礼，臣进谏，留藩府，凡遣使，必以臣协，而以其弟山父为交城令。时世祖以皇帝开藩京兆，总天下兵。遂丁巳，有兼之者，宪宗疑之，遂解兵柄，遣阿兰达而往。京兆，大集官吏，至纪举142条以考核之，罪者甚重。是祖每遣左丞阔与陈周旋其间，以弥缝其缺，及侵入朝，是乃是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擢怀梦路总管，而赐金符，换金虎符。岁旱，令民凿塘温渠，引沁水以盖田，民用不饥。教之种直，地无一例。至元2年，迁河南路总管，改平滦路总管。7年，入为司农少卿，而出为京兆总管。居1年，改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，谏言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。宜令明年45，子听娶妾，以为宗嗣继。朝廷从之，遂者为令。四川迁省盐中范守成都，为宋江斩万寿所败，退保子成。世祖命臣代之。至则葬报骸，修坟室，赈积贫，及不亡，民兴。稍安。会西南夷罗斯内附，帝以辅兴国夷则文武全才，遂以成为副都元帅，同知宣慰使司事。比至，以急卒，年58。世祖常与太保刘秉忠论一时牧守，秉忠曰：若行之章庚，怀之坛臣，何忧不至哉？有显宣府大名，常为诸路总管。求虎符宣麻，臣至中书辞曰：皇上不识坛臣耶？乃为显所。中书特为去之。其戒如此。子克修，历湖北、河南、陕西3道提刑按察使。许为真，字周卿，遂州人。至元15年，为淮安总管府判官。属县盐城及丁西厂，
有2虎为害，为真莫倒于神祠，一虎去，一虎死祠前。境内汉皇，为真倒而与，皇一袭。是年冬，无雪，父老言于为真曰：冬无雪，民多疾，奈何？为真曰：吾当为尔倒，已而雪深3尺。朝廷闻其事，方欲用之而卒。PG 2764年44，子婴，许吉，字公度，太原兴州人。又从元御学，年15，已儒。生中祠复选，河东宣抚司右举及贤良方正孝廉。及至京师，平。张王文统命为中书省院，以部任部书辞，改之印。丞相安同、左丞许衡生器重之。一日，从省成立殿下，世祖见其美然魁伟，问曰：汝秀才耶？即顿首曰：臣学秀才耳，未敢自谓秀才也。帝善其对，授中书省价格库管钩，兼承发司事。未几，历大司农司，以及为劝农副使。时商挺为安西王相，御于途。即因言，今赵之西，荒野数千顷，宋今皆长至屯，如牧民。立屯田，遂可得谷，给王府之需。挺以其言入奏，从之。3年，屯城，果获其利。寻配金服，为陕西道劝农使。至元13年，宋平，帝命平章连西县行中书于京南府，以即为左右司员外郎。京南父老于金帛求见，即曰：汝等以为大元明矣，今致力以辅自汝辈，悉用金帛以求见。明年，擢领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。武冈父名有殴死出征军人者，应以家财之半诱其殿者，代己款服。即审得其情，是殿者，系复名，人服其名。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，行省命招讨郭昂讨叛贼董。其兵士俘掠甚众，及寻究的良民600口，遣还乡里。23年，授忠义大夫、徽州总管。桑歌吏尚书、会稽天下钱粮，参知政事新都、户部尚书王巨纪，以示客包，遣力争。徽州民超，多书2000锭，巨纪怒其少，欲更1000锭，即议巨纪。曰：公欲百姓死耶？生耶？如欲其死，虽万锭可争也。巨纪怒解，徽州赖以免。即考满去。徽之鸡西，设县民科38。汪千石等，因遂击祖显为寇。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，相距7月，乃使人谕之。38等曰：但得许总管来，我等皆降矣。行省为议召即至，命往招之。即单骑驱贼累，众见即来，皆拜曰：我公既来，请属榜以复我。即白教化，请退军一舍。PG 2765听其来降，不听。会以参政高兴待教化，即复以前言告之，心从其计，贼果降。24年，授太中大夫、东平总管，谢氏2年卒，寿70。11子，余庆、重庆、
于失其名。田资，字荣甫，开封人。至元2年，由汴梁路总管府知事，入为御史台院。12年，拜监察御史。13年，宋平，资建言。江南兴复，民情未安，加以官吏轻于，宜例行御史台以正之，诏从其言。遂超拜行御史台侍御史，历两淮盐运使和南路总管。大德2年，迁浙西廉访使。有县尹张玉者，被诬以赃，欲臣咨审之，但俯首泣而不语。咨以为疑，明日斋木。议城隍辞导曰：张玉做事有冤状，愿神相咨，明其诬。首庙道士进曰：囊有王臣等5人，同持事状到此坟岛，火未尽，而去之。尽中得其遗稿，今葬于壁间，岂其人耶？是之，果然。明日，亦县司节臣等不服，因出所得火中事状视之，皆今恶伏孤张玉的事。10年，改济南路总管，巡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。时陕西不语3年，到过西岳，因导曰：咨奉命来参省事，而安西不语者3年，民饥而死，咨将贺归。愿神降甘泽，以服梨树。道官，果大雨。咨即开仓，以卖5000余石给小民。知无种者，彼来遂收成以长官，名大悦。未几，以急促于位。赠通奉大夫、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追封开封郡公，谥庄肃。保天章，字君章，洛阳人。父世昌，是今为河南孔目官。宪宗南征，率众款赋，授政府，统民兵2000户，升征定路管民万户。宪宗6年，及河北民袭河南者3000余人，彼专领之，遂加变。天章又隐物，常负直器，读书史，时成败大体。至元中，为南京府使。时河北饥民数万人，及河上遇难喜，有诏令民复夜勿渡，众汹汹不肯还。天章虑其身变，劝总管张国宝听其度，国宝从之，遂已无事。河南按察副使陈思廉察其嫌，辟为 PG 2766。县使，升文议者。后为中台院，有事御史以示贪财，御史发其赃，天章主文读，未及奏，故为所赠，具居内廷。御史对石碑。艮，天章问故，御史曰：吾老，为一女，心怜之，闻无戏。不食数日矣，是以悲耳。天章曰：此直义也，奈何为儿？女子弃耶？御史惭谢。阿见元冕。丞相顺德王当国，卓院中。书为题控，事有可否，必立辩。他相怒，天章言不至，王进从其意，且曰：愿能如是，无复何忧。大德4年，为工部主事。魏州有流帅者，豪夺民产，吏部感觉，审袭天章往训之，帅服，田径归民。大德5年，以书密。大臣按伯见，授都事，赞其府。引荐，赐锦衣、安佩、弓刀。
后以护从劳，加奉训大夫，赐谥彦福2袭。至满当代，书密陈，奏留之，特以其代为增援。武宗时，迁宗正府郎中、尚书省吏，迁刑部郎中。是盗贼充斥，时役犯者并家属咸服青衣巾，以别。明武，天章曰：者伊塞路，秦必也，上足法耶？相恶而止。有告诸侯王谋不轨者，敕天章训正之，赏赖优渥。尚书省臣的罪，仁宗召天章入见，时兴圣太后在座，帝旨曰：此不贪贿，不天章也。因问今何官？天章对曰：臣待罪刑部郎中。复问谁所见者？对曰：臣不才，勿蒙着用。帝曰：先朝。以谢仲和为尚书，卿为郎中，皆正卿谏也。汝宜奉职务待。即以中书刑部印章付之。既逝世，入境，赐九龙服弓及锦衣3袭。后被命至反狱，帝故左右曰：君章连胜人也，必得其情。天章承命，欲赖不冤。皇庆初，天章为归德之府，少农兴学，复河渠，河患岁米。时群盗聚要津，商旅不通，天章请100数人，西者以训，道为止。袭升浙西道廉访副使，道任月，以更田制，改授饶州路总管。天章既至，听民自时，事无苛扰，民大悦，版籍为轻。省臣董田氏，妄作威服，郡县真录之，既免遣，饶独无有。省 PG 2767。臣贤之，江中以为法，求其罪无所得。现以诬告，天章即发令。正之，辽左持不可。天章曰：民机如是，必似得请而后正。民且死矣。师生之责，无独人之，不以类诸君也。尽发葬矣。正之，民赖全活。其邻是魔所顾虑若此。火炎饶之东门，天章据衣冠，向火拜，是岁袭。名山有虎为报，天章疑文山神，立捕获之，以至行第1文。升广东廉访使。先是，豪民滨海晏，专商博以设立，类政以录制不问。天章至，发卒绝去之。岭南的素无兵，天章至，使有兵，仍为天章正化所制云。寻起致仕。天历2年，蜀兵起，荆楚大震，复拜山南廉访使。人谓公老，必不行矣。天章曰：国不方坚，吾年80，恒惧福祸死。所尔，敢避难乎？遂行。至则立封记，亲吏治，州郡肃然。是时，谷价享勇，乃下令勿损谷价，听民自便，于是舟车征集，米价顿减。复指县司赃罚库民钱不输于台，留用政绩，欲使治。民遮道称颂。会诏3品官盐时政得失，应列上20事，凡万余。言目之曰：中兴记治策，皆忠实并。因自隐去，既归便，以余禄失其阻挡，家无旦处。天章处之，晏如也。至顺2年卒。
赠通义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卿车都尉、河南郡侯，是镇县。PG 2768。列传第79。梁立二，耶律伯坚，字寿之，环州人。气豪侠，喜与名士游。用剑，举入关，为工部主事。至元9年，转保定路清苑县尹。初，安肃州苦徐水之害，诉于大司农司，大司农司欲夺水故道，导水。使东则清苑尽也，地势不利，果导之，则清苑被其害，而水亦必反故道为灾。伯坚陈其行事，图其利害，要大司农司官。及郡守行事可否，是遂得矣。县西有塘水，盖名田甚广，世家。据以为卫，民以失利来粟。伯坚命毁卫，绝其水而筑之田，许以盖田之逾越，乃得堰水至卫。人以其事闻于省部，者为定制。现居南北之冲，遂为亲王大官至公帐于县西，现以10月成制。明年复撤而兴之，立得并院轻于，其费不资。伯坚命筑公馆，以待公帐，其必遂绝。凡郡府复议，于县有重于他县者，则曰：宁得罪于上，不可得罪于下。必议府力争之。在清苑4年，明卿待之如父母，彼去而犹思之，历时颂其德焉。擢为恩。周同之。段直，字正卿，泽州晋城人。至元11年，河北、河东、山东盗贼充斥，直据其乡党族属，结垒自保。世祖命大将略的进城，只以其众归之，幕府承制，属直隶州元帅府右监军。其后论功行赏，分土士守，命直配金服，为泽州长官。则民多弊。PG 2769。兵未还者，直命及其田庐于亲戚邻人之户，且曰祀业主。至，当息而归之。陶民闻之，多来还者，命归其田庐，如曰：民得安业。素无产者，则出粟赈之，为他郡所俘掠者，出财购之，以兵死而暴露者，收而易之。未己，则为乐土。大修孔子庙，割田1000亩，制书万卷，迎如是李郡民为师，以招言四方来。学者不5、6年，学之士子，以通经备选者120有2人。在官20年，多有会政。朝廷特命提举本州学校士，未拜而卒。安都剌，字瑞之，凯烈士。祖阿斯兰，常从大将阿术伐宋。是至济宁路达鲁花赤，子孙因其名兰，遂以兰为氏。安都剌通经史，兼习诸国语。成宗时，为翰林院札耳理事，直书至告。会有指命书藩王天立圣旨，安都剌曰：此旨非为有亏国体，行且为民殃矣。帝闻之，谓近臣曰：小吏如此，真难得也。是乃止。寻授应奉翰林文字，凡蒙古传记，多所校正。深呆。至十方选手令，除辽州达鲁花赤，以罪文，赐上尊名币，除。
即贤直学士。至顺元年，迁襄阳路达鲁花赤。山西大饥，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为变，袭守武关。安都拉厌其良民，折听其度。官立曰：得无为上令乎？安都拉曰：无妨间耳，非仇。良民也，可不开其生路耶？既右主周以食之，所活数万人。又陈临汉水，遂有水患，为驻堤城外，遂已无余。元统2年，除益都路总管，俗破汉辖，而安都拉务兴学校，以平易治之。有上马贼白昼劫人，久不能捕，安都拉生擒之，其党陆宣卫使罗郭乌以网堪，纵其贼。以而贼劫河间，复被获，乃尽书其情。而安都拉之乌石白，彼在任议考。亲王买奴镇益都，其府属病民，安都拉才易之，民以无扰。至正6年卒，年70。子谢彻监，同知新豫州事，以孝称。杨景行，字贤可，即安太和州人。登延佑2年进士第，授赣州路会昌州判官。会昌民素不知井饮，及于河流，故多疾痢。PG 2770。不知陶瓦，以茅覆屋，故多火灾。景行教民穿井以饮，陶瓦以代茅茨，民使免于疾痢火灾。豪民10人，好食虎，干政害民。西补治之法，乃创学舍，李师儒，劝民斥于田以善事，咸颂之。身遂甚。调永兴州判官，奉郡府命，和民田租，除谶粟币，兼妻不容，系民赖焉。改江西行省赵模，转抚州路宜黄县尹李白渊遇之不决者数10事。升抚州路总管府推官，发至监府郡，无冤狱。今西县民讨甲，后积而凶险，常屡诬陷其县长力罢去之，由是官吏为其人，不敢节制，陶遂暴横于一郡。景行至，以法痛审之，徙500里外。今西豪僧云著，发人种木取财物。事决，官吏受贿，缓其狱，景行即按之，僧以会动之，不听。乃录当道者，以为与汉之，亦不顾，促治之如法。由是豪华平。既良民获安，转湖州路归安县尹，奉行省命，理荒田租，民无其弊。景行所历州县，皆有会镇，所去，民皆立时颂之。乙翰林呆至，朝列大夫致仕，年74卒。林兴祖，字宗启，福州罗源人。至2年，登进士第，授陈侍郎，同知黄岩州事，3000而知千山州。千山素多造伪钞者，豪民无有闻为之魁，远至江淮、燕蓟，莫不行使。有闻奸侠悍，至因伪造致富，乃分遣恶少40-50人，为吏于有司，似有狱。告知者，则先是枪之，前后杀人甚重，夺人妻女11人为妾。民离其害，咸冤不敢诉者10余年。兴祖至官，曰：此害不除，何以牧民？即张榜尽伪造者，且立赏牧民首告。
而有告者至。杨以不实斥去，又有告或伪造二人并赃者，乃居之，款成。有文字至官，为之营救，新祖命并执之。须臾，来诉有文者100余人，则其重罪1、2事居之，欲立据，逮捕其党200余人，悉治之法。民害既去，政声极盛。将这行省丞相别而切不花见诸朝。升南阳知府，改建德禄同知，俱未任。至正8年，特指迁为道州路总管，行至城外，壮贼已破其后，相去仅20里。时湖南 PG 2771。副使哈喇铁木儿屯兵城外，闻贼至，以伐军需，欲退兵。新祖闻，即夜一说留之。哈喇铁木儿曰：“明日的钞5000锭，铜盾500，乃可破贼。”新祖许之。明日府入城试事，即以恩信劝。欲言商，待钞5000锭。且取郡楼旧铜板为盾，日中皆备。哈喇铁木儿的钞盾大喜，遂留为御贼计。贼闻新总管至，1日聚500盾，以为大军且至，终系遁去。永明县动摇屡窃发为。民害，新祖以手绑御之。皆曰：“临总管廉而爱民，不可犯也。”3年不入境。春旱，重拾麦苗，新祖为闻导之，大雨3日，虫死而麦忍。以而罢新作，正平伐，轻徭堡敛，郡中大治，县司考克以道州为罪。以年老致仕，终于家。关英奴，字智能，唐兀人士，居新州。登泰定4年进士第，由户部主事，再转而知归德府。廉明刚断，发志如神。民有贤冤不止者，虽数10年前事，皆千里奔走来诉。关英奴立为否决。旬日西侵。张德复上任甲，抵睢阳、闾弼，令系以剖之，任矣。怒殴系，惊速而死。系有妻王氏，妾孙氏，孙宿于官，官立纳。任会，谓系非伤死，反抵孙罪，治之狱。王来诉冤，关因奴隶。破谢出孙于狱，忽抚须与之曰：“吾为文具相避，若为吾以系。”是导诸城隍神，令神显于吾。有虽阳小吏，亦欲系事，谓官。因奴言明，且据神显其事，乃以任所录抄陈守曰：“系时伤死。”任录上下逆其时，无益的录，敢易守。于是罪任伤而弑孙妾。宁陵豪名杨甲，素世王以田3顷，不能得。执王以击挟其妻救。时淮南，而王得即死，其妻还，则田为杨据矣。王妻素之官。杨行贿，伪作文凭，曰：“王在时已授我。”关因奴令王妻婉。杨同就崔府君神祠执之。杨具神之灵，先其以杨九美屋主神。误谢其事，即王与杨一辞执之，果摩所显明。关因奴疑之，召乌诘问，乌吐其实曰：“杨以杨九美我主神曰：我实具王田，信神勿谢也。”关因奴因训的其实，作杨罪，归其田王室。
，PG 2772。则神而彻其辞。亳州有黄石明河，观音奴以示至亳，名以黄素。力取黄象天助之，以水盐碎而饮，是岁黄不为灾。后升为兜水监官。周自强，字刚善，临江路新豫州人。好学能文，练于历事。以文法推则为例。太定间，广西动摇反，自强往见姚裘，说以祸福终其要害，姚裘立为罢兵，供方物，纳款请命。是闻于朝，特旨抄授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事，转饶州路经历，迁婺州。路义乌县尹。周知民情，而信度宽厚，不为客深。民有以争讼。诉于庭者，一见即能知其曲直，然未具加以行则，必取经典中语，反复开辟之，令其诵读讲解。若能悔悟守时，则原其罪。若迷谬护恶不圈，然后神之以法不少待。民畏且爱，欲诵顿习。民间田税之极多失时，以故差徭不平，自强出令吕母和之，民不能期，文不仅仅可考，于是赋役平均，平复乐业。其听诵绝。欲物无顿情，侠力欲以片言期获之不可得。由是政治大行。声誉极盛。不识者数以连能举于朝，选授抚州路京西县尹，皆奉议大夫，正记阅者。以亚中大夫，江州路总管治事。白景亮，字明甫，南阳人。明法律，善书算。由征东行省。一时有劳，超迁南恩知州，升免阳府尹，奏罪于朝，特授衢州路总管。先是为郡者于民间徭役，不尽孝田亩以为责，立的并愿高下其手，富民或忧有余力，而贫弱不能胜者，多致破产失业。景亮深知其弊，乃使何晏田亩以均之，亦之轻重，一事田之多寡，大小家各使得宜，贤便安之，由是民不劳而事亦极。他郡亦皆取以为法。郡学之政久持，从祀诸贤无塑像，诸生无领善，祭服乐器有缺，景亮皆为备之，如封大正，尽声称颂焉。景亮性廉洁勤苦，自奉甚薄，期有简约，唯以托宿对犯而已。不识者常上其事，特诏褒美，赐以公瑾，改授台州路总管。卒于官。PG 2773。王艮，字止善，绍兴诸暨人。上气节，读书务明理以致用，不苟事言说。淮东联访司辟为书吏，迁淮西。会吏阁南侍，9。为吏于两淮都转运盐使司，以岁月及格，授泸州路事判官。淮东宣慰司辟为令史，以廉能称。在调峡州总管府之事，又辟江浙行省院使。会朝廷复立诸事博司，更从省官至泉州、建言。若买旧有之船以付帛商，则废省而公一级，且可决官吏亲戚偷客之弊。中书省报如更严。凡为传六宗，省官前50余万名。历建德县尹，
除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经历。绍兴路总管王可敬以忌口食言不便，常言于行省未报，而克敬为转运使，即意欲稍损其额，以疏名利。举之者以为有成疾不可改，更易。然曰：民食寡而强富多民之前，今死，喜以众矣，故众改成。及而亲弃民命乎？且这右之郡，商贾浮凑，未尝以口计也。宜其所负散于商旅之所据，实为良法。于是亦遂减绍兴食盐5600银。寻有复排前议者，更欲辞职去。丞相闻之，即遣刘艮，而议遂定。迁海盗漕运都万户府经历。绍兴之官粮入海运者10万石，城距海18里，遂令有司居民船以备短送，力须的病院以虐民。及至海次，主运者又不及受，有折缺之患。更直言曰：运户既有官复之职，何复为事纷纷也？乃责运户自载粮入运船。运船为风所败者，当何时除其数？遗文往返，连数岁不绝。更取力独批阅，即除其粮52800石，超250万民。运户乃免于破家。迁江浙行省检校官。有意中书诉松江富民包引田土为粮170余万石，杀荡为超500余万民，一力官府纠察收追之。中书宜行省议，遣官验事，而松江独当19。更至松江，调城曲折，以破其狂妄，言其不过欲耸朝廷之听而报诉愿。PG 2774。且既创立衙门，为剿民绝技耳。万一民心动摇，患身不测，岂国家培养根本之策哉？更言上，是遂请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，及知安抚有小吏，污民妻隐贵，计田租9000余石，出职8家，前后数10年，株连至1000家。行省数遣官案问，力以服其虚狂，而有司喜公绅士者，复乐其民报。合征粮600余石，县司原照条革去，终莫能止。更道官守言，是州之粮，比原经理已增1100余石，岂复有欺隐诡计者乎？准县司所拟可也。行省用更言，悉捐之。更在任岁余，以中县大夫、淮东道宣慰副使致仕。卒年71。卢其，字希涵，惠安人，登至正2年进士第。12年，烧。迁至永春县尹。始至，正机警，指横脸，均复议，减口言100。余尹捐包银阙铁之无真者，以而宋袭民安，乃兴学宫，言诗。如刻子弟，阅书记考，文风熙然。林毅先由道发，其事在意境。道遥见之，迎拜曰：“此永春大夫也。”为大夫百姓者，何信之？大乎！吾亦常乃以报独驱我，故至此耳。其因立马欲以祸福，众皆投任硕，请复其求以自兴，其许之。求至，其谢宋帅府，自是威惠行于境外。13年，全郡大饥，
死者相整疾，其能行者，皆老幼服邪，旧时咏春。其命分诸浮屠及大家史实之所存活不可胜计。14年，安西寇数万人来袭咏春。其文诏议明谕之曰：汝等能战，则与之战；不能，则我当独死之耳。众皆感愤，曰：使君何言也？使君父母，我名赤子，其忍矣。父母必贼邪？且彼寇方将掳掠我妻子，焚毁我室庐，乃一生仇也。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，使君其勿以为忧。应踊跃争奋，其虑以攻贼，大破之。明日，贼复倾巢而至，又破之。大小30余战，斩获1200余人，而一民无死伤者。贼大怒，遂遁去。时兵革四起，列郡皆汹汹不宁，独咏春晏然，无一成平时。16年，改调宁德县尹而去。PG 2775。邹伯言，字从吉，高唐人，为建宁崇安县尹。崇安之为邑，区别其土田，名之曰兜者50，50兜之田上送官者为良六。千石，其大家以50余家，而兼5000石，细民以400余家，而合1000石。大家之田，连跨数兜，而细民之粮，或仅生禾。有司常以400之细民，配50大家之邑，故贫者受1旬日，而家已破。伯言曰：贫弱之受困，宜至此乎？乃取其粮籍而分。既从，有粮1石者，受1石之邑；有粮生豆者，受生豆之邑。田多者受数兜之邑而不可辞，田少者称其所出而无幸免。平因无告之名，使得以休息。崇安复义之君，遂为四方罪。亦有宋赵卞所凿沟，盖民田数千亩。岁久，沟因而田废。伯言修长沟10里，绕峰数碑，类石以为固，沟西复变一计，而田为常忍。民赖其力。安庆路长的造伪超者，遣促谢其求至崇安，求其党，而执之，求与促结谋，望封入良民家肆虐。伯言补训得其状，即职而归诸安庆，自是伪造之连逮无滥及崇安者。于是行省帅府，御史县府咸举其能，选调漳州路判官刘秉直，字清臣，大都武清人。至正8年，来为魏徽路总管，平徭役，兴教化，敦四民之业，崇五土之利，养鳏寡恤孤独。贼劫及县民张巨超1200定而杀之，贼不获，秉直惧。辞至岛城黄祠，而使人肆于死所。忽有村民阿连者，战不仆的。据言贼之姓名及所在，乃命未袭之，果得贼于变，遂正其罪。秋7月，虫鸣生，民患之，秉直倒于巴剌祠，虫皆自死。遂大饥，人相食，死者过半。秉直出俸米，倡富民分粟，馁者食之。病者与药，死者与棺以葬。天不雨，何且告？秉直亦乘北太行。知苍玉神祠，
据此其柱，有青蛇蜿蜒而出，观者异之。此神而还，行疾数里，雷雨大至。至满，以亲老，去观侍养。许义夫，砀山人，为下邑县尹，每亲邑乡社，教民稼穑。见民勤谨者，出己奉赏之，怠惰者罚之。3年之间，境内丰足。PG 2776。后为封丘县尹，直至正4年大饥，盗贼群起，超掠州县。义夫闻贼至晋境，乃单马出郊10里外迎之，见贼数百人，义夫立言。封丘县小民贫，皆以金黄逃窜，幸无入无境也。言辞怨款，贼遂他往。封丘之民得免于难。PG 2777。列传第80。忠义一。李伯温，守贤之孙，构之子也。长兄为泽，怀远大将军。平阳征行万户，赐伯通。遂甲戌，锦州张志叛，国王穆华黎命。及之，大战城北，伯通死焉。伯温行平阳元帅府事，镇青龙堡，专任东征。知平阳以县，帝手中备职，选骁勇拒守，久之，今人进锐来攻，守卒夜多遁去，李成开水门导敌入，伯温登叠楼。谓左右曰：吾兄弟仗节拥辉，受方面之计，今不幸失利，当以死报国。吾弟已被职，我不可再辱，汝等一字逃生。士卒皆犹豫不忍去，伯温即拔剑杀家属，投井中，以刃直柱，刺心而死。今人登楼，见伯温抱柱如身，无不嗟叹。子守正，自幼时常职于穆华黎，后为平阳守，活俘虏甚众，以功授迎亲荣禄大夫、河东南路兵马都元帅。遂更营，上党。晋阳河兵攻汾州、江县，守正以义复原，众寡不敌，别遣老弱100人，夜兴阳城，多张旗帜，敌惧，遂解去。汾人持牛酒迎考，者道不绝，且弃谢曰：幸攻完释州，得甚大，愿奉释州以从。关中兵屯吉州，求领洋铁枪以数千人叛，守正出兵擒之。宣陈据袭州，守正往击之，终使伤卒，即归，疮甚，会惊人完颜。何达攻平阳，守正果疮战没。大帅以其兄守中代之。守中官至迎亲荣禄大夫、河东南路兵马都元帅，兼知平阳。PG 2778。府事任武东，平阳公胡景山以青龙保将，常从攻益都、北海。军将彭至、孙承兼据益州叛，守中闻之，常驱抵城下，力战，复之。丁亥夏4月，金戈石列征袭击平阳行营，招讨使全国王按察。而于洪洞，守中出援之，会于高梁，失溃入城。平阳副帅加谷，常得前线东门以纳精兵，城遂陷。今人执守中治变，又以高爵。使将守中骂之，与恶。今人怒，至守中铁笼中，火致死。时归，泰安兴泰人宋卒赖先生守道之义孙也，是以读书。立田为业，体貌魁伟，
履历过人，倜傥不羁。今征又南渡，兵戈四起，归律少壮，复险自保，与腾阳陈敬宗聚兵山东，破张都统李霸王兵于龟蒙山。宋江郑元龙以兵迎敌，归败之于亳阳，遂乘胜引兵入盱眙。会宋假设诱杀涟水中义军统辖蓟县，人情不安，众迎归为帅，呼为太尉。遂误迎，太祖使格格不罕与宋议和。己卯，归令麾下刘顺直抵寻思干城，入境。太祖谓劳顺，且敕归曰：如宋何义不？臣吾与尔永结一家，无必荣辱。顺还告归，归心感服，日夜思将。庚辰，宋果于盟，归弃其妻孔氏，紫金山，仗剑渡淮。宋江追之曰：太尉回，宛辱妻子。归不顾，宋江审归妻子于淮。遂律顺及李温，因被李海归木华黎。木华黎悦之，谓曰：若得东平、南京，受辱叛之。辛巳，木华黎承制受归光。陆大夫、冀演丹三州兵马都总管，山东陆行元帅，配金虎符。便宜从事。后经弃东平，归与岩石分据，收集冀、兖、宜、滕、丹诸州。癸未，太祖诏曰：时归弃妻子，提兵归顺，战胜功。取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东平兵马都总管，山东诸路都元帅。于如故。秋7月，归领兵破曹州，与金江镇从以连战数昼夜，粮绝。援兵不至，军无叛意，归临阵马仆被擒。求质变，金主状其为人，又以名爵，御史一，归愤然曰：吾身世代朝，官至光禄。PG 2779。复能受封他国耶？假我一招，当复尔以献。金主大怒，征杀。于是归怡然就死，色不变。其麾下立设兖州4焉。幽哈喇拔都，渤海人，出名新歌。是农家，善射，以武断。襄景。金末，必得大宁。国兵至，出保高州复数寨，设列以时。屡夺大营资处，又射死其追者。国王木华黎率兵攻寨，寨破，奔高州。国兵围城，下令曰：能斩忧新歌手以将，则城中居。民皆获身。守者诏谓曰：汝其男子，吾宁忍断汝手以献。汝其往将乎？不然，吾亦成生灵，无教累矣。新歌乃折使出。将诸将怒，欲杀之。木华黎曰：壮士也，留之为无用。比立麾下。从木华黎攻通州，献计，一系造炮30，云梯数十。复城，州将惧，出保获以降。木华黎命新歌自取之，新歌独取。良马3，以赏兵士。木华黎以其功闻太祖，赐名哈喇拔都。从木华黎略的雁南，为先锋，至大名，今将涂善登成都战，哈喇拔都射之，中左目，其部将开门南奔，追杀将尽。论功，赐金符，充随营监察。务营，授金虎符，龙虎卫上将军，河东北路。
兵马都元帅，镇太原。时太原兴破，哈喇拔都修城池，善兵甲，招降属役，事四不改，远近闻之，皆相率来归。常为服夜出，闻民间语曰：吾属父母子女相失矣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生者无以为赎，奈何？明日下令军中，凡俘获有亲者听赎，无资者官为赎之。民得玩具者众。庚辰2月，金梁知府立西丰寨，夺居民耕牛，民群速之。哈喇拔都领数骑，追杀梁知府，枭首西门，驱耕牛孩。穆华黎由嘉州渡河西行，哈喇拔都迎之，到破袭州及玄窑地，洞诸寨。辛巳3月，金兵攻寿阳县王胡庄，锤破，使左右皮将各分兵守县，城中见卒不满百。哈喇拔都夜半引甲骑10余人救之。到三交，见金兵举丰东西两山，哈喇拔都驱之，大战。天将明，金兵遁去，倒太原之墟，由西门俘获哈喇拔都家属。PG 2880。哈喇拔都闻之，进驱西山，复夺以骸。5月，金赵全府率兵3万围太原，哈喇拔都将其30，出西门，令其夜柴阳城，申言曰：国兵3万至矣。金兵惧，溃去。癸未，金马5斤来攻。太谷县桑梓寨，哈喇拔都设伏于险，将轻骑冲其阵，伏发，大败之。时太原诸邑皆平，为10家昂集于州陵景寨、新州清泉寨，为唇齿，皆不下。甲申10月，将兵至陵景，遣卒叩寨门，诈曰：纳粮除，守者服务，门起，进入，柔见之，众溃，其酋长走时。家昂，遂平陵景寨。已有2月，清泉寨酋长王可将10家昂邑将。丁亥5月，奸人叶县太原东门于5仙，先引兵入，哈喇拔都鏖战。先兵大至，诸将自城外呼曰：忧哈喇拔都，汝当出。哈喇拔都曰：真定使天尼、平阳里守中，齐州田雄皆失守矣，我又弃太原，将贺面目见主上及国王乎？家属任公等所服，哈喇拔都是与臣同存亡，遂没于阵。太祖以其子幼，命其表弟王70复立太原。己丑，供凤翔府中炮死。哈喇拔都长子芒兀台嗣镇太原。人至，潞州人。遂务营太师，国王穆华黎略的至潞州。至守营将，国王授以虎符，比充元帅，收集山寨。数与金兵战，必有功。今常请其长子如山以招之，曰：将则尔子的生，不将则死。至曰：我为代朝之帅，岂爱一子？亲赦其子义之。穆华黎常召诸将议事，致意欲征，到今武安，其县已反为。今至死之。国王敏之，令其子存袭。庚寅岁，今将5仙攻潞州，存战死。辛卯正月，有指潞州元帅任存妻奴家属，令有司领给，人赐地以居之。11月，以存父子死事，
子立上右，先官其职臣为潞州长官，待历长而还受之。陈卒受立潞州长官，配金服。后立泽州尹，迁陈州。卒。耶律推磨，契丹人。父丑哥，是辽为都统，辽王，不屈节。夫妇俱死焉。今主闵其中义，受推磨都统。遂甲戌，国兵制。PG 2781。今喜于变，推磨及子天佑率众3万内附，受帅府监军。天佑昭讨使，从元帅使天尼略赵州平吉、栾城、元氏、博乡、赞黄、临城等县，及其民5000余，致立安吉焉。遂兴寺，太师穆华黎统领诸道兵马，陈志嘉推磨明州等路征行元帅，与天佑略行。明、慈、向、怀、孟、昭花马留元帅，有功。穆华黎右陈志寿。推磨征定陆安抚使、明州元帅，进兵临士路，降其民6000余户。以攻迁河北西路安抚使，兼责路元帅府事。壬午，致仕，退居。征定。天佑袭职，从天尼攻取益州诸城，略苍地的户7000。兼苍地州达鲁花赤，配金服。时今盐山卫正盐场卫下，天佑以计克之，遂运盐4000袭，以佐军处。甲申，攻大名，拔之。乙酉，今降将武先据征定以叛，杀守将使天尼。推磨父子业余。臣而出，将以闻，会天尼帝天泽还自北京，欲诛满城，合蒙古。诸军南与贼战，走无先，复征定。朝廷以天泽袭凶绝，而以天佑镇赵州。明年，先复犯征定，天泽遣师出皋城，推磨与其妻。使抹氏及家奴在征定者，皆献焉。先遣其仆浏览而持书诱天佑，曰：汝能诛赵州官吏以降，当活汝父母，仍受汝元帅，不尔。尽烹之。推磨密令览而与天佑曰：先贼狡猾，汝所知也。吾以我故，堕其机警，以窥忠节。且忠孝难两全，汝能固守，不失国家大计，我是刀具甘如蜜矣。天佑痛哭成命，持至稿。臣以贼书示天泽。天泽曰：亡灵之事，照要实策，汝能遵。复命忠臣许国，功不在亡灵下。天佑乃驱还赵壁，律中书。死战。先怒，尽杀推磨家18人。战于栾城，袁氏、高义、博乡，先兵屡挫。监军张灵密构先党，起关纳贼。天佑仓皇相。战，首杀数十人，身被10余疮，斩关出，复收散卒围城。丁亥，贼弃城走，追至皋城，会天泽兵夹击，杀灵。加奉国上将军。明州征行元帅，兼赵州安抚使。以伤备致仕，居赵卒。孙氏。PG 2782。义朝列大夫，江西阙察都转运使。伯八，黄河丹氏。祖名里野赤歌，常立太祖帐下。初，且列王可汗与太祖为邻国，事相亲好，继而拜盟，
与其子先昆前。谋欲袭太祖，因遣使通问，许以女妻太祖弟何撒儿。至齐，太祖欲往，明里也斥歌夷其诈，见止之。王可罕之谋谢，遂谋入寇，后为太祖所灭。复托伦舍李泌，护从太祖征西域，累立其功。世祖即位，以伯巴旧臣子孙，擢为万户，命领诸部军马，屯守堑州。至元12年，亲王袭列疾，托铁木儿叛，奔海都。伯巴以闻，且愿提兵往讨之，未得命，为彼所袭，死焉。托铁木儿虏其二子巴剌、布兰西，分至左右，居岁余，待之颇厚。巴剌因结托铁木儿进士也李伯突，谋报复仇，后为也伯李突家人谢其谋。巴剌之事不成，将家族南奔，托铁木儿遣其追之。至议和，巴剌马惊，不能渡，回拒之，射中数人，力穷，兄弟就擒。托铁木儿责之曰：我待汝后甚，而汝反为此耶？巴剌曰：汝背叛君上，害我父，掠我亲属，我是欲杀汝，以报君父之仇，今力穷备职，从汝所为。逼令贵，不屈，以铁窝。遂其西，终不贵，与弟布兰西同被害。幼子河东务赤，官至河北河南道肃镇连访使。何剌普华，岳陵铁木儿子也。幼弑母奥敦氏居益都，常叹曰：幼而不学，有不坠无踪者乎？复时以段氏关键雅宝。定，何剌普华往白其志，复其之，彼袭为务书及经史，记诵经命，出于天性。李坦叛，其母携继子托列普华必得登来监，因问隔绝，好弃掣昼夜。既从叔父撒吉斯平贼山东，卒奉其母以归。撒吉斯身家器重，自谓其才不及，言于世祖，诏给肃魏。常以事至益都，于四角山下至广兴、商山二野，以劳受经。夫为商山铁野都提举，未及代，以直让其地。时兵南伐，溃。运繁兴被选为行都漕运使，率诸义兵15000人，从事非宛。PG 2783。江南平，尚书言，清肺腑，理大臣，以存国家之体。兴学校，讲明节，以立天下之事。正民分，严考课，以定百官之法。通权弊，却贡献，以后生民之本。又言江南兴富，宜昭就足，利色通商，持珍宝入，以抚训其民，不然，恐上凡销干之。律帝多采用其言。属漕米20万，由韩沟达于河州富，损10之一，而又每湖市都胡亏3升。时阿合马专政，则常州人。何剌普华服却抗言，量之7银，出于原将，而水稻之余，非人力所及。且彼虽庆其家，不足以偿，苟朝廷必不任亏损，臣独当其孤。赵务志。阿合马愤之，乃出何剌普华为宁海路达。鲁花赤，后迁江西宣慰使，为治官，
改广东都转运盐使，兼领诸藩事伯。时道耿严法，陈良陈善东关、香山、惠州复犯之徒万人为乱。江西行省命与招讨使达师蛮讨捕之，先驱斩渠魁，以训国。告攻抵贼巢，招诱余党副业，人调严法之不便者，悉除其害。按察使托欢大为奸吏，遂奏罢之。群盗欧南喜见王浩为蜀丞相，招讨众号10万。因图上其山川形势，及攻取之策30余条，遂与都元帅克而渤海牙，宣慰都元帅白左、万户王守信等，奋兵议之。未几，又乘梭都督兵征战城，交趾、蜀互饷道，彼至东关、博罗2界中，欲拒贼欧、中等，横绝10湾，其锋锐甚。何剌普华身先士卒，且战且行，使结马创，徒步格斗，杀数10人，勇气毅力，以众寡不敌，为所执。贼欲奉之为主，不屈，遂遇害于中兴冈。是系其妻西台特勒氏孟其来告曰：吾死矣。知是张德、刘润亦梦之，2人相继死。而军中往见其胜追督战云。后赠户部尚书，守中权节功臣，是中敏。子2人，谢文直、岳伦直。谢文直官至吉安路达鲁花赤。赠宣惠安远功臣，礼部尚书，追封云中郡侯，是中乡。子5人。谢玉立、谢直坚、谢哲笃、谢朝吴、谢烈池，皆弟进士。谢哲 PG 2784。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，以文学正式称于时。岳伦之子善者，谢哲笃子谢百辽逊，善者子正宗、阿尔斯兰，皆相继登第。一门是科之盛，当时所稀有，君子盖以为其中一之报云。刘天福，字玉明，大名人。由中书议使为东平总管府判官，改都漕运司判官，知关州，在知许州，所至有雉鸡、石简河豚、田、林尹邓隘口民盗田300顷，有遇害之者，只为骨豚。陈余中书，请复注之。中书下天福案时，天福为辩其非，章数上，乃至襄城与叶县接壤，其南为战河，襄城民食苍盐，叶县民食解盐，刻石河南岸以为界。叶县另有贪污者，望喜食于北2里，污其民食私盐，系至100余家。两县斗辩，叶县以陕曹氏矣。临襄城，中书遣观察其实，天福为考其原界，疑时故处，而叶县令被罪去。遂大旱，天福导给予。也有黄，天福令民出捕。俄群巫来，着黄为禁。明年麦熟时，有青虫如毛，时麦人无可奈何，忽生大花虫，尽嚼之。许人立碑颂焉。转万亿宝元库同提举，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，以母老部。父俄丁母忧，夫除，起之河中府。是使2月，陕西行省城。湘阿斯罕为乱，举兵至河中。
时势起不虞，达鲁花赤躲而止趋。晋宁告乱，天福日夜置战守据，选丁壮，分守要害，令河东县。达鲁花赤托因都守大庆关津口，尽收船舫东岸，令判官孙伯铁、木儿守汾阴，推关城牵守禹门，河东县尹王文义守丰陵等渡。阿斯罕军列栅河西岸，使来索州，天福渡不能拒，凡8000人至。晋宁起援兵，不报。居7日，阿斯罕复伐河上，欲纵火屠城。同知府士铁戈与河东联访副使民安达见事急，且患城中人逼，乃议阿斯罕军。阿斯罕求之，而敛传骑兵。兵既入城，阿斯罕以恶河渡，索州即为天福罪，欲挟使复己。方作府志，号令诸军。天福佩刀直前，众遏之，不得进。退谓幕僚王从善等曰：吾家本为谏，何朝命至此？今不幸遭大变，吾何忍从之而复？PG 2785。上恩哉！且与其辱于阿斯罕之手，吾宁倒何以死？遂服衣出。时天寒，河滨方坚，天福把所佩刀着冰开，北望为国语若注解者，再拜矣，脱衣帽暗虎，乃投水中。阿斯罕大怒，及其家。郡人咸哀痛之。世平召其弟天惠，给役以归其旧，葬于大明。赠推陈炳节功臣，中奉大夫，河东山西道宣慰使、护军、彭城郡侯，是忠义。萧景茂，漳州龙溪人也，姓刚直孝友，家贫力农，重改制。元4年，南盛县民李志福作乱，掠龙溪。景茂与兄幼及乡丁聚之，据观音山桥险，与贼战，众败，景茂被执。贼挟使从己。景茂骂曰：狗盗！我身为大元民，死作隔州鬼，岂从汝为逆？耶，隔州，其所居里也。贼怒，缚景茂于树，栾其肉，使自但。景茂亦愤骂，贼遂以刀决其口，至耳棒，景茂骂不绝声而死。有司上其事，朝廷命褒表之，仍给钱以葬。PG 2786。列传第81。忠义2。张环，字彦威，真定镐城人。父穆，知汝宁府，因家焉。环以国子绅士贺，受华之白马城，入补中书院，着国子典部。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，以言事不合去。未几，汝宁盗起，环避之阙山。贼久之还民，袭获之，罗拜请为帅，服听。求6日，雍至渠葵前，还直屈具踏坐，与之抗论逆顺。其突昨还其贵。还仰天大呼，力斥弥利，且屡拓贼面。贼犹不忍杀，谓还曰：汝但一一，亦恕汝死。还真目曰：吾恨不能手斩逆首，肯听汝诱胁而折腰哉？贼之终不可屈，遂赐之。年48。贼后与人曰：张御史真铁汉，害之可惜。是闻，赠礼部尚书，是终节。李父，
字子威，隐人也。工部尚书守中之子，守中性变疾。遇诸子及言，每一饮酒，折半月罪不解，抚百计陈顺，求宁亲。心终不可得，贵而自送，往往达旦，无己为燕代之意。初补国学生。太定4年，遂以明金魁多士，授翰林修撰。明年，代慈禧月，沈承谓府曰：“赤使美后我，今可一邪？”府曰：“王人虽为春秋，序于诸侯之上，尊君也，奈何后乎？”沈承不敢对。改河南行省检校官，迁礼部主事，拜监察御史。首言乐辞真长，古今大纪，今太庙为2纪，而日享佛慈神。PG 2787。欲非礼也，一句今行之。臣君教化之机，不当立即嫌疑。属省城监领。诸侯王遂赐有定额，分封一代之际，臣请恩礼。世系七书，无成书可考，以仿先代，修正御牒，皆不报。转江西行省郎中，入为国子监丞，迁宣文阁兼书博士，兼经言官。数语劝讲，每以圣贤心法为地言之。俄中书命府巡视河曲府。上言曰：蔡和元出京西，宋以转书之故，平地作堤，今河底？田淤，高出地面，丘陵一致，横溃为灾，宜按故纪修浚。他日，东河或有不测之阻，江淮运物，当由此分道达京，万世之利也，亦不报。升秘书太监，拜礼部侍郎。奉旨详定中外所上。封事以而廷议内外官通调，授府江州路总管。至正11年夏5月，到起河南，北据徐、蔡，南陷齐、黄，焚掠数千里，造船北岸，锐意南攻。九江居下流，十江东西。荆侯之地，府治成壕，修器械，木钉状，分守要害，且上攻守。知策于江西行省，请兵屯江北，以遏贼冲，数击大江之险，贼不得共之，不报。府叹曰：吾不知死所以。乃独垂牛享事。击中亦以作士器，数日之间，纪刚粗砺。12年正月己未，贼渡江，陷武昌。威顺王及沈丞相继盾，逐卢碧江而下，江西大震。贼乘胜破瑞昌，又乘备罗铁木而方军于江，闻之，遁。府虽孤立，辞器越奋力。时黄梅县主簿也孙铁木儿愿出击贼，府大喜，向天立9雨之事。言使脱口，贼由兵以至境，即袭诛。相落巨木10于险塞处，恶贼归路。仓卒无号，乃末士卒面统。之出战，府身先士卒，大呼县镇，也孙铁木而既尽，贼大败。逐北60里。乡丁一险阻，城高下木石，横尸毕路，杀获2万余。府还谓左右曰：贼不利于路，必有水道以周保我。苟失被遇，吾属无为累矣。乃以长木数千，冒铁锥于邈，按直。沿岸水中，逆刺贼舟，谓之七星庄。
会西南风急，贼舟数千。果扬帆顺流鼓噪而至，周豫庄不得动，进退无措，抚率将士愤。PG 2788。即发火灵箭射之，本溺死者无算，余舟散走。行省上府公，请拜江西行省参政，行江州、南康等路军民都总管，便宜行事。已而贼势更炽，西自金湖，东济怀甸，守城往往弃城遁，俯首孤城，提单旅，斩国扶商，无日不战，中外援绝。2月甲申，贼将薄城，分省平章政事突坚不花自北门遁，府引兵登皮部，占据。贼以至甘塘湖，焚西门，乃张弩箭射之。贼资切未敢进，转攻东门。府救东门，贼已入，与之相战，之力不敌，挥剑斥。贼曰：杀我！吾杀百姓。贼自向背来，刺府堕马，府与从。子秉昭惧骂贼而死。郡民闻府死，弃身震天，相率巨棺，葬于东门外。府死于月，参政之命使下，年55。府兄免居隐，亦死于贼。秉昭，免继子也。是闻赠府书。中秉义孝节功臣，资德大夫，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。上护军，追封陇西郡公，侍中文。诏立庙江州，赐额曰崇烈。官。其子秉方及贤呆志。李琦，字公平，广平人。家盛平，客于江南，公祠章。元。统元年进士第一。历迁河南淮西联访司事，移知高邮府，有政。申。至正10年，盗突入府邑，取12马去，其公追谢长等杀之。11年，周人秦官宝造兵仗，将图劫掠，复获而行诛。13年，泰州白居场廷名张士诚为乱，破泰州。河南行省遣其往招降，被拘。久之，贼求自相杀，始纵其来归。泰州平，贼图上封据。士诚复古变，杀参知政事赵敛，掠官库民财，走入德胜湖、县兴化县。行省以左丞谢哲堵协宗王郑高邮，使其出手辟射湖。夏5月乙未，数贼入城，一造乎而省县官皆遁。其疾还救城。贼以闭门拒我，遂连兴化皆得胜湖，州见四塞，蔓延入宝应县。已而有诏，凡叛逆者赦之。诏至高邮，不得入，贼代曰：请。李知府来，乃受命。行省强其往，至则下其狱中，其意便说。事臣本无将意，特迁言为善斥计耳。官军迭知之，乃进攻城。PG 2789。事臣呼其使贵，其斥曰：吾昔如铁，岂肯为贼躯？事臣怒。恶之贵，其利而构之，乃夜道，堆碎其息而郭之。论者谓大科三魁，若太不华美海上，李府允九江，记其之。死，皆不复所学云。主不华，字君实，袭州石楼人，沈默有弃局。太定初，补中瑞司一使，受海盗赋千户，转嘉兴路至中，连败南台，
西台监察御史，迁河西道廉访佥事，移淮东。未几，升副使。汝尹道发，是张胜。不华行郡至淮安，即立为守御记。贼至多，所斩获。且请知枢密院老张、判官刘甲守韩信臣，相挤角为生。元副上章和总兵及诸将斗挠之罪。朝廷录其功，升廉访使，皆中奉大夫。甲有智勇，与贼战折胜，贼惮之，号曰刘铁头。不华颇赖之。总兵者闻不华何计，亦会集，乃袭甲别将兵击贼。既已困不华，甲去，韩信呈现，贼乃决欠相嫌，潜水寨以为我。继而天长清军叛，普盐铁木尔所统黄军复叛，贼皆挟之来攻部。华之势为，退入哈拉张营。贼稍隐去，乃出抵阳村桥，贼掩。至，杀廉访副使不达失礼，但其师。不华以余兵入淮安。时辰。之东、西、南三面皆贼，唯北门通沭阳，阻赤里湖，指挥10卫。月，杨先驻兵沭阳，淮安以其除饷，而赤里湖为贼据，沭阳之路又绝。贼计孤城可取，尽诈南索桥。不华与元帅张存义出大西门，会千士呼都不花兵突贼诈，殊死战，贼败走，追北20余里。城中时且绝，元帅吴德秀运2万斛入河，尽为贼所掠。德秀仅以身免。贼与清军攻围，日益急，总兵者屯下邳，相去500里，按兵不出，凡遣使19被告急，皆不听。城中恶者仆。道上即取弹之，一切草木、罗蛤、鱼蛙、燕乌及削皮、安、颤、革香、拜公之精皆尽，而后父子夫妇老至更相识，彻屋为新，人多漏处，防莫生荆棘。立既尽，呈现，不华犹据西门立。窦重伤见直，为贼所栾。次子半歌，冒任护之，亦见杀。PG 2790。至正16年10月乙丑夜，不华守淮安5年，带数10百战，京中大捷，人比之张巡云。朝廷闻之，赠翰林学士承旨，荣禄大夫，柱国，追封魏国公。谥曰中肃，赋超200锭，以恤其家。郭嘉，字元礼，濮阳人。祖昂、傅惠俱以战功显。嘉康，凯有大志，使由国子升登泰定3年进士第，授彰德禄灵州判官。累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除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。魏己入为京畿漕运使司副使，巡拜监察御史。会朝廷以海寇起，欲于浙东温、台、庆元等陆立水军万户镇之，众论纷纭莫定。擢嘉礼部员外郎，陈毅至庆元，与江浙行省会议可否？嘉至，守巡父老，知其服变，请罢之。会方则手令随进辽东，乃受嘉。广宁路总管，兼诸奥鲁劝农防御。蜀道起，军旅数兴，攻饷无虚日。民苦何敌转输，
而立须的因时为监。加设法记其户口。第七甲乙，民甚辨之。有诏团结义兵，加召集民数千，教以作。作进退、万、千、百夫各统以常，号令其一，赏罚民信。故东方诸郡钱粮之赋，甲兵之精，称家为罪。18年，寇献上京，加闻之，攻律义兵出狱。继而辽阳县，加将众巡逻，去城15里，欲清号队500余人，使言官军，加疑其诈，而果脱青衣变红。加出马射贼，分兵2队而加攻之，生擒贼数百，死者无算。加见贼势日炽，孤城无援，乃即潼关。亦攻守之际，众皆失措。加曰：无计决矣。因竭加所有衣，夫财物靠义士，以立其勇敢。且曰：自我祖宗有勋王室，今之境中，无分内事也。况身守此土，当生死以之，余不足恤。以请之，贼至，围城更数10里。有大呼者曰：辽阳我得。以何不出将？加挽弓射呼者，中其左颊，堕马死，贼稍隐。退，加遂开西门逐之，贼大至，力战已死。是闻，赠崇化宣吏、孝忠功臣、资善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省左丞、上护军，封太。PG 2791。元郡公，世忠烈。喜同，周姓，河西人。初为后宫卫士，众称其才，选充臣。徽嗣经历，在调南阳县打虏花赤。居2岁，邀贼起，陷邓州。人情汹汹。俄而贼锋抵南阳，南阳无城无兵，贼入之若虚矣。喜同以计获数贼，截之，云贼将大至。悉斩之，以安众心。纣夜都丁壮巡逻守备。时大司农钱穆尔以兵驻于诸葛安，为贼所袭，死之。贼遂乘锐取南阳。喜同守西门，望将贼势甚，急以死自许，与家人决曰：吾与汝等不能相顾矣，但各逃生。吾分死此，以报国也。已而城中皆哭。喜同策立义兵，奋力与贼搏，贼退去。明日复至，与战胜利，杀贼凡数百。贼之无。后元，战越级，南阳遂陷。喜同突围将自拔，贼横刺其马，马绝。喜同鞭马跃而起，手斩刺马者，俄而为他贼所追，身被数创，不能斗，遂见直，为所杀。七行士闻喜同力战死，率家同数人出走，遇贼，夺贼刀斫之，且骂且钳，亦见杀。一家死者20余人。赠南阳路判官。时襄阳路士司打虏花赤塔布台字彦辉者，元统元年进士。为王君汝豪，塔布台来攻享。王氏久，亲战备，一系贼劫。王卧未能起，为所执。塔布台持其夺王，亦为贼所得。彼明见贼囚，王败起活，塔布台以足促王曰：犹豫生乎？贼复屈其败，塔布台惧而构之，且与复者较，遂肢解。
韩英，字可宗，汴梁人。少息举子业，负气不群。道具汝宁，官军讨之，久不下。会朝廷诏赦叛逆，目可持诏入贼者，即戒以官。因应命，乃戒因以唐州判官，使焉。贼取恐其党心。尧，导因止于外，纳诏不读，诘问再三，因答以，恩又宽大。祸福所系，甚切。不听，乃纵因归报。因出，乘马周贼屯。大言曰：汝备好百姓，何不出将归田里，而甘从逆贼驱使耶？众恶疑相顾。或以告贼渠，渠追因，则其所言。因即口肆立。PG 2792。贼怒，寸割因。便称大名人。是为农夫，早游学经师，的补国子生，季。而丁母忧，至农于家。至正12年，临郡盗起。未几，来剽掠。称与从子小时，辅使李仲亨等协谋，统丁壮数百人击贼。丁壮皆民兵，无公使之辈，只以钩除白挺当贼。贼使与击，称众溃散，被擒。仲亨、小时皆死。贼素之称，谕之曰：汝从我。解汝父，不从，杀汝。称唾骂曰：我国子生也。是汝逆贼，真狗彘也。吾宁一死，不从贼生。骂不止。贼屡胁不听，杀之。乔仪，字仲长，晋宁人。姓高，介有手，一时名称极盛。至正18年，贼由绛州原区县袭晋宁。陈县，城中死者12三。以整官衣，具妻子，家有大井，一座井上，令妻子必被寻刺头。井中，而己随附之。一既死，贼守王士臣使人及一家邀治之。治则已死矣。贼平，朝廷赠夷陵坟献引，赐谥纯洁。有张延起、王佐者，皆是人也，并以不驱贼而死。延起字富陵，汾州人。类举不忠，常用谏者真为国子助教。居1岁，免归。道既去晋宁，复献汾州，延起与妻父尽死。王佐字元甫，晋宁人。从父居上都，教授礼相，不与时抚养。会贼至，仓卒。不能避，为所获，欲降之。左傲暗自如，构贼不辍，因见害。又有无德心者，字止善，建昌人。公一，留京师，久之，常往。宁夏。会道至，德兴见直，挟使将，德兴立身曰：我身为皇。元人，死作黄元鬼，是不从耳贼。贼乃负其两手，加白刃颈。上破其未屈，德兴骂不已。乃谒之颈上，扬欲己之。德兴偶的宽，即自投井中，仰骂贼。贼下射，使冠其顶，骂毅力。贼怒，以长枪刺之。然亦壮其志，怜其死，曰：此真丈夫也。以土埋井而去。颜瑜，字德润，兖州曲阜人，兖国父圣公57代孙也。PG 2793。
以行义用举者，为邹及阳曲两县教育。至正18年，田丰起山东，于携家走运城，到遇贼，以刃来胁于曰：“尔何人？”于曰：“我东鲁书生也。”贼执于曰：“尔书生，无不尔杀，可从我见主帅。”于骂曰：“尔贼，何主帅邪？”贼怒，欲杀于。于无惧色，复使之血其。于大构曰：“尔大元百姓，天下乱，慕尔为兵，而反为叛逆。我万可断，岂能为尔血其从逆乎？”贼以枪刺于，至死骂不绝口。其妻子皆为所害。又有曹彦可者，亳州人，会邀寇起李中，多田野无赖子。目不知书者，既破帛，皆帛于干，皆群驱彦可加节之，使血其。彦可立辞，乃破以刀斧。彦可唾之曰：“我儒者，知有君父，宁死耳，岂为汝血其者耶？”贼怒，遂见害，年70矣。其家素贫，又死于乱，缟病其尸。贼既定，有司具以示文，中书为给资以葬，赐谥节敏。王士元，字尧佐，恩州人。太定4年进士，由地州判官类，迁知磁州。执军心，愧享虚所日繁，民不堪命。士元心念其名，立为曲化，至为将士凌辱呵责，服毕业。改知郡州。州兵黄河，常经盗贼，陈迭不完，市井空荒，士元亦不得志，而临侍卫，常议其宿。至正17年，贼复破郡州，州兵悉溃散，士元坐堂上，故其子至为使避贼，曰：“吾守城，居此，止也。若可逃，生子势利，不忍去。”贼前问曰：“尔为谁？”士元叱曰：“我望之州也。强贼使我否？”贼欲复士元，士元奋拳殴贼。贼怒，并其子杀之。杨溥，字文肃，河南人，早以文学的推责为例，人至滁州，全椒县尹。滁界庐江，庐江县余寇，滁人震动。行省参政也先，总兵于滁，不理军事，为纵饮，至暮，城门不要，寇入纵火。由张烛挥杯，即于城出走。溥妒必死，乃尽杀其妻女，朝服坐堂上。道欲降之，溥指妻女士曰：“我以枪我属，正欲死关守。” PG 2794。2. 上贺云云，乃连拓之。贼执溥，到悬树上，而割其肉质。晋，犹大骂弗绝。赵敛，字伯器，宏伟之孙也。至治元年，登进士第，授松州判官，在调汴梁路降服县尹，入为国子助教，累迁湖广行省，左右司郎中，除杭州路总管。杭于东南为巨郡，的大明火长，吏多不称其职。敛为人强毅开明，经历绝人，吏莫不服其名爵，而不敢欺。这又并于徭役，民冲防理政者，皆破其家。朝廷令行省诏8郡守及议便民之法，
敛县亦以属县防镇为故意，理政用田赋以均之，明显以为变。有道右其同恶，持任出仕，着人以所经，市民乃护敛以与之，人无敢言者。敛曰：此不可长也。遣促眼不之，进入诸事。余年，诏拜吏部侍郎。行人思之，刻其政绩于碑。历中书左司郎中，处礼部尚书，巡迁户部，拜参议中书省事。初为山北辽东道廉访使。是时河南兵起，湖、广、荆相接线，而两淮亦骚动。朝廷乃西河南的，立淮南江北，行省于扬州，以敛参知政事。敛方并水肿，急于急而行。既至，分省镇淮安，又移镇真州。会张士诚为乱，突起海滨，陷泰州。兴化，行省遣兵讨之，不可，乃命高邮知府李琦往招谕之。士诚因请将，行省授以名职，且启从征讨以自效。遂以敛镇泰州，敛乃去士诚至歌传。屈豪4。士诚一旦不肯发，又参知敛无备，遂复返。夜4鼓，纵火登城。敛立即门佩刀上马，与贼斗士渠。贼为敛，邀至其船，敛诘之曰：汝被罪在不赦，今既诱尔诛戮，又悉以明决。朝廷何负于汝？乃即将复返邪？汝弃信逆天，灭不炫种。我执朕大臣，岂为汝贼被屈乎？即持其愤击贼，贼以硕壮敛坠地。欲于登其州，敛真目大骂，遂死之。其仆扬而以身避敛，亦俱死。及乱定，州民收其尸，归并于真州。是闻复超300锭，人观其子矣。PG 2795。帝婉，字仲德，仕至台州路总管。至正27年，方国英以州协婉至黄岩。晚前登白龙坳，舍于民家，绝力不食。人犬之时，折名目却之，7日而死。孙总，字自谦，曹州人。至正2年进士，授济宁路录事。张士诚据高邮叛，或为其有将议，朝廷则乌马而为使，招御史。臣而用总府刑。总家居，不知也。中书借总及贤呆至，给役。就其家起之。总强行抵高邮，士诚不亚诏使。总等既入城，反复开狱，士诚等皆悚然以听。已而居之他事，或日一馈时，或见日一馈时，欲以降总，总为构斥而已。乃令其党垂总，四其凌辱，总不恤也。及士诚喜平江，总与士诚部将张茂先谋，将总所授战马札子，遣壮士普嗣，许臣赴镇南王府，约日进兵赴高邮。谋谢，执总讯问，总骂声不绝，尽为所害。后贼中见失节者，折自相斥曰：此其孙呆至耶？是闻赠翰林士读学。是中奉大夫、护军，追封曹南郡公，侍中烈。赐田3顷续其家。
石普，字元州，徐州人。至正5年进士，授国史院编修官，改京正监经历。淮东西道起，朝廷方用兵，普以将略称同。迁枢密院事董耀常见其才，会丞相脱讨徐州，以普从行。徐平陆公迁兵部主事，巡升枢密院都事，从枢密院官守淮安。时张士诚据高邮，普议丞相，面陈破贼之策，且曰：高邮复众胡之险，的皆举入，其兵卒莫能前，与普步兵3万，保取之。高邮既平，则豪肆亦破，普请先驱，为天下中义畅。丞相壮之，命全山东义兵万户府事，招民1万人以行。而汝中伯者，方用事，应举之，减其军伴。初令普便宜行事，即行，又使听。淮南行省节制。普行刺犯水寨，日未夕，普令军中拒食，夜漏。3刻，下令衔枚驱宝印，其营中更鼓如平时。底县即登城，数至城上，贼大惊溃，因抚安其民。由是诸将及蒲公，水陆尽。PG 2796。兵陈胜拔10余寨，斩贼数百。将抵高邮城，分兵3队，一驱。城东背水战，亦为夺兵，于后亦普自江攻北门，遇贼与战，贼不能支，遁入城。普先士卒蹑之，纵火烧关门，贼惧，谋弃城走。而援军望之，暗不进。且计普成功，总兵者遣蒙古军牵骑，突出普军前，欲收先入之功。而贼以死汉，蒙古军诓。且即迟回，普止之不可，遂为贼所蹂躏，虑坠水中。普军乱，贼乘之。普乐于兵，且战良久，仗剑大呼曰：大丈夫当为国。此有不进前者，斩。奋急，直入贼阵中，从者仅30人。至日西，元决，被创堕马，复不战数合。贼亦至，贼止曰：此必头目，不可使役，须身制之。普斥曰：此贼奴，我及。时都是何云头目？左胁为贼枪所中，有手握其枪，着贼死。贼众攒枪以刺普，普与从者皆力战，俱死之。盛昭，字克明，归德人。由儒学官类迁淮南行省赵模。会赵使往高邮，不得达而还，谬称贼已营败，但其名绝耳。行省不逾其期，乃遣昭入高邮，受所与事臣官。事臣拒不听，居诸州中。昭与所从立曰：吾之止此，有死而已。继而官军逼高邮，事臣受昭以兵，使出拒官军。昭斥曰：吾奉命昭遇汝，汝居留赵使，罪不容斩，又欲吾从汝为贼耶？大骂不绝口。贼怒，先剜其臂肉，而后折之。杨臣，字文载，滨州渤海人。至正初，为介休县尹，名基。散为道，臣立法招之，使自兴，皆弃兵顿守，愿为良民。其后，内官将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，
作海寇掠曹凉州免官，寓居松江。张士诚入平江，其徒郭良弼、董寿言臣于士诚，士诚遣张京招。臣曰：良弼、寿皆名臣，今已失节，故欲引我，以济其恶邪。且让今平日读书云和，今俯首不能对。臣日与客痛饮，近日不言。客问何行乎？臣曰：臣以一小利致身险，官有死而已，尚何行之有？今促其行越急，臣乃整衣冠。PG 2797。字金死，年64。那素剌丁，字世瞻，其父马和睦，从征襄阳，以劳涿郡州。达鲁花赤，因家大名。那素剌丁起身相共进士，补淮东廉访司。书吏丁母忧，福阙，补两浙盐运司院，复弼院淮东宣慰司。至正10年，贼发征州，那素剌丁以民兵往袭之，获贼42人。已而泰州贼大起，镇南王府宣慰司请参议军事，那素剌丁建议筑4城，立外寨，前堤川河，募兵与贼抗。行省袭其提，战舰60，海州14，上下巡捕，以固江面。且护蒙古军500，往江宁，到遇贼，斩击200余级，身获18人，遂抵龙潭而还。未几，出罗江上，贼突至，持船来斗，那素剌丁手射死30贼，夺其放火小船200，贼因遁走。俄复据龙潭口，又急走之，追，斩300余级。其子宝同擒守贼陈雅虎等及其好奇。节文赏赖。良卧，且召那素剌丁还真州。而贼犯芜湖，南行台袭使来援，乃以兵赴。及至，贼船已薄岸，遂3分战舰，纵击之，贼崩溃，俘斩甚众。贼不得渡江者，多那素剌丁之功也，因留守芜湖江口。泰州里2起，行省夷之汉高游得胜湖。贼船70余坨，乘风而来，及前击之，焚其20余船，贼溃去。李二失援，遂降。其党张士诚杀李二，复为乱，羌参政赵敛入据兴化，而水陆袭高邮，屯兵东门。那素剌丁以州师会诸军讨之，据3堕阵。贼众猝至，那素剌丁挥兵挫其锋。后贼鼓噪而前，乃发火捅火，卒射之，死者必流而下。贼辽船于背，尽力来攻，而阿速卫军急征，除万户府等官，见贼势斥，皆遁走。那素剌丁故必死。谓其3子宝同、海鲁丁、西山驴曰：汝辈可拖走。宝同等不肯去，遂皆死之。沈宪为复其家。是文赠那素剌丁淮西园，帅府经历。PG 2798。列传第82。忠义3。伯颜不花的金，字苍牙，为吴而仕，驸马都尉，中书丞相。封高昌王雪雪的金之孙，驸马都尉，江浙行省丞相，封荆南王。朵儿的金之子也。倜傥好学，小音律。初用复印，同知信州路。
是又一见得路。会挥寇犯遂安，伯颜不花的荆将一兵平之。又秦淳安叛贼方亲之，以功升本路总管。至正16年，授衢州路达鲁花赤。明年，行枢密院判官阿鲁辉引兵经衢州，均无计。虑所过者大剽掠。伯颜不花的荆曰：阿鲁辉以官军而为名，患此国贼也，可纵之乎？乃率兵逐之出境，郡赖以宁。申，浙东都元帅，守御衢州。请之，擢江东道廉访副使，皆中大夫。18年2月，江西陈友谅遣贼党王凤国等，号20万，寇信州。明年正月，伯颜不花的荆自衢引兵援燕，及至，遇凤国。陈东力战，破走之。时镇南王子大圣奴、枢密院判官袭润等屯兵城中，闻伯颜不花的荆至，征开门出营，罗拜马前。伯颜不花的荆登城四顾，是以破贼自许。后数日，贼复来攻城，伯颜不花的荆大享士卒，曰：今日破贼，不用命者斩。乃命大都驴将阿速诸军及民义为左翼，出南门；高义、范则中将，信阳义军为右翼，出北门。自与忽都不花将沿海诸军为中军，出西门。不武继整，因奋急入贼营，斩首数千级，贼乱，己擒。PG 2799。凤国，是贼将突至，我军入其营者衔枚，其势将待，忽都不花。复勒兵力战，大破之。2月，有亮帝有德营于城东，绕城直木栅，攻我一击。又遣委万户州伯家来说将，高义遣与之通，待忽都不花等，未与凤国相见，则兵信可解。忽都不花信之，虑则中等10人往见，凤国求之不遣。明日，凤国令高义以计来诱伯颜不花的荆，时伯颜不花的荆坐城上，见高义单骑来，伯颜不花的荆谓曰：汝幼时帅，无一人还，今复来诱我耶？我头可断，足不可移。乃恕其罪，斩之。由是日夜与贼鏖战，粮竭，使尽，而气不少衰。夏4月，有大呼于城下者，曰：有诏。参谋海鲁丁临城问之曰：何来？曰：江西来。海鲁丁曰：如此，乃贼耳。吾元朝臣子，可受尔伪诏乎？乎者，曰：我主闻信周久不下，知尔忠义，故来诏。尔徒守空城，欲何为耶？海鲁丁曰：汝闻张虽杨氏乎？谓使者不答，而去。伯颜不花的惊笑曰：贼欲我将耳。臣存与存，臣亡与亡，无计之首矣。时军名为食草苗察止，既进，扩薛抵主食之，又进，绝属罗雀，及杀老弱以食。5月，大破贼兵。6月，凤国亲来攻城，昼夜不息者逾旬。贼皆血的100余所，或于灌梯。城而上。伯颜不花的荆登城，挥兵拒之，已而士卒力疲，不能
战，万户故马而以成叛，成遂陷。袭润出将，大胜奴、海鲁丁，皆死之。伯颜不花的经历战不胜，遂自刎。其部将蔡成尽杀，妻子及蒋广奋力相战。陈欲害死，广为奉国所执，爱广勇敢，使之将。广曰：“我宁为忠死，不为将生。汝等草中一道耳，吾岂屈辱乎？”贼怒，折广于竿。广大骂而绝。有承受者，姓小名也。伯颜不花的金之兽有履历，目为义兵。寻战败，为贼擒，痛骂不屈，贼焚杀之。先是，伯颜不花的金之原姓周也，常难忘气下，曰：“我为天子司宪，是彼臣之为疾，忍作是乎？吾之上报天子，下枕。” PG 2800。声明：余皆无可续。所念者，太夫人耳。即日入拜其母先于。是曰：“而今不得是母矣。”母曰：“尔为忠臣，吾即死，父何罕？”先于是太常典部书之女也。伯颜不花的金婴命子也。先不花奉其母监道入福建，以江东联访司印送行御史台，遂力守孤城而死。朝廷赐谥曰桓敏。樊直进，字时中，即宁运城人，性谨敏好学，由国子身着，授金郎。常见帝师不拜，或审之曰：“帝师，天子素崇重，王公大臣见必俯伏作礼，公独不拜，何也？”直进曰：“吾孔氏之徒，之尊孔氏而已，何拜一交为？”历官至侍御史。至正7年，擢山南道联访使，俄夷湖北道。10年，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12年2月，都海运于平江，某日将发，官大雁靠于海口。俄有客船自外至，燕其劝信令入，而不逾其为海寇也。即入港，即纵火鼓噪，时变起仓促，军民扰乱，贼尽汾州劫粮已去。直进即走入昆山，自救于师房，心郁郁不解。及海审，而欲领官。有进平章政事越虏铁木而引军拒之，贼不得进。越虏铁木而以急促，贼遂犯余杭。直进时已被命讨贼海上，致事事急，不得舍去，与平章政事定致事省中，调兵出战，皆不利。愿使苏有龙素抗直有为，进言于直进曰：“贼且至，城内空虚无备，奈何？”直进曰：“吾淬力割毛，当奸贼以报国，倘或不克，有死而已，何谓哉？”俄报贼已至，直进具上马，率众而出。中途与贼遇，乃射死贼4人，贼又逐之，射死3人。已而贼来方甚，田堰皆向，且纵火，众皆溃去。贼知其无援，呼直进将，直进怒斥之曰：“逆贼！守官吏不谨，汝的至此，恨不遂汝万段，何谓将耶？”乃奋刀斫贼，因中枪而堕，从蒲田野。先持救之，亦中枪死。是闻赠翰林学士陈止，
荣禄大夫，主国，追封鲁国公，侍中烈。全普安撒里，字子仁，高昌人。初为中书省检校，时太师。PG 2801。汪家奴擅权用事，台谏无敢言者，普安撒里独于众中隶属其过。无惧色。拜监察御史，及守和汪家奴实罪，乃见处。然而弃节义自正，不以摧虐岁祖，力抵权贵，朝臣莫不畏厉。初为广东联访使，巡除兵部尚书。未几，授赣州路达鲁花赤。治郡。发斋奸恶，一郡肃然。至正11年，颍州道起，即修筑城垒。巡阅之间，守御之具必备。于是发公堂，募勇士，得兵3000人。日练习之，皆可用。属亦有为贼所陷者，往往遣兵赴之，境内。西安。16年，以功拜江西行省参政，分省于赣。18年，江西下流诸郡皆为陈友谅所据，乃与总管哈海赤陆立同守。友谅遣其姜姓文才率兵为赣，使人协之将。普安撒里斩其使，日换。贾登城拒之。历战凡4月，兵少时尽，一兵万户马和谋杀欲举。臣将贼，普安撒里不从，遂自警。是闻朝廷赠谥曰景哀。哈海赤守赣有功，陈献之日，贼将挟之使将，哈海赤谓之曰：与汝战者我也，尔贼无杀赣民，当速杀我耳。遂见。杀。周唐，字以身，浏阳州人。笃学通，春秋，登泰定4年。晋世帝，授衡阳县丞，在调大野县尹。现有豪名，持官府短长。号为南治，唐状若汪诺，而毅然有威不可犯，亦豪强，会穷民。至刑岁为诛献罪，类千国子助教。会修功臣列传，着翰林。国史编修官，乃初为四川行省儒学提举，便到还家。吴河、道、启、湖南、北郡县接县。浏阳吴城守，道至，民皆惊窜。唐稿。其兄弟史远引，自谓我受国恩，托不幸，必死，无为相累也。贼至，的唐，欲推以为主，唐为瞠目，厉声大骂，贼知其不可屈，乃杀之。唐同时有谢义鲁自治道者，亦浏阳人。至元以害相共进士。常为石林书院山长。贼陷潭州，义鲁奉亲逆言谷中。官兵赴郡。义亡者稍归，乃海里故业。俄而贼复至，身负义鲁。义鲁骂。PG 2802。贼胜利，举家咸遇害。聂炳，字运夫，江夏人。元统元年进士，授丞侍郎，同知。平昌州事。丙早姑，其母改氏，自平昌孩，使知之，即迎其母。已归。久之，转宝庆路推官。会动摇寇边，湖广行省右丞突赤。统兵讨之，屯于武冈，以丙设分省理问官。汉卒所制略名为服。丙言于突赤，视其无厌者数千人。
至正12年，迁知荆门州。才半岁，淮汉贼起，荆门不守，丙出，募土兵，得众7万，赴荆门。又与四川行省平章郑氏咬住赴江陵，其功居多。继而齐、黄、安陆之贼，其势复振，贼将于军阵合兵来攻荆门。丙律孤军昼夜血战，援绝城陷，为贼所执。即口骂不绝，贼以刀决其齿颈，乃断左臂而肢解之。未几，贼陷钱江县，达鲁花赤民安达尔律勇敢出击，擒其尾江流万户，尽营卢浮，贼众掩至，出斗死，其家奸焉。义子桂山海牙怀应受去，得免。名安达尔，唐务士，字士元，丙同年进士，由宿州判官再转为钱江云。刘根孙，字存吴，茶陵州人。至顺元年进士，授陈侍郎。贵阳路05县尹。05进蛮辽，根孙至，召父老告之曰：吾如是也，今为汝一尹，尔父老当体无教，训其子弟，孝弟立田。侠则是诗书无自弃以干无政，乃为建学校，求名。兼郡秀教之，设祖斗，习礼让，3年文化大兴。亦有察客，遂不过5定，后增至50定。根孙言于朝，除其额。历建德、徽州、瑞州3路推官，所至祥宴一遇，其政绩卓然者甚众。至正12年春，齐黄贼攻破湖南，根孙亲加资木1丁，以援茶陵。贼至折阙，故茶陵久不失守。15年，转如琳郎，宁国路推官。遂击，劝父民发速镇之，活者万计。会长枪所南班，陈树、谢喜等攻宁国，根孙分守城西南，日属府事，夜率兵乘城固守。江浙行省遣参知政事及尼哥而来援，至则兵已疲矣。陈氏有援 ，PG 2803，不违背。所南班之，夜4鼓，引众援迭而上，城遂陷。根孙力战遇害。帝涛孙以国学生下地，授长宁州儒学正。湖南县长宁。常立弃城走，民奉应请涛孙为城守，城赖以完者1年。外援拒绝，死之。长子硕为武昌江夏县鲁湖大使，起义兵援茶陵，亦死之。余庶祖，字少方，庆元象山人，由翰林书写考满，调广东。元帅府都事，入为国史院编修官，以而出为沔阳府推官。至正12年，齐黄贼破州境，庶祖领民兵守绿水洪，并立汉御之。兵力不支，沔阳城陷，民兵西溃。庶祖为贼所执，谢至其尾主。徐寿辉所，诱之使将。庶祖骂不辍，寿辉怒，之解之。有子方5岁，亦死。是闻赠奉训大夫，礼部郎中，象山县男。贵完泽者，永嘉人。常从江西左丞李铎而留京师，得为平。江陆管军政府，为仇家所诉，免官。会贼攻御领官，行省遂甲。
前官令从征，完则勇于讨贼，凡在战关下，皆胜。荀有与贼斗，为所执，其七弟金德亦被擒，皆反复于数，临以白刃挟之将。金德亦未决，完则呼曰：“今救男子汉即死，不可听。”贼德曰：“此言最是。”因大骂。贼怒，剖二人之腹而死。丑驴，字时中，蒙古氏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，累官京畿曹运副使，出知安陆府。至正12年，其贼曾法兴犯安陆，时丑。驴募兵得数百人，率以拒贼。败贼前队，乘胜追之，而贼自他门入，及还兵，则城中火起，军民溃乱，计不可遏，乃归服。朝服，出作公堂。贼挟以白刃，丑驴犹豫以逆顺。一贼排丑驴下，使败，不屈，且怒骂。贼求不忍害，居之。明日又逼其。从乱，丑驴即斥曰：“吾守土城，宁从汝贼乎？”贼怒，以刀斫丑驴左胁，断而死。贼奋其部将，复以布囊其尸，于至其家。丑驴妻侯侍出，大哭，且列酒肉焖前，渴者令饮酒，饥者PG 2804，令食肉，以待贼之不防己。至夜，自惊死。是闻，赠丑驴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赠侯氏宁夏郡夫人。立表其门曰双节。有逢三者，湖广省义公使也，素不知书。湖广为寇县，造立被西起，飘沙为道，亦拉三以从。三辞曰：“贼名恶，我等其可为？”众出强之，终服从，怒将杀之。三岁唾骂，贼乃复。诛十字木，余之以刑，而窥其肉。三亦骂不止。抵江上，断其喉，委去。其妻随三好气，腐食窥肉，纳布群中。四贼远，收。三血骸，脱衣裹之，大气，投江而死。被罗铁木儿，字国宾，高昌人。由宿卫不官，13转而为江东联访副使，以选为襄阳路达鲁花赤。至正11年，到齐汝尹均州云县人田端子等亦聚众杀官吏，被罗铁木儿将民兵捕，斩之。未几，行省联访司同袭被罗铁木儿，以其所领兵会诛。军于军，防同讨贼，贼始退。而古城光化以急告，即率兵驱古城，而分遣樊城主部托英等驱光化，且遣使求粮于襄阳。不应，遣同之也先不花促之，又不应。军乏时，不能行，乃驻于柴店。复遣从子马哈失利往告，辞甚苦切。联访分司王谦氏。本路总管柴顺礼怒其则望，谢之。是纽贞来献光化所获首级。且言被罗铁木儿在古城与贼相持，未知存没，宜即济其粮。少缓，恐服疾矣。于是托二人谢遣骸，而命也先不花余万。户也先贴木耳率数千人，会被罗铁木儿以讨贼。
明年正月，襄阳失守，也先不花等闻之惊溃，被罗铁木而领义兵200人，且引至监利县，欲免阳府打虏花赤咬住，同知三山、安陆府。同知燕止不花，今相提举相割失利之师，时兵将有传1000余，乃纠合诸义兵丁壮水攻5000余人，必以军号，给以刀槊，具哨马。50水陆既尽，彼至时守县，闻中兴路邑县，乃亦趋越州救。元帅铁节，而道阻不得前，人趋襄阳。贼方驻阳湖港，陈其部。于击之，获其船27艘，生擒贼党刘咬而训得其情，尽赐 PG 2805。前江县又斩贼数百级，获30余船，销贼江流万户，许堂主等。是日，府指兵未时而贼大至，与战抵木、咬住等军各当一面，不能救。被罗铁木而被重创，挥马哈失利使去，曰：吾以死报国，汝无留此。马哈失利泣曰：死生从叔父。既而被罗铁木而被执，贼请同为逆，被罗铁木而怒骂之，遂遇害。马哈失利率家奴求其师，复与贼战，俱没于阵。举家死者凡26人。彭庭坚，字允臣，温州瑞安人。擢至正4年进士第，授丞侍郎，同知宜州事。毁牛黄神祠，驱临郡上马贼，免民横疾征。敛民甚辨之。俄以平反欲求武上官役，遂弃去。10年，赵选首令，以建宁路崇安县尹起庭监于家。属千山寇州梁窃发，犯闽官，庭监遇之有法，寇不入境。11年，升同知建宁路总管。府事。江西寇赤，庭监律民兵克复建阳，又进兵平蒲城。12年，设迁都元帅府事，与绍武路总管吴按贪不花加攻绍武，庭监设云梯火炮，昼夜攻击，寇遁，追斩渠兄董元帅、铁和尚同昌、绍武西平。总兵官江浙参政张家上攻于朝，升同知福建。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，镇绍武。冬，寇县建宁县。13年，停。兼统建阳、崇安、蒲城3县民兵，赐太宁。寇据请将，复建宁县，还师绍武。江浙行省袭庭监节至建宁、绍武2郡诸军。14年，到清政和、松溪、江南行台中城吴夺督军建宁，袭庭监。至时政府万户越患吏麾下，患素汉，纵卒为暴，庭监欲审以法换据，时不促成其不备，诈为贼兵，突入交锋，众皆溃。庭监独留不去，遂遇害，死年43。故立张春，如是下至行。姜晃、奉旧还崇安，民哀泣如丧父母，立祠像，遂时祭祷数。将领饷，旁亦立祠亦如之。南行台监察御史于官刑部巡查，获其贼斩之。为上骑士，赠中奉大夫，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，封
中闵侯。PG 2806。王伯言，字伯敬，滨州沾化人，由湖广省宣使吏永州祁阳。湖州乌程县尹，信州推官。至正9年，迁知福宁州，居3岁。升福建盐运副使，江行县府以10方替扰，留伯言人领州事。未几，贼自绍武监道逼福宁，乃与监州阿萨都剌募壮兵5万，分2险阻。贼至杨梅岭，力诈，伯言与子相持破之。贼率王闪、俄雍众直压州西门，须力皆解散。伯言麾下为白挺士而数百人。2. 伯言射贼，不复反顾，贼以长枪冲马，马仆遂见直。闪说伯言曰：闻公有惠政，此州纳可无隐，公为我隐，可乎？伯言呵善曰：我天子命官，不幸失守，亦当死，肯从汝反。忽善怒，斥左右翼以跪，伏屈，遂殴之。伯言嚼舌出血讯。善面骂曰：反贼，杀即杀，何以殴为？吾明天明也，汝不可害。大丞相倾讨叛逆，100万之师，雷击电扫，汝辈小丑，将无以种，故敢而胁。贼一直阿萨都剌至，善立身则其俱斗，竟不能对。伯言复拓善曰：我杀贼，何言惧邪？我死，当为神以杀汝。言讫，挺颈受刃，颈断，永白夜如乳。暴尸数日，色不变，州人哭声连响。贼既杀阿萨都剌，御史相观之，相立曰：吾与汝不共戴天，恨不寸斩汝，我受汝官邪？贼杀之。相妻潘氏，妾2女，为贼所获，亦骂贼，母子同死。伯言既死，贼时堵其引兵出入。明年，州有森林得城者，起兵讨贼，乃望空虚曰：王州尹，王州尹，一律因兵助我斩。时贼正辞神，堵弘一军来，以为伪帅康将军，即往迎之。吾有也，四面皆青衣官军，贼大败，斩其酋将2蛮，伏宁遂平。是闻赠嘉义大夫，济南路总管，上轻车都尉，追封太原郡侯。刘训，字季川，祁县新州人。曾祖海，今进士第1人，是。至河南府尹，死于国难，子孙遂家河南。训由连访司书吏调连，江县宁善乡巡检。至正13年，江西贼帅王善寇闽，官军守罗源县拒之。罗 PG 2807。元与连江接壤，势将破。训妻真定史事，故乡家女也，有才识。谓训曰：事急矣，可聚兵以汉一方。于是进出连中务募，壮士100余，命众子健将之。加巡监，众至数万。贼寻破罗源，分2道攻福州。训据之城山，3战3捷。俄闻福州县众多溃，去，训独率剑兵进，遇贼于中麻，突其阵，斩前锋5人，贼兵大至，鏖战30顷，训中箭堕马，箭下马噎之，俱被获。训愤，既受大骂。
贼复训阶下，先着手一指，骂弥利，再着一指，亦如之。指且尽，着2万，刺及2足，训色不少变，骂声犹不绝，遂割其喉舌而死。见亦以死惧贼，善易之，舍剑，使敛训师矣。之。见归，请兵于帅府，以复复仇，弗听。见尽散家资，皆死。士100人，诈为工商刘盖，入贼中，夜半发火大噪，贼惊扰，自乡屠戮，见首斩杀其父者张破嗣，并秦善及寇守陈伯祥来献，折之。是闻赠训福建行省检校官，授建谷田县尹，官为训吏。慈福州北门外有司岁时志记云：朵李不花，字端甫，蒙古人，始为宿卫官，内力险要，着辽阳行省右丞，生平章政事。陈友谅献江西，诏拜江西行省平。张正士与平章政事阿儿浑沙等分道进讨，遂泛海南下，趋广东，驻师揭阳，将土寇金元佑，招抚寻、梅、会3州之寇。陈至观其酋长，比至贼以给兵时，又别归宿4000石，输送京师。自是因、赵、清连诸郡皆附，且置兵由梅岭以图江西。而元又有意志，托以镇服其土，遮道故流。先是致书命刘据海迁。广东元帅府事未发，元又窃取，议其名，私必姚贼刘文远。又与邪乱，事决，文远伏诛，而元又及其弟元泰、子荣篡逆，不获。俄荣虑外贼突入，夺福信，杀官吏，遍起仓卒，众莫能之。朵李不花与参政杨太元等勒兵拒战，而贼来益众，朵李不花为枪所中，创胜。其子达兰不花虑麾下力与抗，死之。朵 PG 2808。李不花遂被执，拥至太平桥，骂不绝口，遂为贼杀。其妻不言。是妾高力士在侧，不去，皆大骂曰：我凭张玉尔父子后矣。尔父子何暴逆至此？亦皆遇害。其部将哈起、吴仆言、阿剌、不花、逮不花等俱战死。野郡台其父是言，自有传。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、西行台监察御史、河西联访使转黄州路总管。湖广蓟县朝廷察。其才升四川行省参政，命与平章咬住讨贼。咬住军5000，及分锐卒800，使野郡台为前驱。贼方据巴东县，攻拔之。是时，归、辖等州皆为贼所守，野郡台破贼江上，斩逆无算，以而归。辖平。又进拔之江、松滋2县，乘胜趋江陵。贼出镇清水门，鏖战至隙，贼退入城，乃据其门，似咬住军至。黎明，贼出战，30顷，咬住军止100步外，不救，贼飞枪刺之，遂死。是闻赠荣禄大夫，陕西行省平章政事，柱国，追封梁国公，是中状。陈君用，字子才，延平人，少负气，勇猛过人。
弘经起江，淮有府，须入闽，闽捆受军用南平县尹，给钱5万名，比目迁兵，军用散家财继之，导官军赴建阳、蒲城等县，以攻受同。知建宁陆氏王和贼为福州，引用率兵往援，大败贼众，连访迁士郭兴祖，配军用明珠虎符，使全同之副都元帅。遂引兵于北岭，至连江，阻水而阵。军用曰：今日不尽杀贼，无不复生还矣。乃率壮士60人，徒射斩杀。贼稍溃，继而复合。军用大呼转战，中枪而死。是闻赠怀远大将军，浙东道宣慰。司同知，副元帅，轻车都尉，颍川郡侯，侍中义。伯利牙敦，北庭人，累官至山南连访使，至中兴。中兴为江汉藩平，伯利牙敦每按领所部，威惠熙然。至正12年，寇犯中兴，伯利牙敦以兵与抗，涉贼多死，贼稍退。明日，复雍众来袭东门，伯利牙敦力与之战，被执，不屈而死。又明日，贼复来攻，前中兴判官上都统兵出击之，继而东。PG 2809。门失守，上都仓皇反斗，力屈，贼执之使将，上都大骂，贼怒，哭其腹，窥其肉而死。潮海扎剌台氏由国子深入关，为晋安县打虏花赤。至正12年，齐黄贼起，潮海与县尹黄绍同集一兵，围御贼计。未几，贼兵数万由武宁来寇，绍复行省求援，潮海独率众与战。于象湖，大破之，乃起进士胡窦元、涂渊、舒庆远、甘棠等谋划，而以勇士黄云为前锋。自2月至于8月，战屡捷，擒贼将洪元帅，而贼党亦胜，黄云战死，我军错虐，潮海遂被围寻，为贼所执，杀于富州。子名安图，袭父职，为本县打虏花赤。13年，率众败走，贼将复县治。14年，贼兵复至，名安图迎战，力竭，贼执，而郭之。绍字仲先，临川人。登至正8年进士第，以求援出晋安。而道阻绝，欲官军护绍的入龙兴，而龙兴亦被围，其后为解。绍乃与名安图招谕叛境，过建昌之高平，遇贼，绍与战不胜。正衣官怒骂，为贼所害。窦元字元浩，晋安人。至正10年，领江西乡鉴第一，下第。属敖西书院山长。贼至晋安，掠窦元乡里，窦元以乡兵击败之。入县治，与潮海共图战守。及潮海被执，贼挟之使将，窦元骂不屈，乃以土埋其腰，不死，又复至暗室。窦元仆墙已出，逃入深山，狂骂而死。黄云，抚州人，遇晋安，素以勇节称，每接战，独以身当敌，常为数十人所围，即奋身跃出，致是身中数十枪，喷血，骂贼而死。魏中立，
字伯识，济南人。由国子办独立官至陕西行台御史中丞，牵手饶州。贼忌县湖广，分攻州郡，官军多疲懦不能。据所在无赖子多成奸窃发，不旬日，重折数万，皆短衣草履。PG 2810。齿木为耙，削竹为枪，结飞帛为金如，米也皆赤。中立文景。极律丁壮，分塞险要，戒守备。俄而贼至，打虏花赤马来出战。不能发一矢，贼越逼。中立以一兵击却之，已而贼复合，遂为所执，以红衣备其身，中立斥之，虚然进张。贼直归其水域，驱其从己。中立大骂不已，遂被害。未几，贼又犯信州，信州总管于大本以土兵备御。贼首相假破东门而入，直大本，至其水为浮县。为主事其父，必为应。一扭，且命以官。大本投应于的，而指为主痛立之，遂亦遇害。大本字德忠，密州人，始由儒学教育入官云。PG 2811。列传第83。忠义寺。普盐不花，字溪谷，蒙古氏。倜傥有大志。至正5年，由国子生登右榜进士第1人，授翰林修撰，调河南行省员外郎。11年，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。其黄徐寿辉来寇，普盐不花。战守之功为多，与在道同传。16年，除江西联访副使。请之，赵还，授益都路达鲁花赤，迁山东联访使，再转为中书参知政事。18年，赵与致书侍御史李国凤同经略江南。至建宁，江西曾有亮遣邓克明来寇，而平章政事阿鲁温莎等皆夜遁。国凤十分正延平，陈县遁去。普盐不花曰：“我诚志来此，去将贺之。是与此城同存亡耳。”命驻各门瓮城，前后俱战6。14日，继而大败贼众。明年，赵还，授山东宣慰使，再转之。枢密院事，平章山东行省，守御益都。大明兵压境，普盐不花。汉城力战，陈县，而平章政事宝宝出将。普盐不花还告其母曰：“儿忠孝不能两全，有2弟，当为忠养。”拜母，屈官舍，坐堂上。主将素闻其贤，召之再三，不往。继而面复之，普盐不花曰：“我元朝进士，官至极品，臣各为其主，不屈，死之。”先是，其妻阿鲁真立呼家人告之曰：“我夫受国恩，我亦封其国夫人，今事至此，唯有死耳。”家人莫不叹息泣下。PG 2812。已而普盐不花2弟之妻，各抱幼子，及婢妾，逆舍南景死。彼阿鲁真欲下，而景田燕不可容，遂抱子投舍北景。其女及妾女、孙女皆随逆焉。是时有生荣者，平章山东行省，守东昌、荣建列郡皆将。
告其父曰：人生世间，不能全忠孝者，尔也。父曰：何为？荣曰：城中兵少不敌，战则万人之命由而废，但有一死报国耳。遂自京。闵本，字宗先，河内人，姓刚正闵给，而客至于学。早岁，的推则为礼部令史，御史大夫不花其本之才，辟以为怨，平反。冤狱甚有声，擢御史台赵模，请之，迁枢密院都事，拜监察御史，迁中书左司都事，武转为吏部尚书，仪刑户二部，皆以能见称。本素贫，且有目疾，常上张其谢事，不允，诏授疾。贤士讲学士。大明兵薄京师，本谓其妻陈氏曰：国事至此，吾直之久矣。愧不能立功不报，敢爱6尺躯苟活哉？陈氏曰：君能死忠，我尚有爱于君乎？本乃朝服，与陈氏北向在。拜大书于屋壁曰：元中奉大夫及贤士讲学士闵本死，遂各一焉。二女常真真，次女见本死，呼天号泣，亦自缢于其傍。有拜助者，康里人也，字文善，以才类官至翰林国史院都事，为太子司经。兵至，拜助卫家人曰：吾始祖海兰伯封何东宫者，与太祖同是王可汗，太祖取王可汗，收诸部落，无祖引数十骑驰西北方。太祖使人追问之，曰：袭者与皇帝同事。王可汗今已灭，欲为之报仇，则帝乃天命，欲改世帝，则吾心有所不忍，故避之于远的，以媒无声耳。此吾祖之言也。且吾祖身硕末，其言尚如此，今吾生长中原，读书国学，而可不知大义乎？况吾上世受国厚恩，至吾幼时禄，今其国破，尚忍见之，与其苟生，不如死。遂复谨死。其家人亦之舍东。PG 2813。昔以其书籍焚之为训云。赵弘毅，字仁卿，真定晋州人。少好学，家贫无书，庸于句式，昼则为义，夜则借书读之。或敏其志，但使总其事而不义焉。常受经于临川吴城，始辟翰林书写，再转为国史院编修官，调大乐署令。大明兵入京城，弘毅叹息曰：忠臣不二君，烈女不二夫，此古语也。我今力不能救社稷，但有一死报国耳。乃与妻解释皆自缢。其子公中书管钩，与妻子决曰：今臣于北奔，我父子食禄，不能孝尺寸力，吾父母已死，尚何敢爱死乎？或止之，曰：我曹官卑，何自苦如此？公叱曰：尔非我徒也。故者忠义人各谨自心，其问直之崇卑乎？遂公服北向再拜，亦死。公女官奴，年17，见公死，方大泣，是灵玉数倍来，相虑出壁，曰：我为世人，必将贺之。不听，欲立挽之。女曰：
人生在世，便100岁亦须一死。乃潜入中堂，解衣带。字经，郑玉，字子美，徽州歙县人。又闽务士学，既长，谈思六经，游遂于春秋，决议事尽，而勤于教。学者门人授业者众，所居志不能容。学者相与及其弟构师山书院以处焉。欲为文章，布饰雕刻虾练，流传经师，皆西斯、欧阳玄贤家称赏。至正14年，朝廷除御翰林呆制，奉议大夫，遣使者赐以御酒。民毕，福海珍之。欲辞疾不起，而为表以进曰：明爵者，祖宗之所以遗陛下，使与天下贤者共之者，陛下不得私与人。呆至之职，臣非其才，不敢受。久与毕，天下所以奉陛下，陛下得以私与人，久与毕，臣不敢辞也。欲既不仕，则家居日。以著书为事，所着有《周易纂注》。17年，大明兵入徽州，守将将要治之，欲曰：吾岂是二姓者耶？因被拘囚。久之。PG 2814。亲戚朋友协聚享之，则从容为之尽欢，且告以必死状。其妻闻之，使与之曰：君苟死，吾其相从地下矣。御史谓之曰：若果从吾死，吾其无憾矣。明日，据衣冠，北向再拜，自缢而死。黄许，字应氏，抚州今溪人。博学明经，善属文，尤长于诗。至正17年，用左丞相太平奏，授淮南行省赵模，未行。除国子助教，迁太常博士，转国子博士，升监丞，擢翰林呆制。监国史院编修官。28年，京城既破，许叹曰：我已如志。生，类蒙国恩，为胄子师，代言晋陵。今纵无我路，何面目见？天下事乎？遂负井而死，年61。有诗文传于世。伯铁木儿，字君寿，蒙古人。家世历履模所考，居官所制，以廉能者身。至正中，累迁为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。行省治福州。27年，大明以骑兵出山关，取少武，以州师游海盗去。闽衍至城下。伯铁木儿之城不可守，引妻妾坐楼上，慷慨谓曰：丈夫死国，妇人死夫，义也。今臣且陷，吾必死于世。若等能无从乎？皆泣曰：有死而已，无他志也。缢而死者6人。有10岁女，妒其不能自死，则代之曰：汝积丧拜佛，恕保我无恙也。腐败，即窃米囊压之死。汝媪报其幼子庞立，以弃。伯铁木儿熟视之，叹曰：父死国，母死夫，妾与女，从父者也，皆当死。汝3岁儿，于义何所从乎？为宗嗣既可也。乃命媪报逆庞进民舍，而敛金珠币之曰：即有缓急，可以。此熟而命。有请兵入城，即举灯自燃，四围窗火大发，遂
字粉死。迭里弥石，字子初，回回人。姓刚介，世母至孝，年40。由部士，或问之，曰：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，以素未年劳。受行宣政院崇教，3迁为漳州路达鲁花赤，居3年，居甚安之。PG 2815。时臣有定据全闽8郡之政，皆用其私人以总治之，朝廷令官不得有所与。大明兵既取福州、兴化、泉州皆纳款，或以告。迭里弥石仰天叹曰：吾不才，为3品，国恩厚矣，其何以报乎？报国恩者，有死而已。王和力走白昭御使者至，请出。臣讶之，迭里弥石从容与之曰：尔帝往，吾行出矣。乃译。是具公服，北面在拜壁，引辅着其印文，右大书手板曰：大元臣子。即入位端坐，把所佩刀，自喉中已死。既死，由手执刀按膝坐，俨然如生时。郡民相聚哭庭中，敛其尸，葬东门外。时又有或独步丁者，回回人，就进士，累官迁广东廉访司。是有吕父者，为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，皆闲居御福州。而复以行省命，设长乐县尹。福州记下，或独步丁曰：吾兄弟3人，皆忝进士，受国恩40年，今虽无官守，然大节所在，其可辱乎？以十字系其腰，投井死。复议曰：吾是时君禄，今虽设官，若不以死报国，则无以见先人于地下。引神自惊。死。或独步丁兄曰木鲁丁者，官健康；曰海鲁丁者，官信州。先世亦皆死国难云。普赛因不花，字德忠，宿梁河台人。有履历，善骑射。由素古而敕受吏器库提点，再转为资政院判官，累迁同知枢密院。是迁翰林学士，巡升承旨，赐虎符，兼巡军和普全罗等处军。明万户都元帅，除大司农，初为领北行省右丞，升平章政事。至正24年，甘肃行省以被罗铁木而矫饰皇后、皇孙、遣人。白氏平章政事也速达而及御属御重榜，普赛因不花持不可曰。此大事何得轻信，况非服验公文，猝不属榜，继而果。望传。会皇太子辅军纪宁，臣至拜普赛因不花翰林学士承旨，迁集贤大学士，又为宣政院使，遂拜中书平章政事。大明兵逼，京师召普赛因不花以兵守顺城门，其所领兵仅数百雷簇而已。PG 2816。乃叹息谓左右曰：国事至此，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。臣现被职，以见主将，唯请速死，不少屈。主将命留营中，终不屈，杀之。是时有张雍者，字存忠，温州人，性豪爽，经太乙术会。事乱，以侧干经略使李国凤，承制受雍福建行省员外郎，治兵山关。
请之，既是赴京师，因进，太以数图，顺帝喜之，着。秘书少监。皇太子立大府军院，命拥团结房山，迁同迁江作院士，又除刑部尚书，人领团结。会诸寨骑将，拥守骆驼谷，遣从事段真请援于阔铁木儿，不报。拥独坚守拒战，众将溃。拥无去志，以而寨民李世杰执拥出将，以见主将，拥不屈，与真同被杀。丁好礼，字敬可，真定黎州人。经律算，出仕吏于户部，辟中书院，授户部主事，着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复入户部为员外郎，拜监察御史，又入户部为郎中、申侍郎，除京畿漕运使。建议治司于通州，众讲究漕运利病者为惩罚，人皆辨之。除户部尚书，时国家多故，才用空乏，好礼能准节服费，国家用度，赖之以给。拜参议中书省事，迁至书侍御史，初为辽阳行省左丞，未行，留为枢密副使。至正20年，遂拜中书参知政事。时京师大祭、天寿节、庙堂御用故事大宴会，好礼言。今明父子有相识者，君臣当修审，以米大患，宴会以减长度。不听，起谢氏，乃以极贤大学士致仕，给全奉家居。阔铁木儿护从皇太子还京，书山东素以遗朝贵，馈好礼卖100石，好礼不受。27年，复起为中书平章政事，寻以论议不合，谢政去，特封赵国公。大明兵入京城，或免其业大将，好礼斥之，曰：我以小吏至位极品，爵上公，今老矣，恨无以报国，所欠为一死耳。后数日，大将召好礼，不肯行，于至其画门，抗辞不屈而死，年75。PG 2817。是日，中书参知政事郭雍亦于至其画门，众斥之拜。雍曰：臣各为其主，死自无分，何败之有？与不少屈而死。雍，字允中，蒙古氏，由国学绅士赫出身，累迁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。与同列合之枢密院事也先贴木而丧失，左迁中兴总管府判官。其后也先贴木而以罪处，诏拜监察御史，累转参政中书。其节亦与好礼并云。PG 2818。列传第84。孝有一。是言先望梅，民无善俗。原有天下，其教化未必古弱也。而民以孝义闻者，盖不乏焉。岂非天理民仪之存于人心者，终不可泯于。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，复加劝讲而兴起之，则3代之志，亦可以见复矣。今观史事之所载，其事亲笃孝者，则有临江刘良臣、卞良、陈善、潼关强安、沈州高守直、安丰高泽、巩昌王钦、修武元、司中、余县王世宁、河南朱有亮、泉州叶森、宁陵吕德、吉县刘琦、建昌镇佛生、唐义张富亨、
保定行政，宁夏赵纳海陵。同任居境、陇西周庆、徐德兴、汝宁李从善、华州耀进、色目。是杀的。其居桑庐墓者，则有太原王构、莱州任子、平滦王振、北京张弘范、登封王佐、下蔡许从政、张遂、富平王贾森、郑州段好人、赵弼、薛明善、张琦、卞梁韩荣、刘彬、张玉、何泰、史克、高澄、邓孝祖、李文渊、杜天林、张显祖、金阳章、国祥、延安王明、东昌张辉、永平梁讷、高唐郑荣、刘居敬、同州赵良、南阳周玉、陈介、刘全、大同高者、姜玉、毛祥、归德阁祥、张德成、张训、王圭、刘弼、吉县徐昌祖、甄定宋、甄、王世贤、晋宁史贵、保定耿德温、张行一、贾秉实、张旭、河南王宗道、孙毅、嘉谷天佑、赵州赵德龙、安丰王德兴、10 PG 2819。司让、义宁、合浦、大都望陵、李简、华阴李宁、曲秀、怀庆、侯荣、丁用、郭天仪耀州王思、中牧延让、曹州邓渊、吕震、徐州胡居人、张允中、魏辉王庆、福建朱余龙、随州高可涛、济宁魏铎、武康王子忠、淮安狄氏、汶上赵恒、虚城许时中、衡山欧阳承父、江陵穆坚、苏州王钦、定陶元显祖、绛州姚好、至宿州孙克忠、吉庆富林、济南宋怀忠、穆克孝、汝宁张玉、泉州黄道贤、古城王福、解州晋宇岑、班阳戴真、兖州王志、沔阳徐胜祖、新中石抹昌龄、峡州秦桂华、蒙古色目士那鲁、丁赤司马、改铸、阿合马、拜铸、木巴剌、玉龙铁木儿、所铸、唐兀傣、燕止歌、李朵罗傣、塔塔斯傣。其累世同居者，则有休宁朱振雷、池州方时发、河南李福、真定度量、华州王显正、建宁王贵府、巨荣王荣、周成、鄢陵夏全、保定陈规、开平温邑、大同王瑞之、平江汤文英、潞州袁从政、江州范氏、其荆州李自才、宿州王真。其散才州籍者，则有河南高延和、台州陈远大、潭州汤居公、李孔英、建康汤大有、吉州刘如翁、严用富、高唐孟公、松江管仲德、张孟贤、夏春、江陵陈义宁、中兴傅文鼎、永州唐必荣、济南李公、宁夏何惠岳。天子皆长，表其门闾，或附其家。故元、唐史之例据列姓名于篇端，则其事迹由张著者，复别为之传云。王论，东平虚城人，复素多姿，既老，尽废之，不甘淡薄。每食必须鱼肉，润朝夕勤苦入室，迎凤无缺。复性复乖戾，润左右承顺，甚得其欢心，乡里称焉。复常卧疾，夜燃长明灯饰，中火炎离壁间。润闻火生，惊起持救，火已炽，烟焰必请护。润突入火中，解衣蒙覆，抱而出，机体灼烂，而复无少伤。1.
女不能救，遂焚死。中统2年，复其义。郭道清，兴化莆田人。四世祖义重至孝，宋绍兴兼有赵京之，乡里为立孝子祠。至元初内附。闵道起，居人篡逆，道清。PG 2820。禹帝左倾独守孝子祠不忍去，遂具备职。道将杀左倾，道亲泣，告曰：吾有儿已长，弟若子幼，请待弟死。左倾亦泣告曰：吾家世赖兄以礼，请杀我。道亲故引颈请认。道相顾曰：汝孝门兄弟若此，吾何忍害？两视之。道清年80，子廷伟为建宁路平准行用库使，辞归侍养。道清常病善，为甚，廷伟忧瘁伏护，一系发尽白。有司言状。今之。萧道寿，今肇兴平人。家贫，欲产以自己。母年80余。道寿侍养尽礼。每旦，后母起，夫妇亲事贯至。日3饭，必呆。母食，然后退就食。至夕，必呆母寝，然后退就寝。出外必矣。告母许，乃赶出。母或怒，欲罚之，道寿自进帐，伏地以受。帐足，母命起，乃起。起复再拜，谢为教，拱立左右，四色喜，乃退。母常有疾，衣累遂不能疗，道寿割骨肉啖之而悦。至元8年，赐阳酒，表其门。郭狗狗，平阳邑城人。复宁，为清察先锋使首领官，数大。梁平。宋江使太尉来攻，叶县大梁平，宁全家被俘。使将杀宁。狗狗年5岁，告使曰：勿杀我父，当杀我。使经问宁曰：是儿几岁耶？宁曰：5岁。使曰：5岁而能为是言，吾当全汝家。即以其送宁等往河州。道遇国兵，其惊散。宁家具的还。御史以示文，命京之。张润，延安延长县人，历军籍。八世不易窜，家人100余口。吴建言。日使诸女诸妇各具一室为女工，工毕，敛铸一库，是。无私藏。又置提器，诸母见者即报捕。遗父归宁，留其子仲。父共乳，不问孰为己儿，而亦不知孰为己母也。润凶险促，急。以家事父直据，据辞曰：叔，父行也，叔以主之。润曰：直，宗子也，直以主之。相让祭酒，促以复据。晋身之家，自谓不如。至元28年，经表其门。PG 2821。又有吴胡瑞世通，时世同居，峡州相存义，汴梁丁绪8世同居。州县请于朝，并加精美。田改著，问上人。父病不能阅，倒于天，去医卧冰上1月。同县王柱儿，母病，卧冰上半月。宁诸狗，山儋州人。母年70余，患风疾，要耳不孝，诸狗割骨肉尽啖，岁月。遂于父坐，不能行，诸狗手敌混会，
户。是盛周造版于载母，夫妇共于行原田以娱之。后卒，居丧。有礼，相驴称焉。潭州万户宜剌穷子李家奴，9岁，母病，医言不可治，李家奴割骨肉，煮米以尽，病乃全。抚州路总管管如林，浑州民。朱天祥，并以母及亏割骨，经其家。毕也速达利，米李氏，家秦州。父丧，卢木赐，昼夜悲号。有飞鸟翔集，坟土永起。又有尹梦龙，中兴人。母丧，覆土为坟，结庐居其侧。手书孝经千余卷，散乡人读之。有群屋及其种数。樊渊，健康句容人。幼师父，弑母笃孝。至元12年，奉母避兵茅山。兵至，欲杀其母。渊报母嚎哭，以身代死，兵两。是之。30年，江东连访使者辟为例。母亡，奔丧，哀感行路。夫阙，奉神主事之，起居饮食，10年如平生。台县交见，渊不忍去坟墓，终不起。延佑间，汀州宁化人赖陆孙，母病，植菜无酒作乱，父母从一人避南山。道至，众散走，陆孙守母不去。道将任其母。陆孙以身义避曰：勿伤吾母，宁杀我？母渴，不得水，陆孙含唾恤之。道相顾害叹，不忍害，反取水与之。有掠其妻去者，众责之曰：奈何汝孝子父？使归之。是闻，并赐褒表。刘德全，汴梁杞县人。早丧母，父荣再娶王氏，生2子居。PG 2822。晋居元，具佑，德全甚抚之。及王氏病卒，乃异相友爱。至元末，遂击父欲使西居，德全弃止不能的，乃各受其业以去。久之，父卒，兄弟相约同窜，和好如初。至3年，征定朱显，自至元间其祖父以分财。至显念执宴访等年幼无事，谓帝要曰：父子兄弟，本同一气，可议处乎？乃会拜祖墓下，取分劝焚之，复与同居。延佑间，魏州吴思达兄弟6人，常以父命西居。思达为开平县主簿，父卒，还家。至葬毕，会宗族，弃告其母曰：吾兄弟别处10余年矣，今多破产，以一母所生，忍使兄弟苦乐不均耶？即以家财代偿其不，更复共居。母卒，哀悔甚。宅后，柳帘里，人以为有意所感。又有朱汝协，蒲州人。父子名长命与兄汝弼别产。子名卒。汝弼家尽废，汝协弃请共居。众父子昭，子欲平病，汝协迎至。家奉汤药甘止甚紧。后卒，丧葬尽礼。乡人贤之。州县各以铭文表其驴。郭回，邵武人。肃平，年60无妻，奉母寄宿神祠中，营养甚坚。母年98卒，回雍生的前葬之。
每旦一坟枯寂4年不辍。周上状命给衣粮善济，人表议之。孔权，亳州路一人。父陈病，亏骨肉啖之，月后卒，居。丧尽哀。庐墓左，覆土为坟，日6时间，风雨有亏，四季则补之。3年，起坟广1亩，高3丈余。张子奎，安西人。父丧，每夜半以碑覆土，走西行的。匍匐至葬所，筛细土为坟。陈其儿，归得下一人。年9岁，母丧，衣毁，亲覆土为坟。高1丈，广16步。人悯其幼，欲助之，则弃拜而辞。又有峨眉赵国安、解州张琛、南阳李廷瑞、齐州宜剌伯言、南阳切列歹，皆居丧有志行，庐墓次，覆土为坟，并亦有司所。PG 2823，请表议之。杨仪怀孟人。至元间，连其叔亲家贫，密以分弃一神祠。焚之，与亲同居者30年，无见言。张本，东昌池平人。笃孝，是伯父，叔父皆甚谨。伯父常病，本昼夜不去厕。父载以金车，不晚亦待月导之。张庆，真定人。善事继母。伯父太义居河南，庆闻其贫，迎归养之。公善丰备，过于所生。元善，大名人。父有昆弟5人，因贫流散江淮。久之，遂客死。至大4年，善往寻其骸骨，并迎弟侄等15丧而归。改葬祖父母，以诸丧序列附于营次。州县以闻，并经其家。赵玉，唐州人。父服迁镇之管臣。其先3世同篡。玉官。福州司狱，满归，以母老不复事。1日，会诸弟，弃身遗训。愿世事无益处，且助天煞血以蒙。自是大小百口，略无谏言。同力合作，家道以殷。欲长兄瑞早逝，扫刘氏守制，欲率家人。视之甚功。次兄选季末，扫王室，欲母以其少，许归改嫁。王氏曰：父无再嫁之意，愿终是孤。欲妹坠王幼，有王妹。念幼母无子，岂归诸氏养之。人谓孝有节义，翠玉一家。元贞。初，京之。胡光远，太平人。母丧庐墓。一系，孟母欲食鱼，陈其号。天，将求鱼以祭，见身于五尾列墓前，具有孽痕。邻里经义。方共具棺，有塔出草中，浮水去。众知是塔所献，以状文于棺。表其驴。至顺间，永平旁尊，母病重，3年不能起。忽思食于尊，求于事不得。归途叹恨，忽有礼乐入其州。作羹以献，母曰：并矬。陈韶孙，广州番禺人。父刘以罪留赵州。韶孙年10岁，不。PG 2824。忍父远折，朝夕好气愿从。父不能夺，遂与俱往。跋涉万里。
不但劳苦。到过辽阳，凭张塔出见而悯焉，与之曰：“天子宽仁，伐不及嗣。边地苦寒，非汝所堪。吾反汝故乡，汝怨之乎？”韶孙曰：“既不能以身代父，当死生以之，归非所愿也。”塔出京邑，以钱赏之。大德6年，刘死，韶孙哀痛，见者皆为之泣下。赵州万户府以闻，命遣还乡里，人今议之。李忠，晋宁人，幼孤，弑母至孝。大德7年，得大政，巡宝山夷，所过居民庐舍，皆催押轻匹。将尽钟家，分为2行，50余步复合，钟家独完。吴国宝，雷州人，姓孝友，父丧庐墓。大德8年，晋内黄，害嫁，为国宝田无损，人皆以为孝感所致云。李茂，大名人，喜家扬州。父兴受灵卒，与茂曰：“无病，且死，尔善事母。”茂弃受命，奉母孟氏一景。母常病目失明，茂倒于泰安山，3年复明。又怨母寿，每系诸天，其损几年矣。母孟氏近年84而没，居丧哀痛，闻者伤之。大德9年，扬州在火，延烧1000余家，火及茂庐，皆讽反而灭。是闻今之。阳人，泸州庐江人。至元初，阿术兵南下，人家为所掠。父被杀，母及兄弟皆散去。人年7岁，卖为汴人李子安家奴。立作20余年，子安怜之，纵为良。人踪迹的母于颍州蒙古军。塔海家，兄于睢州蒙古军岳那家，弟于邯郸连大家，皆为义。尚无恙，乃便肯亲故，代的超百定，立一诸家求赎之。金银百计，更6年，乃得岁。大小20余口，复聚居为良，孝友甚笃。乡里美之。大德12年，经其家。又有黄觉经，建昌人。5岁，因乱失母，稍长，是天诵佛。书愿求母所在，乃渡江涉淮，行乞而往，冲冒风雨，被利坚。苦，至汝州梁县春店，得其母已归。张亲孙，蜀人，本刘氏。又为张提刑养子，与母父氏相师。PG 2825。38年，便访于江西诸郡，迎归养之。于权，杭州人，又被掠卖为刘高家奴。后获为良，自便部。归杭，寻其母及解，得知是母以孝闻。李鹏飞，池州人，生母姚氏，为嫡母不容，改嫁为朱氏妻。鹏飞幼，不知也。年19，思慕哀痛，是学医以济人，愿早见。母行求3岁，至齐州罗田县的焉。时朱氏家方邑，鹏飞起之，遂迎还奉养。久之，复归朱氏，时渡江省境。既卒，遂食邪子。孙往继墓，终其身。并以有司所请，经其驴。赵翼德，龙兴新建人。至元12年，国兵南伐，被俘至燕。
为正留守家奴，历仕3世，号忠干。至大元年1日，拜请于其主正阿斯兰及其母则国太夫人曰：亦得自去父母的全身。依门下者30余年矣，故乡万里，未获归省，虽思慕刻骨，未尝敢言。今父母已老，托有不幸，则永为天地间罪人矣。因伏地涕泣，不能起。阿斯兰母子皆感动，许之归，其1岁儿返。亦得至家，父兄已没，为母在，年80余。亦得伯的葬耳。就必欲少留弑母，俱得罪，如其海眼。阿斯兰母子叹曰：彼见利，乃能事，无可不成其效乎？即列劝纵为良。亦得将辞归，会阿斯兰以冤被诛，诏布戮其家。群奴各亡去，亦得独。愤曰：主家有祸，无忍同路人耶？即留不去，与张景同意。中书肃往状的昭雪，还其所及。太夫人劳亦得曰：当立。即无家时，亲戚不相顾，汝独冒险以白无往，疾风劲草，与汝见之。令无家业既丧而复存者，皆汝利也，吾何以报汝？因分每田庐遗之。亦得谢曰：亦得虽鄙人，非有利于事也。众哀吾主无罪而受戮，故留以报主。今老母80余，得归侍养。主之赐以后矣，何以田庐为？遂不受而去。皇庆元年，经其门。PG 2826。王思聪，延安安塞人，素立田，农系则教诸生，的数休矣。养亲，母丧，尽哀。父既娶杨氏，视之如所生，以家多幼稚。亲父时，别注释曰：养老堂奉之，朝夕定审，月久不待。父常病，据思聪优甚，拜其于天，额膝皆成疮，的神泉饮之，月后父失明，思聪视之，即能视。献上状，命表议之。彻彻捏骨思事。又丧父，是母笃孝。稍壮，母没，痛哭。顿绝，水将不入口者3日。祭葬，居丧有礼，每节续祭祀，哭。气长如坦阔时。年40余，思慕犹如孩童。每见人父母，则呜咽流涕。人问其故，曰：人皆有父母，我独无，是以弃耳。至大3年，褒义。王初应，漳州长泰人。至大4年2月，从父义士侨留岭山。有虎出从集中，博义士，伤右肩，初应复救，抽镰刀刺虎鼻杀之，义士的身。太定2年，同县师何德，复真右长出云，为虎恶于田何德与从地发资持府前杀虎，复的身，并经其门。郑文嗣，婺州浦江人。其家时世同居，凡240余年。亦前齿薄无感思。至大监表其门。文嗣末，从弟大和祭主家事，一言而有恩，家庭中领如公。府子弟稍有过，斑白者犹鞭之。每遇岁时，大和坐堂上群。
从子皆胜衣冠，燕行立左序下，以次进。拜贵奉商上受币，皆肃容拱手，自幼驱出，足武相衔，无敢参差者。见者皆慕，谓有3代遗风。状文复其家，不识者于阙为书，东浙第一家，以褒之。大和方正，不奉浮屠，老子教，官婚丧葬，必击诸息。家礼而行职，亲丧哀甚，3年不遇酒肉，子孙从化，皆孝谨。虽常仕宦，不敢一毫有违家法。诸父为士女工，不使欲。家政宗族礼驴，皆怀之以恩。家畜2马，一出，则亦为之部。PG 2827。10人以为孝义所感。有家范3卷，传于世。王建，福宁人，性孝而好义，父长极盛，建业导于天，愿简几年亦复寿。父绝而复苏，告其友曰：是有神人，黄一弘。怕手恍惚与我曰：汝子孝，上帝命息汝12龄，即岁月。后果12年而卒。母审视并可，与见曰：得瓜以啖我，可。止。时冬月，求余香不得，行至深奥岭，值大雪，见碧雪树。夏，思母病，仰天而哭。忽见岩石间轻漫离披，有2瓜焉，因摘归奉母。母食之，可顿止。兄孟革早逝，扫陵氏更是刘仲山。仲山常以田玉于剑，即死，不能葬，且无子，足以其贫，莫肯为之后。见即以田孩之，使至后，且治葬焉。周晋民死不葬者，时民平未葬者众，未令悉焚旧，弃骨野中。见哀之，以地为一千收一之。有死不能敛者，复买棺以赠，人皆感焉。至大4年，其相汉，民间敌，见进出楚肃镇之。有师傅等11家，积欲死，见闻，恻然欲祭之，家粟以节，即以己田一谷110分给之。夫等得其活己，每月朔，会佛祠为其福。福建宣慰司上状。今之。郭全，辽阳人。幼丧母，哀妻如成人。及壮，父庭育幼卒。居庐3载，辍州面没。是继母唐古氏甚孝。唐古氏生4子，皆幼，全躬耕以养。既常娶妇，各求分财一居，全不能止，凡田卢器物，悉自取朽敝者，奉唐古氏以居，甘止无乏。唐古氏卒，全年60余，哀痛悔极，卢其墓中丧。又有刘德，凤原人，复娶后妻何氏，得氏之如所生。家贫，雍公取直，寸前尺帛皆上之。4弟并贺出，得抚爱有笃。年5，时未娶，称代的前先为帝求父，诸弟亦化其德，一门蔼然。乡礼称为刘佛子。马押乎，也礼可温氏。肃平，是继母张氏，庶母吕氏，可敬子侄。PG 2828。刘居敬，大都人。年10岁，
继母好事病，居尽忧之，恳天以求代。状文并褒表之。杨浩，扶风人，父亲母牛氏。牛氏常病惧，好叩天求代。遂全如是者在。后牛氏失明，好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，复如故。牛氏末，哀悔特甚。葬之日，大雨，独号墓前后数里，密云蔽之，雨不沾土，宋者大悦。葬毕，令妻卫士家居养亲，好独庐墓上，覆土为坟，疏食水饮，终其丧。亲卒亦如之。丁文忠，许州兖城人，叶谷也。母何氏籍，与弟文孝结立。吊氏。母卒，文忠庐墓侧，不与妻面者3年。富贵幼疾，医不能疗，文忠造车一辆，兄弟共御之，载父倒于嵩山、五台、泰安，何读诸祠，徒遇一僧一药而悦。延佑7年，京之。少敬祖，晚秋人。父丧庐墓。母寂寞，何绝，不克葬，病于晨曦。敬祖露宿依其侧，风雨不去。有人哀之，为父草舍壁之，前后居庐6年，两臂俱成尸疾。至3年，经其家。其后又有永平李彦忠，父丧庐墓，8年不至家。茶陵谭景兴，又师父，追念之，庐其墓10年。亳州郭成，年71，母丧，石州庐墓1年，朝夕哭灵。人哀其老而能孝。户铎，汴梁兰阳人。早姑，寓于伯父。及壮，视伯父如所生。伯父老无子，夺为买妾，遂于产一女。其妾性颇不惠。熟妹，鸦女死。久之，伯父卒，夺丧之甚哀。姨父生一男，夺承前师，告其母及妻妹互视之，己父庐户外，终夜审查，不敢安寝。帝能时，常自抱哺，与痛卧起，10年不少怠。帝有疾，夺夜击嗓心斗哀悼曰：天不伐于家，夺父子间可去一人，勿丧无弟，使伯父无后也。明旦，帝曰：母卒，哀悔于礼，庐于墓侧，不理家事，宗族劝之归，夺曰：今岁兄多道，无家。PG 2829。虽贫，安之墓中无可欲乎？倘今无亲之灵，虽生何为？卒守。庐不去。孙秀实，大宁人。姓刚毅，喜州人籍。李仁王仲和常托绣。时代妇人超2000锭，贫不能偿，弃其亲逃去。数年，其亲思之。及秀实日馈新米存问，终不乐。秀实哀之，悉为代偿，取劝。还其亲，复命奴控马积金，访仲和使归，父子欢聚，闻者莫不皆美。又李怀玉等代秀实超1500锭，度无以偿，尽还其劝，不争。复有贾敬，大同人。大德9年，地震，民居多伤，且乏食。竟给酒药炭米祭之。每岁冬，至木棉裘数百袭衣寒者，买的为1000，使无木者葬之。
李子敬，陕西三原人。嫁不能嫁者50余人，葬不能葬者50余丧，坟卜券4万余贯。有司以铭文，并经之。宗启，大都人。年19，腹内载卒，脾勇好气，决而复苏。水将不入口者3日，哀泣伤心，遂成疾。伏卧床榻，犹哭不止。泪尽，祭之以血。祭葬，即转肾。其有继母，无他兄弟，度不能自起，作遗书嘱其妻杨氏曰：汝善守志，以示吾母。遂卒。杨氏遗父生一男，人以为孝感，天不绝其嗣云。太定3年，经其门。赵荣，扶风人。母强氏有疾，荣割骨肉啖之者3。父母登太白山，祷于神，得圣水饮之，乃全。后年75卒，荣好。痛不食，3日方饮水，7日乃食粥。葬之日，白云蔽其墓前后15里，葬毕而散。荣覆土成坟，庐其侧中丧。吴好直，华州蒲城人。父没，是继母孝，兄弟常求分财。好直劝谕不能止，即以己所当的，悉推与之。初从师学，淡泊30年，无少会。又有真诚柴玉、陈顺资，皆能孝友，以己产。PG 2830，分让兄弟。县令言状，并表美之。于丙，建德遂安人。又丧母，泣血成疾。父亡，不忍葬。结庐谷山下，并其中，日必护守室。有牧童以火延并庐，丙欲自辞疾扑不止，欲投身火中，与就俱焚。俄暴雨，火灭。徐豫，镇江人。史官，是副镇，将之务员，过丹阳小溪。镇陈桥失足，堕水中。同行者立岸上，不能救。欲投西雍镇出。镇的晚行舟已深。欲立备，且水势湍急，遂溺死，失流45里的鱼滩。将这行审言状，表议之。隐身，汴梁尾川人。至初，游学于京师，忽梦母疾，心怪之。迟归，母已亡。居庐书时，哀悔故吏。每鸡鸣而起，守。至纪传，亦目所哭奠之，风雪不废。父府陈常病疫，身侍奉汤药，衣不解带，常其愤以验差距，夜则倒于天曰：生母亡不能见，父病不能治，为人子若此，何以自立于世？愿死以待父。命数日月，乡里皆议之。又有高堂孙希贤，母病历，希贤阅方书，有曰：血温生热者死，血冷生凉者生。希贤常知其血温，乃好弃其天，求生待之，母岁月。高有补肾荣，母力不能药，日常力以求月。兄疾，礼北臣，岂减几年言之。并权。刘廷让，大宁武平人。至顺初，北方兵起，民被杀掠。廷让妾家避山中，有幼弟方汝，母王氏至于怀，兵急，廷让乃弃。己子，亦手抱幼弟，
一手扶母，急趋的免。世文京之，刘通，亳州谯县人，家贫业农，母博士，好声乐，美炫技。者以箫鼓至门，必令于氏，或自歌舞，以悦母心。博士慕失明，通事断酒肉，导之30年不谢。博士年85，忽复明。至大监鄱阳黄奕、黄庆监诸暨丁祥一，皆以亲丧民，以舌视之，复能事，并命褒表。PG 2831。张望就，安丰霍丘人，幼师父，母陈氏居平守制。望就9岁，脉息已养，及长，母病，服诊数月，望就无资命医，为日夜痛哭，礼天求代，未几岁月，又自以深夜为不能多给，进不取，以终母年。县令言于朝，京之。张思孝，华州人，母丧，以孝文。父疾，调户甚至，不悦，以父涕半泣，垂泣尽饮之。父节斋至岛，起以身代，未几岁全。至顺3年，表其门。杜佑，邳州人，河南行省属为3叉口水，马占提领。父陈病于家，又忽心惊，举体沾汗，即弃直归。父病始3日，遂倒。神求代，且常愤以厌疾。父卒，庐木尽哀，有训兔之锐。长寿，父铁柱，关平章政事，生5子。常山寿早逝，次疾。长寿，次永寿、福寿、芒古海牙。元统监，铁柱末，长寿哀悔。敬礼。福阙，当应序，与弟罗拜母前曰：吾父廉平，诸弟位有所立，愿以直让永寿。永寿让福寿，福寿曰：二兄能让。福寿独不能耶？以让芒古海牙，母从之。芒古海牙遂告应。为太喜宗因院神御殿侍礼左郎，皆奉议大夫。兄弟奉母有笃，邦吕美之。至大监，河中梁外僧，亲丧庐墓，兄纳海为奥鲁官，自以长远视，不得养其亲，即弃职，举外僧代之。人称外僧能孝，纳海能义。又有谓吴氏丘丘及亳州高中，嘉定武进，皆以事。亲不愿事，以祖父应让叔父昆弟云。孙景，镇江丹徒人。父丧，哀悔，沿东险卒而不停就祀。载衣不解带，长10州，诵佛书。及葬，载就渡江，朝播方勇。俄顺风一帆，如履平地。是继母唐氏尤孝，常患庸，景亲吮之。又丧母，景氏之父名。唐氏卒，某日将葬，时春苦雨，景夜号。天启季，至旦，云日开朗。府眼旷，阴气复合，雨注数日不止。又有无锡岑，睢宁人。父卒，葬之日大雨，西岑跪就前。PG 2832。祝爱然万，火赤，雨至。祭葬，庐于墓左。献上状，并经之。张公，河南偃师人。以兵部府属阴防府案牍，亲老，辞归。侍养，垦礼先墓，身负水灌松波。
父丧，过哀。弑母冯氏有景。遂兄公夫妇采野菜为食，而迎奉干止无乏。母有疾，公守除。混会，未补饮食，且常愤以厌疾事。天历初，西兵至河南，居名西窜。公守弑母病，相中一见，不去。母经祭而没，公居丧。敬礼，人称孝焉。有召金骑驴。兹入道，德州齐河人。父心卒，居丧，以孝文。母高士至。家言，汝道承顺圣公。母常请疾，昼夜不去厕。一日，母平人。授以金珠若干曰：汝素孝，事无思绪，我一旦不会，此物非。汝有矣，可善藏之，无令他兄弟知也。汝道弃拜曰：无父。母起艰难，成家业，今田宅牛羊已多，汝道恨无以报大恩，上敢受此，以重不孝之罪乎？尽辞之。母卒，哀悔，终丧不愈。酒肉。幸有爱，二弟江西居，汝道西以美田庐让之，二弟早逝。抚诸姑如己子。乡人刘显等贫无以为生，汝道割己田各避之。使食其租终身。礼中常大义，有时瓜得旱而悦者，汝道极多事。瓜及邪米，利户馈之。或曰：利气能染人，勿入也。不听。一周行问所苦，然卒无恙。有死者，复赠以会读，人咸感之。常出卖粟待人，至秋，黄时价，人无以偿，汝道据其劝焚之。县令礼让为请经其家。PG 2833。列传第85。孝有二。王雍，字伯常，雄州归信人。弑母李氏以孝文。母有疾。雍夜倒北城，至叩头出血，母疾岁月。及母卒，哀悔积绝，漏。触墓前，旦夕悲号。一夕，雷雨暴至，邻人持请袭往，欲避之。见雍所坐卧之地独不沾湿，咸叹意而去。复有蜜蜂数十房来，指其家，遂得蜜蜡，以供祭祀。黄晕，字止敬，临江人。父君道，言右监求官京师，刘晕。江南。时晕年幼，及既长，闻其父娶后妻居永平，乃往审之。则父没已3年矣。庶母闻晕来，竟携其资去，更嫁，俱不见晕。晕嚎哭与人曰：吾之来，为审吾父也。今不幸吾父已没，思奉其旧规而贬之，莫知其目。苟得见庶母是以葬所，死不恨矣。尚忍力遗才邪？久之，闻庶母居海滨，及果粮往。庶母复惧之，3日不纳。庶母之弟怜之，与携至永平属县乐亭求父墓。又福德。晕哭倒于神，一系梦老父以杖指葬处曰：见片专辑，可得。明日就其弟求之，庶母之弟曰：真是矣，敛实有某物，可验。启秀观，得复古已归。时明三者，与母居于瑶山中。一日明三自外归，觅母不见。见壁穿而卧内有3虎子，知母为虎所害。
乃尽杀胡子，立巨斧，立必侧，四母虎彘，啄其脑裂而死。父往以岩石棒，执斧伺候。PG 2834。啄杀母虎，民三义立死不扑，张目如生，所执斧牢不可拔。刘琦，越州临湘人。生2岁儿母刘氏遭乱陷于兵，其独逝。其父稍长，思其母不至，常叹曰：人皆有母，而我独无。则须息气下。及官，请于父，往求其母。遍历河之南北，淮之东西，数岁不得。后求得于池州之贵池，引以归养。其后15年而父没，又3年而母没，终丧犹书时。有司上其事，经表。其门曰孝义。刘元，归德中牧人。母无事，年70余，病甚不能行。是兵火起，且延至其家，邻里俱逃，元力不能救，乃呼天号泣，驱入抱母，为火所焚而死。祝公荣，字大昌，处州溧水人，隐居养亲，事母甚孝。母没，居丧尽礼。灶突失火，公荣力不能救，乃扶棺悲哭，其火自灭，乡里异之。肃2卿相于堂，朝夕视之如是生焉。陆思孝，绍兴山阴樵者，姓至孝。母老病立，思孝医导久之，不孝。思孝方欲窥骨肉为迷已尽，忽梦寐间恍若有神人者，授以药剂，思孝得而益之，即以奉母，其疾岁月。江间，延州淳安人。7岁而孤，与2兄养母至孝。母死，兼哀慕积绝。祭葬，独居墓下，朝夕哭殿，寄烟荒山中，公自桥窜，疏食饮水，亦衰麻寒暑不易。同理成事，待世子不能事。其父母闻奸之行，惨感而悔，皆迎养焉。胡伴侣，均州密县人。其父时常患心疾数月，己死，更属。医具莫能疗。伴侣乃摘木焚香，弃告于天，以所佩小刀于右胁。棒窥其皮肤，割之一片，煎药已尽，复即遂抽，其伤亦眩月。朝廷经表其门。王世宏，延安中部人。父团有疾，世宏倾家资求医，见医即败，便倒诸神，叩额成疮。父没，哀悔尽礼，庐墓3年，卒。未尝至家。墓庐上有奇雀来巢，飞鸟翔集，与世宏亲近，若相。PG 2835。遐然，众贤异之。终丧，复见祠于营前，朔望必往奠祭，虽封与不废也。有司上其事于朝，今表之。何从义，延安洛川人。祖良，祖母李氏偕亡，从义庐于墓。策，但系哀慕，不托迭代，不食菜果，唯但蔬食而已。是父氏。荣，母王氏，孝养尤质。伯祖温，伯祖母郝氏，叔祖公，叔祖母贺氏，叔祖让，叔祖母姜氏，叔父真，叔母光氏，皆无子。彼其王也，从义贤为治葬，筑高坟，祭奠以礼，时人异之。哈都敕，
大都固安州人，天性笃孝。幼孤，养母，母常有疾，医治不全，哈都敕立其所佩小刀，拜天泣曰：“此母生我，劬劳，今当捐身报之。”乃割开左胁，取肉一片，作羹敬母。母曰：“此何肉也？其干如是。”数日而病愈。高必达，建昌人。5岁时，父名大呼弃家远游，莫知所事。必达既长，昼夜哀慕，乃娶妻以养母，而力往四方求其父。10余年不得见，心越悲。忽相传黄州全真道院中有虚名子者，学道30年矣，本姓高氏，建昌人也，逆姓名为道人云。必达询问之为父，即往拜之，具言家事及己之所生岁月。大父母之丧葬始末，因哀嚎叩头不已。虚名犹名作不顾，久之，叱曰：“我非汝父，不去何为？”必达刘氏左右不少谢，辞泣哀恻。可惊。其徒谓虚名曰：“师有子如此，忍弗归乎？”虚名不得已，乃还家。必达孝养独至，乡里称之。曾得渔阳人，宗圣公57代孙。母早亡，父仲祥再娶。左氏仲祥游襄阳，乐其土俗，因携左氏家焉。乱兵陷襄阳，遂失左氏，得便往南土求之。5年，乃得于广海间，奉迎以归。孝养甚至，有司以闻，召京赴其家。晋秉，字克昌，绛州曲沃人。兄荣为魁章阁承制学士，奉母王氏官于朝。母没，秉与兄荣互丧还家。至平定，大雷雨，流水骤至，秉扶救上，荣呼之避水，秉不忍舍去，遂为水所漂。PG 2836。梅后的王氏就于3里外，的秉师于5里外。诏赐孝子敬秉。碑黄道贤，泉州人。嫡母唐无子，道贤在襁褓而生母苏以疾，去。既长，思念生母，屡请于父，得诏之归。道贤竭力养2母，得其欢心。父病笃，道贤昼夜奉汤药，不离膝下，便求良医。莫效，乃夜祷于天，愿减己1计之算，以益父寿，其父岁月。至元统2年，乃没，果服1计之数。道贤居丧尽礼，覆土筑坟。庐于目侧，书时中至。至元2年，有司上其事，惊其门曰：“孝子皇室之门。”史彦斌，邳州人。仕学，有孝行。至正14年，何邑、今乡于台坟墓多坏。彦斌母卒，虑有后患，乃为后官，刻名曰邳州沙河殿史彦斌母柩，人以4铁环钉其上，然后葬。明年，木果为水所漂，彦斌覆草为人，至水中，仰天呼曰：“母！”观背水，不知其处，愿天经怜哀子之心，假此除灵，只是母观。言气，涕泣横流，乃陈州随草人所知。经10余日，行300余里，草人止丧陵中，视之，
母就在焉，载归父葬之。张绍祖，字子让，颍州人。读书力学，以孝行闻于朝，特授河南路儒学教授。至正15年，奉父避兵山间，贼至，执其父将杀之。绍祖泣曰：“吾父其德善人，不当害，请杀我以待。”父死。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？何忍害人父也？贼怒，以戈击之。戈应手错钝，因感而相谓曰：“此真孝子，不可害。”乃释之。李明德，瑞州路上高县人。读书有志操，孝行笃志。至正14年，乱兵陷元州，因超略上高，兵执其父欲杀之，明德泣，告曰：“子其不能待父乎？愿勿害吾父也。”兵遂杀明德，而免其父，后以高寿终。张基，字世民，益都胶州人，性孝友，能诗文。至正7年 ，PG 2837，与兄生弟经统领相见，由泽州儒学正转泰州牧职，弃之，养亲居扬州。15年，扬州乱，姬母姬氏方卧病，贼突入卧内，举枪欲刺姬，姬以身避击，枪中击血，3日而死。魏敬义，字世友，雄州荣城人，性至孝，居母丧，哀悔故。立素好诗语，有男女诗识者，出资财为之嫁娶，遂兄老弱知机者，为迷以食之。晋亦有田景16顷，一日与其子曰：“自吾买4庄村之田10顷，还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给，无生命焉。今将以田归其人，汝谨守于田，可无馁也。”乃呼4庄村民遇之曰：“吾买若等业，使若等贫不聊生，有亲无以养，吾之不人甚矣，请以田归若等。”众闻，皆恶疑不敢受，强与之，乃受而言诸有司。有司以文于中书，请加金表。丞相贺太平叹曰：“是乃有司人哉？”汤林，字伯宇，龙兴新建人。早丧父，弑母至孝。母常病热，更属衣服能效。母不肯饮药，曰：“为的兵，我即乃可悦。”尔时天气甚郁，临求兵不得，累日嚎哭于池上。忽闻池中夹有声，是泪视之，乃兵司也。即取以奉母，其疾果悦。孙毅，字希武，世居晋宁洪洞县。亦登进士第，立士至行部郎中。官保之变，妾父母妻子避兵平阳之伯村，有乱兵至村，剽掠，拔白刃下一母，求财不得，举刃欲斫之，亦即以身避母，请待受斫，母乃的事。而义父被掳去，不知所之。或与之曰：“汝父被驱而东矣，然东军的所掠民皆杀之，汝甚无往就死也。”亦曰：“吾可为死而弃吾父乎？”遂往，出入死地，履兵围待，卒的父已归。石勇，绍兴新昌人，性淳厚，事亲至孝，执乱兵掠乡里。永父迁孙年80，老不能行，永父父逆山谷中，乱兵执其父。
欲杀之，永即前报父请以身代，兵遂杀永而弑其父。王克己，延安中部人。父伯通没，克己覆土筑坟，庐于墓。PG 2838。策。莫高纵兵暴掠，县民皆逃窜，克己独守墓不去。家人呼之，避兵。克己曰：“吾事守墓3年，以报吾亲，虽死不可弃也。”遂不去。俄而兵至，见其身衣衰跌，形容憔悴，曰：“此孝子也。”遂不忍害，尽终丧而归。刘思敬，延安乙军人，是其继母杀氏，杜氏孝养之至。无义亲母。父年80，两目俱丧民，会乱兵飘掠其乡，思敬父。父毙于岩穴中。有兵至，欲杀思敬，思敬泣言曰：“我父老矣，又无墓，我死不足惜，使我父何依乎？”兵怜其孝，不忍杀。父子皆免于难。吕佑，字伯通，晋安人。至正26年，郡城破，有卒入。其事，拔白刃挟其母林氏所财宝不得，挥刃欲啄母，又及以身。毙母，而夺其刃，手指尽裂，被伤仆地。良久而苏，开目视母，曰：“母性无恙，我死无憾矣。”遂冥目死。周乐，温州瑞安人。宋状元坦之后，赴日臣，通经能文。海贼窃据温州，居日臣至海州上，乐随往，视其父甚景。一日，贼求遣人审日臣于水，乐泣请曰：“我有祖母，姓刘，父侍养，请以己代父死。”不听，乐报父不忍赦，遂痛死焉。PG 2839。列传第86。隐逸。古之君子，负经世之术，度时不可为，故高岛以全其志。使得其时，未尝不遇事，事而行所学，及物之功岂少哉？后世知事，其所运序或未至，而好以计为高，当邦有道之时，且顿。是离群，谓之隐士。是主亦苟取其名而强其之，即考其实，不如所闻，则曰：“是欺世钓誉者也，上下岂不两失也哉？”原之隐士亦多矣，如杜英仪执政书，记张特立居官之政，则非图隐者也，盖其得时则行，可隐而隐，颇有古君子之风。而是主义不强之始起，可谓两的也矣。自是以隐逸称者，盖往。往而有，今直其可传者，作《隐逸传》。杜英，字文玉，其先霸州信安人。父时生，经史有传。因长7尺，美须髯，气貌魁伟。今将亡，是有以文辞归进取。因独避的河南沟氏山中。时兵后，文物凋丧，因搜访诸书，尽读之，读者不忘，而究其旨趣，古今得失如指诸掌。谏官转徙。教授坟，进监。中书年和归开府余乡，因负其聘，遂加焉。欲良田千亩，辞不受。庶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，家人欲发誓，折止之。后来居者果得黄金100斤，其不苟取如此。遂己谓世祖南伐至相，
召见问计，因从容对曰：汉唐以还，人君所事以为国者，法与兵13事而已。国无法部。PG 2840。历人无食不生，乱无兵不守。今宋皆灭之，待将亡矣，兴之。在圣主。若控襄樊之师，委割下流，以导其备，大业可定矣。帝曰：儒者中乃有此人乎？因复劝帝数事，以为是。不如此，后当如彼。帝纳之，心贤殷，未可待用，命从行矣。及服果。中统初，赵真英。时王文统方用事，辞不就。左丞张文谦宣抚河北，奏为怀孟、张德、大明等路提举学校官，又辞。移职证书，其略曰：先望之道不明，异端邪说害之也，横流奔放，天理不绝如线。今天子神圣，俊逸服凑，严纳既用，先王之礼乐教化，兴民修复，为其时矣。若夫不书其会，文法墨节，汉唐犹不屑也。执事者因漏就简，此焉是物，良可习哉？夫善始者未必善终，今不能溯流求源，民法正俗，育才兴化，以整数百千年之祸，仆恐后日之弊，将有不可胜言者矣。人或免之事，则曰：后世去古虽远，而先望之所设施，本莫先后，犹可考见，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。苟因袭旧弊，以求合乎？先望之意，不亦难乎？吾又不能随时抚养以复机会，将焉用事？于是杜门著书，一部以穷通的丧动其志，悠游道义，以终其身。年70，宜命其子处立，处怨曰：吾即死，当表无墓。曰：勾山度处士。天历中，赠资德大夫，翰林学士，上护军，追封为郡公，是文献。所著书曰：春秋地理原委10卷，与孟庞通8卷，黄及引用8卷，黄及仪式4卷，集学10卷，律历。礼乐杂志30卷，文集10卷。其余律，则究其始，言其意。长短清浊，周尽积实，各以类分，取经史之说以实之，而折中其是非。其余例，则为造例者皆从11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例。元独少子以为天开于子，取日甲月子，辛甲辰子为元会运。世之数，无朔虚，无闰余，律以360为岁，而天地之盈虚，百物之消长，不能出乎其中矣。论闭物开物，则曰开于己，闭。PG 2841。于物5，天之中也；6，德之中也；物己，月之中心也。6，分卦配之纪年，今之大定庚寅，交小过之初6，国朝之甲寅3。月20有3日寅时，交小过之9、4。多先如所未发，多其要者。余篇云：张特立，字文举，东明人。初名勇，毕京卫少王会，易经名。中太和进士，为偃师主簿。改宣德州司后。州多经国戚。号南至，
特立至官，俱往谒之。有武将军律家奴节名群阳，特立命大所闾里，遂过将军家，温言诱之曰：“将军宅宁有道阳者邪？辽视之以度众口。”前使人所其后庭的阳数十，遂复。其奴系狱，其子逆他舍，捕得之，以尽足的减死论。豪贵尤氏，遵法，民赖以权。正大初，迁洛阳令，时军旅数起，郡县窘迫。东率割石列衙务辟右5万如是。会仪镇陕右，到今洛阳，见特立淳谷，不理之，具责令至糗具，其3日卒，后其如军法。现民素贤特立，真书于庭，率大齐之。继而拜监察御史，守言事。宗朱孙不宜忧求，尚书右丞延展实鲁与系民真田，参知政事图。耽误典产事进袭，皆当罢黜。执政者继之。会平章政事白撒考。军陕西，特立又合其愿不法。白撒诉于世宗，言特立所言是失。时世宗诱之，遂归田里。特立通陈氏，亦晚教授诸生，东平岩石美家里焉。遂丙午，世祖在前抵受王印，手传旨谕特立曰：“前监察御史张特立，养素秋园，亦待如一，今年己70，研究圣经，以息家民，以光前德，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。”又谕曰：“先生年老，目病，不能就道，故令赵宝成寓意，且明其读书之堂曰立则。”壬子岁，复降玺书谕特立曰：“白首穷经，诲人不倦，无过。不及，学者宗之，习以赐家名，今复寓意。”癸丑，特立卒，年75。中统2年，诏曰：“中庸先生学有渊源，行无瑕玷。虽经丧乱，不改故常，未遂秋园之奔，而兴珍惜之悲，可复赐。” PG 2842。前号以张宠述。特立所著书有《易集说》，历年系事记。杜本，字伯元，其先居京兆，后徙天台，又徙临江之清江，今为清江人。本博学，善属文。江浙行省丞相呼剌数得其所上，就荒策，大齐之，即入为御史大夫，历见于武宗，常被召。至京师，为己归隐武夷山中。文宗在江南时，闻其名，即位，以必争之，不起。至正3年，右丞相脱脱以隐事件，诏遣10次。以今之文毕，上尊九，诏为翰林呆制，奉议大夫，兼国史院编。修官。使者至军，相议，去之行。至杭州，称疾故辞，而致书。于丞相曰：“以万事合为一理，以万民合为一心，以千载合为一日，以四海合为一家，则可言治理作乐，而积5帝3王之盛。”亦遂不行。本战尽寡欲，无极言惧色，与人交游笃于义，有凭无以养。亲无资以为学者，皆记之。平居书册未尝世手。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度数，靡不通究，尤工于篆隶。所着有
4经表义，6书通编10元等书，学者称为清弼先生。至正10年卒，年70有5。时有张叔子长者，误知金华人，一屡争不起。书又聪慧，外加潘氏续书数万卷，书尽取而读之，过目则不忘。既长4笔成章，请客数千言。有问以古今言格，政治得失，宇宙之分，和礼乐之费心，以致帝号官名，岁月先后，历历如指诸长。其为文，务推明经史，以服役教道，尤长于叙事。常取三国时事传、汉本纪列传、附议、魏吴载记为续后汉书70。3卷。临川为素称其立意精密，可被劝讲，朝廷取其书至宣文。格浙东部使者交见之，前后章繁9上。至正3年，命如陈纂。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右丞相脱脱以兼修国史领都总裁，辟书本。辅长史，立辞不拜。7年，生命使陈纂修本朝后妃，功成传。复以翰林修撰，如琳琅，同知至告监国史院编修关诏书，比喻。PG 2843。讨论，复辟不久。使者强之行，至杭州，故辞而归。长者，春秋3传归一义，30卷，刊定三国志65卷，临下窃译。取江张公年谱，各1卷，必肘编，若干卷。至正8年卒，年50有7。孙哲，字吕长，其先自金陵徙家临川。哲幼孤，母蔡氏教之景策自述立。比长，学行纯笃，弑母甚孝。家居教授。门庭萧然，而考得问业者日甚。郡中郡晏有生者皆出其门。哲与人言，亦以孝弟忠信为本，辞温气和，闻者莫不油然感悟。待亲戚乡里礼义周洽，言论间未尝几为及人过失长短。世子至，俊者必来见，不识者常立以下人，且贤者必造焉。哲乐亦庄敬，皆知以礼，言不及官府。县司屡辟，皆不就。江西行省特以疑，一举哲一人。哲善为文章，吴承常叙其疾曰：所谓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，其见称许如此。元统2年，年70有3，卒于家。同郡吴定翁字仲古，其先当宋出自金陵来徙。定翁幼岁也，如成人，寒暑衣冠不少谢，清修文雅，与孙哲齐名。而最善为诗皆细思称其幽茂疏淡，可比卢志。御史及江西之方伯墓首部。使者辟见相望，终身不为动。陈巨夫常遗书曰：临川事有及门者，种相接也，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，而不可得见乎？定翁常曰：事无求用于世，唯求无愧于世。人以为名言。河中，字太虚，府知乐安人。少应拔，以古学自任，家有藏书万卷，手自校筹。其学鸿深该博，广平陈巨夫，清河原名。
善柳城姚遂、东平王构、同郡吴成，皆系司，皆推服之。至顺2年，江西行省平张全岳助聘为龙兴郡学师。明年6月，以及卒。所着有异类象2卷，书传补遗10卷，通鉴纲目册海3卷，知非唐稿17卷。PG 2844。同郡为父之，字建兴。宋末为太学生，师事汤汉、博览群。书好读，亦有功于诗。至元初，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。不久，至元中，朝廷类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谕以必征之，皆服起。隐于紫霞山中，是有司事曰真白先生。武克，字伯威，宣德府人。初以神童游学江南，吴成为将。昔儒学复提举，渐入国学异业。明宗在前邸，选课为说书秀才。即出镇云南，课在杭。明宗欲起兵陕西，客谏曰：太子北行，于国有君命，于家有叔父之命，今若向京师发一谏，使官必书。太子反，左右恶客言，乃曰：吾秀才有母在京，何遣其回？客遂还京师，居陋巷，教训子弟。文宗知其名，除秘书监点。不至满，丁内监在除中瑞司典部，改汾西县尹，皆不起。人或劝之事，客曰：相为卿屈，今卿已死，不复事矣。居数岁，会朝廷选守令，太不华举客为平阳沁水县尹，亦不复。晋臣又荐为受京郎，客遂扬为英雅，不就。客好读《周易》，每日兼作。或问之曰：先生之学以何为本？客曰：以静为本。所着有水云集、若干卷。其从之学者多有所成，佛家奴为太尉，玩者不花千书密院士，皆有贤名。PG 2845。列传第87。列女一。古者女子之居室也，必有父母师保为陈师书徒使以训之。凡左右配服之仪，内外授受之别，与所以是父母救孤之道，盖魔所不备也。而又有天子之后妃、诸侯之夫人，躬行于上，以律化之，则其居安而有书顺之称，灵便而有侦特之操者，夫岂偶然哉？后世此道既废，女生而处归榻之中，逆情爱之思，耳不聆真实之言，目不睹防范之句，由是动于礼则，而往往自放于邪僻矣。苟于事实而有能以一节自助者焉，非其身直之美，则亦岂易至哉？史事之书，所以毕录而弗敢略也。元寿命100余年，女妇之能以行文于朝者多矣，不能尽书。采其有着意者，俱载于篇。其间有不忍夫死，感慨自杀以从之者，虽或失于过中，然教于苟生受辱与更甚而不知愧者，有间矣。故特者之，以示劝励之意云。崔氏、周树乎妻也。丁亥岁，从树乎观平阳。今将来功臣。客之，
下令官属妻子敢逆者死。时庶乎以使事在上党，崔氏疾。即报幼子真以诡计自言于江，江信之，使君立书其必出之。崔氏曰：妇人必使人直而书，非礼也。以经录吏，使书之旨。吏曰：吾知汝臣贤妇，然令不敢为。命崔自宣绣，立选笔，而书焉。既出，有言其诈者，将怒，命追之。崔与征服土教3 PG 2846日的免，即与庶乎会。未几，庶乎已病亡，崔年29，疾。大痛就前，事不更驾，斥去吏士，浮躁不避衣，放散避仆，公自访讥，悉以资产宜清就。有权贵使人讽求取，则自扒毁其面，不欲生。40年未尝忘言孝，欲集会。至家教子有法，人比古。列父云：周氏，平栾石城人。年16世李伯通，生一子，名义。今末，伯通兼丰润县，国兵攻之，城破，不知所终。周氏与义备。鲁谓邪行者曰：人苟爱其身，万一受辱，不如死也。即自投于堑。主者怒，拔佩刀3刃其体而去，得不死。遂携一而逃。见官至变，击刃以自己，教义读书有成。杨氏，东平虚城人。夫郭3，从军襄阳，杨氏刘氏舅姑。以孝文。至元6年，夫死数所，母欲夺嫁之，杨氏好痛自噬，乃缢。久之，夫骨骸，就曰：心腹年少，终必他事，可令吾子观处地下耶？将求里人王女骨何易之？杨氏闻，亦悲，不。15日，自今死，遂与夫共葬焉。胡烈父，渤海刘平妻也。至元7年，平当数早阳，车载其家以行。夜宿沙河傍，有胡至，咸平去。胡觉起追及之，持虎卒，故呼车中而取刀杀虎，虎死。扶平还至济阳城求医，以伤卒。县官言状，命续其母子，人今异之。至大监，见得王氏女，复出云舍谤，欲报，为所事，夜之。深山。父大呼，女时复生，今屈就，以父所弃除及暴恼，杀之。父乃得生。看文兴妻王氏，名丑丑，健康人也。文兴从军漳州，为其万户府之事，王氏与俱行。至元17年，臣调演作乱，攻漳州。文兴率兵与战，死之。王氏被掠，亦不受辱，乃待贼曰：死吾葬夫，即汝从也。贼许之，遂托，得父尸骸，积薪焚之。火既炽，即自投火中死。至顺3年，世文，赠文兴侯爵，谥曰 PG 2847。英烈，王氏曰真烈夫人。有司为立庙祀之，号双节云。郎氏，湖州安吉人，宋进士朱甲妻也。朱常侍浙东，以郎侍从。至元间，朱末，郎氏护丧还至玉山里，留居避道。
世家。柳氏欲强聘之，郎氏不从，夜弃庄奉就遁。柳邀之中道，父死。惧得免。家居养孤甚谨。孤常病，郎倒天，亏骨肉尽旦而月。后孤丧，以哀闻。大德11年，经美之。又有东平郑氏、大宁杜氏、安西杨氏，病少寡手治，割体肉疗孤病。秦氏二女，河南益阳人，亦其名。父常有为疾，依云不可攻。解闭户莫道，早己脑和药尽饮，岁月。父后父病愈绝，妹亏骨肉至周中，父小辍及苏。孙氏女，河间人。父病赖10年，女倒于天，求以身代，且吮其脓血，循月而月。许氏女，安丰人。父疾，割骨旦之乃全。张氏女，泸州人，嫁为高后妻。母病目丧明，张氏归省。抱母泣，以舌视之，目乎能视。州县各以状文褒表之。焦氏，今阳原天佑妻也。天佑祖父始皆从军役，祖母杨氏、母焦氏并家居守治。至元23年，天佑父从征死甘州。妻焦氏年少，宗族欲改嫁之。焦氏哭且言曰：“元氏不幸3世。早寡，自祖姑以来，皆守节义，岂可至无而遂废乎？吾生为元。弑父，死则葬元氏土耳，终不能改容是他人也。众不敢复言。周氏，则周人，嫁为安西张兴祖妻。年24，兴祖没。舅姑御史在世，周氏服从，曰：“妾家祖父皆早逝，妾祖母。妾母病以贞操文，妾或中道一节，是望故夫而辱先人也。夫望故夫不义，辱先人不孝，不孝不义，妾不为也。”遂居离30年，奉舅姑，身世死葬无为礼。其父与外祖皆无后，葬祭之礼。PG 2848。益州市主之。有司以闻，并赐金邑。赵孝父，得安应城人。早寡，是孤孝。家贫，庸之于人。的每时必持归奉姑，自旦粗粝不厌。常念孤老，一旦有不会。无由的官，乃以次子欲富家的钱100名，买沙木置之。官臣至于家，南陵失火，时南风烈盛，火势及孝父家，孝父及服孤。出毕，而观众不可疑，乃抚膺大哭曰：“吾为孤卖儿的官，吾能为我救之者，苦莫大焉。”言毕，风转而北，孝父家的不焚。人以为孝感所致。或是二父尹氏、杨氏，夫家郑州人。至元间，尹氏夫要亲。末，姑命其更嫁，尹氏曰：“父之行一节而已，再嫁而失节，妾不忍为也。”姑曰：“是之父皆然，人未尝以为非，汝独贺。耻之有。”尹氏曰：“人之志不同，妾之守妾志耳。姑不能强。”杨氏夫显亲寂寞，虑姑欲其嫁，即先白姑曰：“妾闻第4，由兄弟也，以相好焉。今4既留，
妾可独去乎？愿与共修复道，以终是无辜。孤曰：汝果能若是，无何言哉？于是同处20余年，以结孝文。又有滨州任氏、甘州田氏，皆一家一妇，聚少寡事不他事，戮力蚕桑，以养舅姑。是闻，并命褒表。王德正妻郭氏，大名人。少姑是母张氏孝景，以女遗文。余乡及姬富贵家慕之，征求聘，张氏不许。时德正教授礼中，年40余，茂盛骨肉。张氏以贫不能教二子，欲纳德正为婿，使教之。宗族皆不然，郭氏慨然愿顺母志。既婚，与德正相敬如宾，主教二弟有成。为己德正卒，郭氏年方20余，立节自守，甚有真名。大德兼表其家，指鲁花真，蒙古氏。年26，夫妇都病卒，事不再教。PG 2849。孝养舅姑。于25年，舅姑没，陈衣垢面，庐于墓中生。至元间惊之。其后又有一臣宋仲荣妻梁氏，舅没，覆土为坟，怀孟和氏，大名赵氏，并以夫没守制，养舅姑以寿终，亲覆土筑其坟，高3丈余。段氏，隆兴或荣妻也。荣无子，常起人为养子。荣卒，段氏年26，养舅姑以孝称。舅姑没，荣诸父众问贪其产，谓段曰：汝子假子也，可令归宗。汝无子，宜改氏，或是业汝。无欲焉。段曰：家资不可计，但在教非易，尚容妾思之。即退入寝室，引针刺面，莫自知，是死不耳。大德2年，府上状中书，给杨九必伯，人命荆门，复议如制。又有兴和吴氏，自刺其面，陈继谢思明妻赵氏，自昆其发。纪宁田纪川妻武氏，丽水曹子婴妻尤氏，啮指滴血，病逝不艮。甲各以有司为请经之。朱虎妻毛氏，崇明人。大德间，虎关兜水间，作罪及其家。历录宋毛氏及2子赴京师。太医提点师甲起归家，欲妻之。毛氏死不从，母子3人以居相结连，昼夜以抱嚎哭，形貌销毁。师之不可夺，是之。毛氏托居永明尼寺，忧愤不食卒。文氏，绍兴于兴之妻也。大德4年，兴之末，文氏年尚少，父母虑其不能守，欲更嫁之。文氏哭曰：一生2夫，列父所耻。妾可无生，可无耻乎？且孤老子幼，妾去当令谁事也？即断发自恃。父知其志笃，乃不忍强。孤久病风，且失明文。是守敌混会布袋，时数口上唐氏其墓，墓为父名。及孤卒，家贫，无资雍公，与子亲父土葬之，朝夕悲号，闻者惨恻。乡里嘉其孝，为之语曰：欲学孝父，当问于母。又有刘氏，渤海里5妻也。少寡，
父母始在教，不从。9. 患居，流倒于天，数日溃，吮其血，乃悦。继而轻挽小车，载。PG 2850。就义乐词以达神况。马英，河内人，姓孝友。父丧哀悔，二兄寂寞，因独弑母。甚谨，又奉二寡嫂与居，使得保全离节。及丧母，补得葬诸丧。亲覆土为4坟，手执松波，庐目侧终身。赵氏女名玉儿，关州人。常许为李氏妇，未婚夫死，遂逝。不嫁，以养父母。父母没，覆土为坟，乡里称孝焉。冯氏，名淑安，字敬君，大名宦家女，山阴县隐山东李儒中继氏也。儒中初娶蒙古氏，生子任，数岁而卒。大德5年。儒中病笃，谓冯曰：“吾已矣，其奈汝何？”冯氏引刀断发，自是不他事。儒中末2月，遗父生一子，名福。李氏及蒙古氏，知族在北，闻儒中末于官，家多遗财，相虑来山阴。冯氏方病。臣监尽取其资及子任已去。冯不与教，一事萧然，唯于儒中疾。蒙古氏之救而已。朝夕哭泣，邻里不忍闻。久之，御医全错耳。就及山下，携其子庐目侧。10年12、12，雷行苦节，为女师，以自己。父母来视之，怜其孤苦，欲使更世人，逢找面流血，不肯从。居20年，使户丧归葬问上。其鲁之人闻之，莫不叹息。李君近妻王氏，辽阳人。大德8年，君近病卒，不葬，将发引，亲戚邻里贤惠。王氏谓众曰：“夫妇死同穴，义也。5. 的从良人士，不亦可乎？因府官大痛，呕血深许，即扑于的死。众为敛之，与夫连就出葬，送者数百人，莫不洒气。宜剌氏，同知湖州陆氏耶律乎都不花妻也。夫没，割耳自是。祭葬，庐目侧，悲号不时死。赵氏名婉儿，大宁人。年20，夫萧氏病惧，谓婉儿曰：“我死，汝年少，若之何？”婉儿曰：“君性自宽，托有不可。会，切不独身，必从君地下。”遂命将至巨官。夫没，即自京。死，家人同官敛葬焉。PG 2851。又有雷州诸客兵妻周氏，大都废延妻王氏，买歌妻耶律氏。曹州镇腊儿妻康氏，陕州陈某妻别娥，大同宋监同妻班氏。李安同妻胡氏，晋州刘庶妻赵氏，济宁王思忠妻张氏，饶州刘及妻赵氏，东平徐顺妻彭氏，大宁赵云儿妻安氏，成公妻张氏。武寿妻刘氏，宋敬先妻谢氏，撒里妻萧氏，古城卫贵妻周氏。任城郭辉儿妻赵氏，枣阳朱某妻丁氏，叶县王宝子妻赵氏，新周某氏妻魏氏，滦州裴某妻董贵歌，成都张宝同妻郝氏，利州高塔毕野妻白氏，河南杨某妻卢氏，
蒙古氏太庶妻阿不察乡戊孙妻脱脱真，并以早寡不忍独身，以死从夫者。是闻悉命褒表，或赐钱赠事云：朱书信，山阴人，少寡，事不在家。一女妙境，又哭妇双，目病失明。及长则偶者不至，家贫岁凶，母子相依，以苦节。自立。世人王氏贵重其孝，乃求娶焉。革妙贞，宣城名家女。9岁，闻日者言，母年50当死。妙贞即悲忧祝天，誓不嫁，终身斋宿，以延母年。母后年80，一卒。为吴氏3女，家钱塘。诸兄远视不归，母思之急，3女遇。为母义，乃共断发誓天，终身不嫁以养母，同立世户40余年。母竟已寿终。世上并赐金邑。王氏，燕人张买奴妻也。年16，买奴关钱塘病没，葬陈西10里外。王氏每旦被发布往奠之，服目大痛欲绝，久而至极。舅姑立止其行，乃已。夫却，舅姑谓之曰：吾子已没，心腹。年尚少，宜自图终生计，无图焉无家也。王氏泣曰：父母，命妾奉鸡肘于张氏，今夫不幸早逝，天也。此足岂可复履他人门乎？故不从。穷居30年，真白无少殿。又有冯异王一妻卢氏，虽杨刘则妻解氏，东平阳3妻张氏。PG 2852，并守制有节，命经其门。张义父，济南邹平人，年18归里人李武。武与从子林树。福宁，为己死树所。张独家居，养舅姑甚至。父母舅姑病烦，似亏骨肉就不谢。即死，丧葬无遗礼。继而叹曰：妾夫死数千里外，妾不能归骨以葬者，以舅姑父母在，魔所养故也。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，而夫骨中抱弃远土，使无妾及矣，妾在，敢爱死乎？乃卧击冰上，是曰：天若许妾取夫骨，虽寒甚，当得不死。余曰：竟不死。乡人议之，乃相律赠以钱，大书。其事于一以行。行40日，至福宁，见灵，问夫葬的，则真莽。4塞，不可食。张哀痛欲绝。夫呼降于同，言动无益其身时。告张死时事，甚悲，且只是骨所在处。张如其言发得之，持骨。注曰：尔信妾夫耶？入口当如冰雪，黏如胶。已而果然。官议之，上于大府，使灵户丧骸，给钱使葬，人荆门，复其意。丁氏，新建镇博文妻也。大德间，博文病将没，丁氏与绝。曰：妾自得是精致，是与偕老。君今不幸及弱势，托有不讳，妾当从。但君父母已老，无他子妇侍养，妾苟复自亡，使君父母时不甘位，则君亦不瞑目矣。妾且忍死，以奉其余年，必不改视他人，以复君于冥冥也。
伯文卒，丁氏年27，居丧。哀悔。夫既除，父母屡意夺嫁之。丁氏每闻必痛哭曰：妾所以不死者，非苟生有他志也。与良人曰：将以是救孤耳。今救孤在堂，故无恙，妾可弃去而不信于良人乎？父遂止。救孤长病，丁氏夙夜护侍，衣不解带。即死，丧葬尽礼。世上表其门。白氏，太原人。夫穆氏世道，弃家为僧。白氏年20，留养孤不去，服秦击任，以供租父。夫一日还，迫使他事，白断。发誓不从，夫不能夺，乃去。孤年90卒，竭力营葬，画孤像。嗣之终身。PG 2853。赵美妻王氏，内黄人。至元年，美溺水死，王氏侍守中。舅姑念其年少无子，欲使更是人。王氏曰：父亦无在教，且舅姑在，妾可弃而去耶？舅姑乃欲以阻止与既婚，王氏拒不从。舅姑破之力，王氏之不免，即引绳自惊死。李东儿，真城人，丁从信妻也。年23，从信末，服阙。父母呼归问之，曰：汝年少居孀，又无子，何以自立？无为。汝在则序何如？东儿不从，亦从信踵哭，欲诣木树上，家人防之，不果。日暮还从信家，夜二鼓，入室更新衣，自惊死。李氏，滨州会高儿妻也。年26，高儿没，父欲夺归嫁之，李氏不从，自缢而死。托托尼，雍吉剌氏，有色，善女工。年26，夫哈剌部。花卒。前妻有2子，皆壮，无父，欲以本俗制收继之，托托尼矣。死自是。2子父百计求遂，托托尼会且骂曰：汝禽兽行，欲妻母耶？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？2子残具谢罪，乃息夜而居。30年以贞操文。王氏，成都李氏安妻也。年19，氏安卒，夫弟氏显欲收继之。王氏不从，引刃断发，父自割其耳，创甚。亲戚惊叹。为医疗100日，乃悦。壮上，并惊之。赵兵妻朱氏，名景歌，洛阳人也。天历初，西兵略河南。朱氏欲兵5人，被执，逼与乱。朱氏惧曰：我良家妇，岂从？汝贼耶？兵怒，提叶锤处之。朱氏度不能脱，即代谓之曰：汝信是我，舍后颈棒有1斤，当发以汝。兵信之，乃随其行。朱氏的进井，即抱3岁女永生父井中死。是岁，又有偃师王氏女名安歌，从父避兵邙山丁家洞。兵入，搜得之，见安歌色美，驱使出，欲污之。安歌不从，投剑死。PG 2854。有司言状，并表其庐。贵歌，蒙古氏，同知宣政院士罗53妻也。天历初5，
13得罪，贬海南及其家，诏以贵歌赐进士卯罕。卯罕亲虑，车骑至其家迎之。贵歌度不能免，令毕仆以饮食言卯罕于事。如就自今死。台书灵妻刘氏，顺宁人也。粗之书，克修复道。一日地震，屋坏，压书灵不能起，家父失火，书灵母前救不得，欲就坟。书灵望讲，呼曰：“吾已不可得出，当即救吾母。”刘谓夫妹曰：“汝救汝母，汝兄必死，吾不用复生矣。”即自投火中死。火灭，家人得2尸尽中，有首相卧不开。官家其列，上于朝。命录副使臣。李至真，建宁浦城人。父子名，无子。至真7岁能读书，9岁母病，调户甚紧。急卒，哀痛欲绝，不如婚3年，至女宫。宫祭祀，即奉父干指不伐，乡里称为孝女。父常许为正权妻。未嫁，从父克少武。少武豪臣梁越其会，强纳采求聘，至真断。发拒之，且数自求死，梁不能夺，卒归权。是旧姑父母皆有道。太定间，权病没，至真悲泣不食，数日而死。蔡三玉，龙溪城端才妻也。道起漳州，略龙溪，复广瑞宇。端才各窜去，三玉独携夫妹出毗陵祠中。道入，着夫妹，见三玉美，不忍伤，与李父欧氏同趋那州中。行至柳营江，破妻之。三玉阳许诺，因起更衣，自投江水而死。月3日，师流至广瑞。周策，广瑞时为女，收敛之。欧氏托归言状，有司高其操，为请表之。乃命荆门复议，仍给钱以葬。PG 2855。列传第88。列女2。武用妻苏氏，真定人，喜家京师。用疾，苏氏窥骨为周矣。晋，即月。生子得正，4岁而寡。夫之兄立其资，欲逼而嫁之，不听。为己夫兄举家死，为余3若孙，苏氏取而育之。得正常，是苏氏至孝。苏氏死时，天大旱，得正方觉的求水以供。葬事，忽二蛇月初，得正因莫倒焉。二蛇一东一北，随其地绝之，果的全。有司上其事，今复其家。人仲文妻林氏，宁海人。家甚贫，年28而寡。孤患风，即不良于行。林氏旦暮服侍为景，抚育3子皆有成。年103岁而卒。姜文柱妻范氏，名妙媛，奉化人，年20归于江。棘门。为何景，夫乎以搜及卒。范曰：“我既入姜氏之门，即姜氏父也，岂以夫王有意志哉？”遂居姜氏之家，辅诸执姜僧，姜道如己子。卒年95。有柳氏者，苏郡人，为户部主事赵也妻。为是成婚而也卒。柳哭之尽哀，是不再嫁。其兄将夺其志，柳曰：“
夜已归赵氏。虽未成婚，而夫妇之礼已定矣。虽冻饿死，岂有他治哉？后请疾，不肯服药，曰：我年26而寡，今已逾半百，得死。此疾幸矣。遂卒。PG 2856。姚氏，余杭人，居山谷间。夫出义脉，姚居家直窜。母何？是往即见水，久而不至。俄闻覆水深，即出世，则虎衔其母矣。走。姚仓卒往逐之，即以手殴其胁，邻人尽执器械以从，虎乃置之而去。姚父母已归，求药疗之，奉养20余年而卒。又方宁妻关圣娘者，见宁人。宁耨田，圣娘夜之，见一虎。方觉其夫，圣娘即弃夜奋挺连击之，虎舍去，圣娘复夫至中途而死。有司以闻，为今复其家。一是卞良如是孟至刚妻。至刚卒，贫而无子，有司给矣。棺木。一是待将者曰：可宽大其棺，吾夫有遗衣服，欲尽至其中。将者然之。是系一是具机属祭其夫，家之所有悉散。知邻里及同居王媪曰：吾闻一马不备两鞍，吾夫既死，与之同棺共血可也。遂自尽死。有侯氏者，君周曹得妻。得病死，侯氏与人曰：年少夫亡，妇人之不幸也。欲守无志，而乱离如此，其能免乎？遂亦死于墓。又周经妻吴氏，郭维新妻郝氏，陈辉妻白氏，张纨柱妻杜氏，陈二妻陈氏，李真妻武氏，暗都剌妻张氏，并以夫死，不忍独身，自缢而死。是闻，咸经易之。汤辉妻张氏，处州龙泉人。会兵乱，其家财先已移入山寨，夫与孤共守之。就以即未行，张归任要善，且以于自随。继而贼至，即命以鱼宰其咎，而己欲贼。贼以刀挟之曰：从我则生，否则死。张略发整衣请受任，贼未忍杀，张惧屋，即夺其刃，自死，年27。又汤启者，亦龙泉人，有资荣。贼杀其父母，以刃挟之。岂不甚悲咽？其早死，因以头触刃。贼怒，灼杀之。其妹亦不受辱而死。PG 2857。于是冤妻同氏，延州人。孤姓严，呆之寡恩，同氏柔顺矣。视之，无少服其意者。至正13年，贼陷威平，官军复之矣。乃纵兵剽掠。至是冤家，同氏以身避孤。众欲诬之，同氏大骂，不屈。一卒以刀击其左臂，越不屈。又一卒断其右臂，骂犹不绝。众乃皮其面而去，明日乃死。张氏女，高邮人。臣乱，贼知张女有资验，扣其家所之。女方逆父与奸，贼将害其父母，女不得已，乃出败贼。贼即伏地。呼其父母为丈人媪，而以女行，女心欣然从之。过桥，
投水死。有高氏妇者，同郡人也。携其女从夫出避乱，见道旁空舍，入其中，托金缠臂与女，且与夫令即行。夫妾女稍远，乃解，卒杀自京。贼至，焚其舍。夫抵疑真，夜梦复来告曰：“我已。”亦死彼舍矣。其精爽如此。会试玄妻王氏，大都人。至正14年，世玄病革，王氏曰：“吾闻病者愤苦则悦，乃尝其愤，颇甘。”王氏色越忧。是玄主王氏曰：“我病必不起，前妾所生子，汝善保护之。待此子稍长，即从汝自嫁矣。”王氏泣曰：“君何为出此言耶？舍有不讳，妾亦当死，尚复有他说乎？君幸有兄嫂，此而必不失。”所居数日，事玄卒，彼葬。王氏遂居墓侧，捧手垢面，哀悔于礼，常以妾子置左右，饮食寒暖，唯恐不至。遂于妾子亦死，乃哭曰：“吾复忘矣。”屡引刀自杀。家人经酒，得免。至中丧，亲旧皆携酒礼祭世玄于墓。祭毕，众欲行酒，王氏矣。今死于数矣。又有王氏者，良相废饮妻也。饮有疾，王氏数尝其愤。疾笃，主王氏曰：“我一子一女，虽妾所生，无亦汝所出也。我死，汝其善抚育之。”岁末，王氏居丧，抚其子女。继儿子又死。夫除，谓其亲属曰：“妾闻夫乃父之天，今夫已死，妾生何为？”乃执女手，与之曰：“汝今已长，稍知人事，管要。” PG 2858。在此，汝自思之。遂相抱痛哭。是夜，亦死于园中。李景文妻徐氏，名彩鸾，字叔和，蒲城徐嗣源之女。略通经史，每诵闻天祥、六歌，必为之感泣。至正15年，清田贼寇蒲城，徐氏从嗣源逃旁进山谷。贼持刀欲害嗣源，徐氏前曰：“此吾父也，宁杀我？”贼舍父而止徐氏。徐氏与父曰：“儿亦不受辱，今必死，父可速去。”贼居徐氏至桂林桥，时探题诗壁间，唯有桂林桥下水，千年照见妾心清之句。乃厉声骂贼，投于水。贼尽出之，继而乘肩负投水死。周父毛氏，松阳人，美姿色。至正15年，随其夫避乱麻。邑山中，为贼所得。挟之曰：“从我多与若今，否则杀汝。”毛氏曰：“宁剖我心，不愿汝今。”贼以刀磨其身，毛氏因大。厉曰：“遂郭贼，汝遂则臭，我遂则香。”贼怒，哭其肠而去。年29。丁上贤妻李氏，汴梁人。年20余，有姿容。至正15年，贼至，欲掳之。李氏怒曰：“吾家6世一门，岂能从贼以辱身？乎！”于是河门300余口俱被害。
李顺儿者，许州如是李让之女也。性聪慧，颇涉经传，年18，未嫁。至正15年，贼陷均州，密尔许昌。父谓其母曰：吾家以失礼相传，此女必累我。女闻之，泣曰：父母可自逃难，勿以我为忧。须臾于后园内自惊而死。吾守正妻与氏，名书敬，字素卿，绍兴人。至正16年，喜家崇德之石门。书敬常从容为守正曰：方今群盗风起，万疑不测，妾唯有死而已，不使